这是哪？怎么到处都是水，根本喘不上气。好不容易睁开眼，看到的却是陌生的天花板，这地方完全不对劲。这双手细嫩的不像话，根本不是我的手。还没等海莉反应过来，邓肯公爵突然冲了过来，他死死揪住眼前的人，愤怒地咆哮着：“你毁了家族的大业，怎么能这么自私？”海莉彻底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邓肯公爵简直要气疯了，他死死盯着眼前的女人，恨不得把她看穿。大婚前一天，居然敢跳水寻死！海莉，你到底在想什么？可就在这一刻，海莉突然愣住了，她在叫谁？这个名字根本听都没听过。老师，一仔又在说胡话了。在所有人眼里，一仔就是一个满嘴谎话的怪胎，总是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可谁能想到，就在老师身后，那个恐怖的黑影正死死盯着他们，老师却坚持说那里什么都没有。大家都觉得这孩子中邪了，本来就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现在连最后的容身之所也要没了。大人们聚在一起商量，干脆把他送去给萨满处理掉。哎呀，你这张脸真是一点福气都没有。萨满奶奶叹了口气，觉得他身子骨太弱，根本接不住神灵，只能留下来干点杂活。这就是一仔，一出生就被亲生父母抛弃，还偏偏能看见那些不该看见的东西。寄人篱下，到处打零工，这就是他那烂透了的前半生，也是我真正的身份。那个倒霉透顶的一仔才是我自己。邓肯公爵的咆哮声震耳欲聋，你怎么敢这么做？因为你整个家族全完了。可此时的海莉脑子里只有一片混乱，这到底是哪？刚才又是谁动的手？一个荒唐的念头冒了出来，难道我附身到了这个叫海莉的女人身上？海莉，你在吗？快救救我！我想出去，可无论怎么尝试，这具身体里竟然完全感觉不到原主的痕迹。那个真正的海莉已经彻底消失了，现在这具身体只属于我一个人。为什么到处都是水？这些突然冒出来的画面，难道是海莉生前的记忆？海莉，你竟然真的跳水自尽了！真相远比想象中更残酷。这么长时间过去，原主的灵魂要么早就散了，要么已经变成了怨灵。所以，我根本不是什么附身，而是进了一个死人的身体。这具身体早就已经没气了。耳边传来暴躁的怒吼：“你个蠢货，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这下全对上了。记忆里的这个男人，正是海莉的亲生父亲邓肯公爵。他咬牙切齿地说：“为了那个伟大的计划，我付出了多少心血？”面对这个近在咫尺的疯子，局面已经彻底失控了。一个陌生的声音突然响起，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这可真是件稀罕事。”邓肯公爵整个人都僵住了，低声喊了一句：“陛下。”男人冷笑着问：“公爵家管教孩子的方式，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他摆了摆手，示意所有人全部退下，因为他要和自己的未婚妻单独聊聊。谁能想到，这个突然出现的救星，竟然就是海莉的未婚夫？男人的声音冰冷刺骨，根本不给任何人反驳的机会。没听见我的话吗？给我滚出去！这个男人同样出现在海莉的记忆里，他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罗德里克，也是海莉名义上的未婚夫。本以为是救星降临，可接下来的画面让局面彻底反转。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他的周身竟然缠绕着数不清的怨灵，这种恐怖的规模简直是头一回见。这个所谓的未婚夫身上到底背负了多少人命，才会被这么多脏东西缠上？国王语气冰冷地问：“你为什么抖得这么厉害？”谁受得了这种场面？换成任何一个人，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怨灵，恐怕早就崩溃了。国王显然失去了耐心，他直呼其名：“别抖了，海莉，你确实犯了足以掉脑袋的死罪，但我现在还不想杀你。”海莉在婚礼前自杀，这丑闻闹得满城风雨，换做任何一个王室，恐怕都无法容忍这种羞辱。看着罗德里克身后那些怨灵，海莉根本没法冷静，这种压迫感简直让人窒息。可谁能想到，这个冷血的男人竟然笑了，这一笑反而让气氛变得更加诡异。别抖了，我今天是来谈话的。罗德里克低头俯视着他，语气里满是嘲讽。既然这门亲事是你们邓肯家先求来的，现在又闹自杀这一出，到底是在演给谁看？面对这种倒打一耙的质问，海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回答我。我不喜欢同样的话说2次。罗德里克的耐心显然已经到了极限，海莉的记忆根本不完整，虽然不知道原主为什么要寻死，但现在的身体里可是另一个灵魂。海莉低声辩解，不是因为讨厌这门亲事，也不是因为想逃避。罗德里克冷笑一声，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那是为什么？难道是因为心里还藏着别的男人？这句话简直是平地惊雷。作为一仔的过去确实干干净净，可海莉的记忆深处竟然真的浮现出一个模糊的身影。原主海莉心里居然真的有人。空气瞬间凝固，罗德里克却毫不在意的开口：“你心里装着谁？我一点都不在乎。虽然我很想为你那点纯情喝彩，但可惜我可不想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可欺的骂名。所以我的决定是，你必须活得比你想的还要久。”罗德里克捏住他的下巴，语气不容置疑：“海莉·邓肯，如果你真的非死不可，那就带着王冠死在我的身边。奶奶，我好想你。”在这种命悬一线的时刻，海莉脑子里浮现的竟然是那个遥远世界的亲人。看来我这辈子注定就是个倒霉蛋，无论换到哪个世界，都躲不掉这种悲惨的命运。一仔从小就能看见鬼魂，收养他的奶奶是个很有名气的萨满。奶奶平时话很少，唯独对一件事特别执着，她总是反复叮嘱一仔千万不要靠近水边，不管是大海还是山谷，只要有水的地方你绝对不能去。奶奶当年的警告绝对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日子再苦，我也想硬着头皮活下去。所以这些年我一直躲着水，可谁能想到，等我再次睁开眼，竟然变成了一个叫海莉的女人，而且他刚刚跳水自尽。更倒霉的是，我还没缓过神，就遇到了一个满身缠绕着怨灵的男人。罗德里克的语气冷得让人发指。他说：“海莉，我要你带着王冠去死。”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王冠，他竟然是想让我去当那个有名无实的王后吗？罗德里克冷冷地丢下一句话，想拒绝的话，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过了今天，你就再也没有选择权了。我能感觉到他身后那些密密麻麻的怨灵，全都在盯着我，他们在等我的回答。我甚至不敢抬头跟他们对视。我强撑着问了一句：“如果我拒绝呢？”罗德里克随口编了个理由，说婚礼推迟是因为新娘病了。可他接下来的话才真正让人脊背发凉。他说：“如果你敢拒绝，这场小病就会立刻变成要命的绝症。”他甚至笑着凑过来，轻飘飘地吐出几个字：“所以你只能去死了。”这根本不是什么选择，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更可怕的是，他居然觉得这种戏弄很有趣。罗德里克好整以暇地看着我，问出了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说：“你还会再去寻死吗？”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摇头，这根本不需要考虑，因为我真的想活下去。我盯着他的眼睛保证，在戴上那顶王冠之前，我绝对不会死。这不仅是我的回答，更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筹码。罗德里克嘴上说着会试着相信，可他那副表情明摆着就是一丁点都不信。我也知道，对一个昨天刚跳海自杀的人来说，现在的保证确实没什么说服力。他突然笑了笑，说：“就当是未婚妻的一时糊涂。”他竟然看穿了我的心思，这男人简直太可怕了。在他面前，我好像根本藏不住任何秘密。罗德里克头也不回地传唤邓肯公爵，那语气简直没把这位公爵放在眼里。邓肯公爵虽然准时赶到，但心里早就炸了。他觉得罗德里克是在他的地盘上撒野，对他这个主人指手画脚。可罗德里克根本不在乎他的想法，反而握紧了手中的长剑，冷冷地丢下一句话：“公爵，我必须给你个警告。”罗德里克当众宣布，海莉马上就要成为王后了，这不正是你一直想要的吗？但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冰冷刺骨。他说：“既然身份变了，海莉就不再是你能随便拿捏的人。”那恐怖的杀气瞬间笼罩了全场，这已经不是警告，而是赤裸裸的死亡威胁。海莉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这种恐怖的压迫感根本不是普通人能扛得住的。他是真的打算在这里杀了公爵。邓肯公爵被这股杀气逼得僵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局面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只要罗德里克长剑出鞘，公爵的命今天就要交代在这了。罗德里克的状态明显不对劲，他心里很清楚，这种失控的感觉又来了，但他还是死死握住剑柄，强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因为眼前的博弈还没结束。他冷冷地看向对方，语气里没有一丝温度。想好了吗？到底是要命，还是守着你那点尊严？面对绝对的武力压制，邓肯公爵最终还是低头认输了。这一声陛下叫得极其不甘心。海莉坐在一旁，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很清楚刚才那股杀气有多恐怖，换成普通人恐怕当场就疯了。可罗德里克竟然凭意志力硬生生压了回去。就在他还没缓过神的时候，一只手突然伸到了他的面前。这下轮到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男人了。罗德里克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刚才还杀气腾腾，转眼就温柔地拉起了海莉的手。他问海莉：“4天时间够不够养好身体？”还没等海莉反应过来，他直接当众宣布：4天之后就举行婚礼。既然外面的流言蜚语已经传开了，他1秒钟都不想多等，这是他对邓肯家族最后的仁慈。罗德里克看向海莉：“那么从现在开始，让我们都尽力而为吧。”海莉：“邓肯走到我所在的地方，并且活得好好的，绝对会如你所愿。”罗德里克下令回宫，但他并没打算就这么放过邓肯家族。他要求骑士团把这里围个水泄不通，直到婚礼那天为止。说是为了保护，其实就是变相的软禁。他要在邓肯公爵眼皮子底下彻底断了对方反抗的念头。海莉愣在原地，他怎么也想不通，凯恩王国的国王罗德里克背负着这么多罪孽和怨恨，这个男人怎么可能还活得好好的？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海莉心里只剩下一个疑问：你到底是谁？4天时间一晃就过，转眼就到了大婚的日子。宾客们都在私下议论，这婚礼居然真的办成了。毕竟这位新娘以前每次结婚都会出事，大家都在说邓肯公爵才是最狠的人，竟然亲手把女儿推向这种局面。海莉独自坐在一旁，听着这些刺耳的闲话。这整件事其实都藏在海莉的记忆里，虽然记忆断断续续，但真相却让人脊背发凉。原来在海莉之前，罗德里克已经结过2次婚，他选人的要求只有一个，必须是没权没势的小贵族。他不想要强大的外戚，只要一个听话的傀儡。可前2任新娘，一个死于意外，一个死于剧毒。直到海莉出现，这场婚礼才终于办成了。但这究竟是运气好，还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谁能想到，连这第3任新娘其实也没成，真正的海莉早就已经跳水自尽了。这个秘密，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清楚。现在的这具身体里，其实住着1载的灵魂。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罗德里克走进来问：“昨晚睡得好吗，海莉？”罗德里克看着四周，语气冷淡地说：“这种地方没什么好留恋的。”海莉随声附和着，心里却咯噔一下，事情有点不对劲。平时那些形影不离的怨灵，今天怎么一个都没跟过来？海莉盯着罗德里克看入迷了，心里忍不住感叹：罗德里克的颜值确实没得挑，真是老天爷赏饭吃。可还没等他感慨完，罗德里克突然转过头，两人的视线直接撞在了一起。海莉吓得赶紧把头扭开，坏了，刚才看太久被发现了。罗德里克显然有点不耐烦，他冷冷地开口：“你今天是非要让我把话重复几遍才行？”海莉低着头，装出一副柔弱的样子说：“不好意思，我现在确实挺紧张的。”可罗德里克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冷冷地回了一句：“我这人最烦别人撒谎。”他死死盯着海莉，语气里全是审视：“你现在根本一点都不紧张？”海莉心里咯噔一下，还想强撑着解释几句，结果越说越乱。他在心里暗叫不好，坏了，这下又说错话了。
罗德里克看着海莉，心里觉得这女人有点意思，反应跟别人完全不一样。海莉还在那儿拼命找补，说自己只是说话比较小心，毕竟罗德里克身份尊贵，自己实在不敢乱说话。他在心里犯嘀咕：完了，刚才是不是说的太直白了？谁知道罗德里克根本没生气，反而盯着他，语气平静地说：保持现在，这样就行。海莉这下彻底懵了，这男人到底在想什么？罗德里克点了点头，看来他已经听懂了海莉的意思，不再继续纠缠刚才的话题。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提醒他们时间到了。罗德里克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转过身，淡淡的丢下一句：走吧。海莉愣了一下，随即快步跟了上去。海莉挽着罗德里克，一步步走在华丽的走廊里，可他心里却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习惯这东西真的挺吓人。明明以前从没穿过这么高的鞋，也没穿过这么沉的裙子，可现在走起路来竟然一点都不费劲。这种本能般的自然感，让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哪来的风？海莉突然察觉到不对劲，这股气息绝对不是普通的风。他猛地停住，这股力量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就在这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愣住。那是神灵吗？海莉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恐怖的压迫感。罗德里克在一旁低声叫他：海莉。这一声呼唤让他猛地回过神，这不是什么普通的幽灵，而是某种地位极高的存在。不行，绝对不能表现出自己能看见，要是现在被卷进去，麻烦就大了。罗德里克冷冷的开口：海莉，你到底在干什么？海莉低声说了句对不起，他的手死死抓住罗德里克的衣袖。这个世界真的诡异的让人害怕，到处都是看不见的怨灵。他想逃，可除了眼前这个男人，他根本无处可去。而罗德里克只是沉默着，谁也猜不透他现在到底在想什么。海莉心里很清楚，在这座皇宫里，每一步都必须加倍小心。夜深了，宫殿深处却有人在密谋。第一骑士团团长杰德低声问罗德里克：陛下，您觉得他这人行吗？罗德里克看着杯里的酒，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还没看透。但对方显然已经有了计划，既然他有这个本事，那就要想办法让他自己主动走过来。别看海莉年纪小，他毕竟是邓肯公爵家的人，绝对没那么简单。罗德里克喝了一口酒，冷笑着说：这丫头可没传闻中那么好对付。杰德突然压低了声音：难道真的是那个人干的？罗德里克反问：你指什么？杰德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了那个禁忌，就是陛下那两任未婚妻离奇死亡的真相。海莉的父亲那位邓肯公爵，大家都说那两个女人其实全都是被他杀掉的。罗德里克低声重复着这个姓氏：邓肯。如果不是前两任未婚妻接连遇害，这个男人根本没机会成为皇室最有权势的姻亲。为了上位，他的嫌疑确实最大，可偏偏他的女儿海莉竟然选择了跳水自尽。她不是被谋杀的，而是根本不想当什么王后。就算海莉自杀过，也不代表邓肯公爵就没嫌疑。罗德里克盯着杯中的酒，既然这门婚事躲不掉，那就把海莉变成一颗好用的妻子。杰德在一旁小声提醒：陛下，您该去新房了。难道真打算新婚之夜把新娘一个人晾在那吗？杰德叹了口气说：王后毕竟还年轻，她只是被夹在权力游戏里的牺牲品。罗德里克冷冷地打断他：同情她，这不是你该说的话。那个女人不过是邓肯公爵的一枚棋子。罗德里克冷冷地吩咐杰德，派人去王后寝宫盯着，把她给我盯死了。杰德低头领命。罗德里克仰头喝干了杯里的酒，起身丢下一句：我自己过去，谁也别跟着。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杰德心里有些意外。今天的陛下看起来很清醒，难道那股疯劲儿真的已经压下去了吗？其实罗德里克的情况早就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严重的失眠让他整夜睁着眼，外界甚至都在转。这位国王已经彻底疯了，现在的他连睡个安稳觉都成了奢望。杰德看着手中的酒杯，只希望这种难得的清醒能再多维持一会儿，哪怕只有今天也好。深夜的走廊寂静的可怕，罗德里克独自往前走，可那些诡异的笑声又像影子一样缠了上来。杰德还觉得他今天状态挺好，真是讽刺。只有罗德里克自己知道，那些压抑已久的疯劲儿正一点点吞噬他的理智，脑袋疼得快要炸开了。这种折磨根本没有尽头，他还能撑多久？海莉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这件睡裙也太透了。虽然说是为了新婚之夜准备的，但这种尺度还是让他有些适应不了。以前在乡下躲着的时候，乃穿过这种东西。他有些局促地坐在床边，心里乱成一团。毕竟今晚是他和罗德里克的头一回，那个男人真的会来吗？其实海莉心里想得挺开，她觉得这事儿也不是不行，反而还是个机会。毕竟要是年纪轻轻就单身死掉，那怨气得多重啊！为了不变成那种单身鬼，他干脆豁出去了，猛地站起身给自己打气。结果一抬头，整个人直接僵在原地。罗德里克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的，正因沉着脸站在门口，这副样子简直比鬼还吓人。海莉这下彻底懵了，这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啊！明明白天看着还行，怎么一入夜，罗德里克就像变了个人？这浑身的死气，简直像是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样。他冷冰冰地提醒海莉：现在你已经是王后了，你那个公爵父亲根本就是把亲生女儿往火坑里推。还没等海莉想明白，罗德里克就撑不住了，他整个人摇摇晃晃，直接坐倒在床边。海莉沉思着，这该怎么办？这气氛真是绝了。他试探着问了一句：你还好吧？结果这一开口，周围的动静全变了，无数阴森的声音在耳边炸开，全是些让人脊背发凉的诅咒。罗德里克整个人都不对劲了，那些脏东西正拼命往他脑子里钻。海莉赶紧大声呵斥，让他快点清醒过来。可罗德里克一点反应都没有。海莉沉思着，他的意识好像已经被彻底吞噬了。海莉这下
是真急了，他一边大喊一边拼命想叫醒他，都坚持到这一步了，绝对不能在这儿认输啊！罗德里克还在死撑，就在海莉以为没戏的时候，这招还真管用，他的声音好像真的传进去了。罗德里克身子一歪，直接栽进了海莉怀里，刚才那股吓人的黑气竟然也跟着慢慢散了。海莉试探着问了几声，结果一点动静都没有。闹了半天，这位国王陛下竟然直接睡死过去了。虽然这姿势有点尴尬，但看他现在的样子，最危险的时刻总算过去了。看着怀里的罗德里克，这长相确实没得挑，骨相好，看着就是个有福气的，不像他自己这辈子过得这么难。而且他身上的气息很不一般，虽然现在看着虚弱，但底子里的力量感还在，简直像是带着神性一样。这么一个优秀的人，凭什么要被那些脏东西缠着？海莉怎么也想不通，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就在这时，他突然想起奶奶当年的叮嘱：你要是盯着那些脏东西看，他们也会反过来盯着你。一旦跟那个世界扯上关系，这辈子就别想安生了。所以千万别去招惹他们，哪怕你现在的命已经够苦了，招惹了他们，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看着眼前的罗德里克，海莉还是没法不管，毕竟当初邓肯公爵动手打他的时候，是这个男人站出来护住了他。他自嘲地笑了笑，自己其实没啥大本事，只是个能看见鬼魂的普通人，现在能做的也只有从奶奶那儿学来的这点东西了。奶奶说的没错，跟这些脏东西扯上关系，确实没好果子吃。但海莉这次不想再躲了，就当是还他人情吧，哪怕只有这一次，他也想试试看，能不能帮他把那些东西赶走。海莉下定了决心，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至少在今晚能让他睡个踏实觉。那些躲在暗处的影子居然在窃窃私语，他们发现海莉了。海莉这次是真的拼了，能不能成，全看这一把。对付这些脏东西，拼的就是谁的意志更硬。他直接咬破手指，用血来换一个胜算。活人的世界绝不容许死者逗留，这一招就是要强行划清界限，滚回你们该去的地方。漫天的光芒终于散去，房间里总算安静了。海莉整个人都虚脱了，她虚弱地问：结束了吗？可还没等她缓过劲来，身体就开始不对劲了。刚才强行透支力量，代价马上就到了。她死死按住胸口，刚才那下只是治标不治本。海莉心里很清楚，那些脏东西迟早还会再来。为了以防万一，她把护身符藏在了床底下，这样就算他不在，也能多撑一段时间。看着熟睡的罗德里克，他总算松了口气，至少今晚他能睡个难得的安稳觉了。这笔人情就当是先还了一部分吧。海莉实在是撑不住了，直接在床边睡死过去。这一觉睡得可真够沉的，两个人就这么并排躺着。转眼天就亮了，城堡里的鸟叫声打破了清晨的安静。海莉刚睁开眼，脑子里还有点断片，下意识哼了一声，结果一抬头，罗德里克正躺在旁边盯着他问：海莉，你醒了吗？这下海莉彻底清醒了，昨晚的记忆瞬间回笼，她整个人直接炸毛，连滚带爬的拉开距离。这反应确实有点大。罗德里克倒是一脸淡定，他撑着下巴问：你这是怎么了？他指着海莉身上的一处痕迹，这难道是我干的？昨晚有这么疯狂吗？海莉这下彻底炸毛了，赶紧解释说她昨晚一回来就睡死过去了，真的什么都没发生。她越说越乱，生怕对方误会自己在抱怨。罗德里克没再继续逗他，直接把被子扔了过去，让他赶紧遮好。这尴尬的气氛，海莉真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罗德里克开始步步紧逼，他盯着海莉问：既然不是我干的，难道昨晚还有别人进过这房间？这下麻烦大了。海莉脑子里乱成一团，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圆场。眼看瞒不住了，他只能硬着头皮说：可能是我自己弄的。罗德里克一脸不解地问：为什么？海莉支支吾吾地解释说：就是睡觉的时候觉得太热了，不太舒服。这话一出，空气瞬间凝固了。罗德里克满脸写着不相信，一个字都没说。海莉尴尬的想撞墙，这谎撒的连他自己都快听不下去了。罗德里克没再继续纠缠，临走前丢下一句：再多休息会儿吧，算是给海莉找了个台阶下。可他这一走，海莉反而更崩溃了，这种装作没听见的体贴，简直让他尴尬的要命。罗德里克关上门，站在走廊，心里却在不停的复盘。海莉刚才拼命否认，难道昨晚真的什么都没发生？他原本以为是自己昨晚又突然发疯，导致记忆出现了断片，可现在想想，事情明显不对劲。如果真的发过疯，他的头脑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清醒的有些反常。罗德里克还在回味刚才的一幕，自从海莉来到这座城堡，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明明看起来那么单纯，有时候却又大胆的让人意外。尤其是他编造那些蹩脚借口的时候，简直漏洞百出。他忍不住感叹，这真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女人。转眼间，距离那场仪式已经过去了4天。自从那个混乱的夜晚结束，海莉就再也没见过罗德里克。虽然没指望他能特意来道谢，但心里还是莫名有些空落落的。难道是觉得寂寞了？这种念头刚冒出来，他就赶紧摇了摇头。现在可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必须得打起精神干正事了。他打算制作一张正式的符咒，虽然手头缺材料，连最基本的黄纸都没有，但眼下的局面也只能先想办法凑合了。海莉打算先用书房带出来的材料开工，只要能把符咒做出来，局面就能稳住。可还没等他动手，那群阴魂不散的怨灵又出现了，一个个围在他耳边疯狂叫嚣，问他为什么这么难对付。这些家伙甚至开始诅咒，说罗德里克迟早会砍了他的头，说他这次死定了。海莉早就听腻了这些废话，他甚至还礼貌地回了一句：行了行了，谢谢你们的提醒。他随手点燃了手中的纸卷，既然这些怨灵这么急着找麻烦，那就干脆给他们准备一份大礼。海莉已经死过一回了，这种罪他可不想
再受第二次。为了保命，他决定把整个房间都布满结界。画框后面家具底下，只要是能藏的地方，他全都塞进了符咒，甚至开始后悔当初是不是不该多管闲事。就在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哭声。海莉停下了动作，难道这屋里还有没清理干净的东西？哭声就在帘子后面，海莉没有犹豫，直接一把掀开。本以为会是什么凶恶的怨灵，结果眼前的景象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一个蓝色的小家伙正缩在角落里，不停地抽泣，看起来根本没什么威胁。海莉试探着问了一句：“你到底是谁？”谁能想到海莉的房间里竟然躲着这么个小东西，看着他赖在地上不走，海莉忍不住开口：“难道你没有家可以回吗？”这小家伙委屈巴巴地说：“这里就是他的家。”海莉看他没什么威胁，轻声安慰道：“别哭了，我不会伤害你。”可当对方反问他的身份时，海莉却沉默了。过了好久，他才缓缓说出那个名字：“我叫一仔，江一仔。”来到这里这么久，这还是他头一回亲口说出自己的真名。可让人意外的是，这个小家伙竟然连名字都没有。海莉是第一个能看见他的人。就在两人刚放下戒备时，小家伙突然说他很害怕。海莉赶紧举起手里的符咒，难道他怕的是这个东西？这下总算看明白了，那个古旧的盒子上竟然有一道明显的裂缝，这东西起码放了100年。原来这个小家伙就是这个盒子的器灵，可惜盒子已经坏了，他现在虚弱的连力量都用不出来，甚至连躲起来都做不到。海莉无奈地表示，这种东西他根本没法修理，万一失手，这个小家伙可能就彻底消失了。看着小家伙委屈的样子，海莉也很无奈，虽然现在还修不好盒子，但他保证绝不会让任何邪气进到这个房间。这招还真管用，小家伙总算是不害怕了。可谁能想到，他竟然又提出了一个新要求。他指着海莉手里的东西说：“能不能把这个也放进我的家里？”海莉愣了一下：“你要这个符咒？”这小家伙实在是太磨人了，围着海莉转个不停，非要他把符咒放进盒子里。海莉实在是拿他没办法，只能一边感叹他是个狡猾的小狐狸，一边乖乖照做。这可是个活了300年的老古董，符咒刚一放进去，小家伙瞬间就支棱起来了。看他这副高兴的样子，海莉总算是松了一口气，看来这招还真让他捡着大便宜了。这是来到这里之后，海莉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出来。可谁能想到，这种快乐只维持了4天，海莉就彻底倒下了。这下麻烦了，之前为了制作符咒，他几乎耗尽了所有力气，到现在都没缓过劲来。这就是逞强的代价，光靠这些符咒，显然还没法让这里彻底安全。海莉强撑着虚弱的身体，想在房间里多放几个木刻图腾，可就在他专心雕刻的时候，罗德里克就这么站在旁边，冷冰冰地问他到底在干什么。这一下把海莉吓得不轻，这种不请自来的方式，换谁都得懵掉。原来他是听女仆黛博拉说海莉的身体出了状况，这才亲自带着药赶了过来。虽然是来送药的，但这出场方式实在是让人压力山大。海莉刚想开口道谢，却突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那些一直纠缠他的怨灵，竟然真的被挡在了门外。看来之前的符咒确实管用。可还没等他松口气，就发现最难缠的怨灵依然能穿透这层屏障。这下麻烦大了，必须赶紧把图腾做出来才行。海莉顾不上虚弱的身体，只想快点完成手里的活。结果罗德里克一把按住他的手，冷冷地问他：“都病成这样了，到底还在瞎忙活什么？”海莉一下子语塞了，这种事根本没法跟他解释清楚。罗德里克二话不说，直接把海莉手里的木头抢了过去，这动作干脆利落，根本不给海莉拒绝的机会。站在一旁的黛博拉整个人都看傻了，他显然是彻底想歪了，脑子里已经开始疯狂脑补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海莉还没反应过来，手里的刻刀也已经被罗德里克强行收走了。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海莉整个人都搞懵了。在罗德里克看来，一个刚跳过水寻死的人手里拿着利器实在是太危险，他绝对不能坐视不管。可海莉心里简直在滴血，没有了这把刻刀，他根本没法做出保命的图腾。罗德里克根本不听解释，收起刀转身就走，临走前还不忘冷冷地丢下一句：“记得把药吃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海莉彻底陷入了绝望。这药要是能救命，他还费劲刻什么图腾啊？罗德里克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之前杰德的汇报里提到，海莉的房间里总有一股焦糊味，甚至还发现了一些灰烬，这让他不得不怀疑，这女人难道又打算跳火坑了？更奇怪的是，杰德说他每天都神神秘秘的，一直在雕刻什么东西。罗德里克看着手里的刻刀，陷入了沉思，他到底在刻什么？竟然能让他连命都不要了。海莉现在彻底瘫了，心里那叫一个憋屈。明明只要再给他几天时间，那个保命的图腾就能刻好了，结果现在倒好，直接被人连锅端了，手里没了家伙事儿，他现在什么也干不了。既然正事儿干不成，海莉干脆换个思路。他从被窝里翻出一本红皮书，这可是从邓肯公爵府带出来的宝贝，原主海莉邓肯的亲笔日记。既然没法靠图腾躲灾，那就看看这本日记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吧。翻开这本日记，日期停在497年10月16号。本以为能发现什么惊天秘密，结果这小家伙先坐不住了，他一脸纳闷地问：“你怎么能看见我？以前来过那么多人，可没一个能发现我的存在。”海莉头也不抬地说：“那些所谓的祭司，大多都是招摇撞骗的骗子，眼里只有别人的钱袋子。”本想靠这本日记找回记忆，结果越看越不对劲。这原主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除了关心蛋糕好不好吃，真是一点正经事都没记。正看得入神，女仆黛博拉突然敲门进来，手里还端着托盘，说是邓肯公爵送来了杏核药。海莉心里咯噔一下，这药绝对不能乱吃，
他随便找了个借口，说自己病已经好了，药可以拿走，但那封信必须留下。他倒要看看这个邓肯公爵到底想干什么。海莉拿过那封信，嘴上说着谢谢，心里却早就提防起来了。信里的语气听着挺客气，又是问候身体，又是送药，可海莉一眼就看穿了，这简直是虚情假意到了极点。当初在府邸里动手的时候，他可没这么心疼过，现在突然装起好人，肯定没安好心。更奇怪的是，信里居然提到父亲有话要问他，这下海莉彻底坐不住了。那个男人到底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海莉叫住了戴伯拉，开门见山地问：“知不知道国王现在在哪？”戴伯拉显然没料到他会突然要见国王，如实回答说人在会客大厅，这就去叫人准备。等屋里只剩下自己，海莉刚才那股劲儿一下子散了，她现在满脑子都是到底该怎么给邓肯公爵回信。这封信就像个烫手山芋，回得不对，恐怕又要惹出大麻烦了。海莉看着手里的日记，心里很清楚，原本那个海莉的情感正在一点点消失。既然人都不在了，那些爱恨情仇按理说也该散了。可她还是忍不住想问，如果是原来的你，现在会怎么选？信里还在虚情假意，说要从老家派人过来伺候，美其名曰是怕他住不惯，其实就是想安插眼线，把他彻底监控起来。会客大厅里已经吵翻天了，这帮大臣为了国库亏空的事，正在那儿互相甩锅，谁也不肯承担责任。就在这一片混乱中，主位上的罗德里克始终没说话，他长舒了一口气，看来他的耐心已经彻底耗尽了。紧接着一声巨响，整个会客大厅瞬间安静的可怕。刚才还吵得不可开交的大臣们，这会儿全都被吓得僵在原地，连大气都不敢喘。罗德里克站起身，冷冷地问了一句：“你们说完了吗？还有谁想接着说吗？”杰德在一旁看着，知道情况已经非常危险，要是再这么闹下去，他必须得想办法拦住国王。自从3年前登基以来，罗德里克的手段越来越残暴，哪怕只是为了点芝麻绿豆的小事，他也会直接拔剑见血。这种疯狂的行径简直让人无法理解。现在的他跟以前比起来完全变了样。海莉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心里咯噔一下，这下真是撞枪口上了。偏偏在最乱的时候闯进了这个是非之地。女仆黛博拉赶紧劝他，这地方不能待了，咱们现在就要走。海莉嘴上答应着，心里也明白，既然说好了不插手，现在离开是最好的选择。可他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看整个人都定住了。罗德里克现在的样子简直像变了个人，他周身散发着诡异的黑气，周围的声音不停念叨着杀戮，甚至还发出了让人脊背发凉的笑声。情况怎么会恶化成这样？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罗德里克已经拔出了长剑，这下连杰德都懵了，局面已经彻底失控，眼看这一剑就要劈下去。就在这要命的时刻，海莉竟然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她死死拽住罗德里克的胳膊，大声喊着让他住手。这一下把在场所有人都给吓傻了，谁敢在这个时候去拦风王啊？海莉自己心里也直打鼓，刚才完全是脑子一热就冲出来了，根本没想过后果。可现在手已经搭上去了，想退也退不掉，这下是真的把命都豁出去了。海莉现在脑子里乱成一团，难道是自己搞砸了？她大着胆子试探了一句：“陛下。”就在这时，罗德里克的眼神突然变了，原本那股浑浊的杀气竟然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海莉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眼神怎么突然清醒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低头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手里的念珠在发光，这宝贝竟然真的起作用了。那些缠在国王身边的脏东西全都被逼退了。罗德里克看着眼前的海莉，轻声叫出了她的名字，两人离得这么近，近到能感觉到对方的呼吸。整个大厅安静的可怕，罗德里克站在那里一言不发，面对海莉的靠近，他竟然下意识握住了剑柄。罗德里克冷冷地问：“为什么？”这一声质问让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罗德里克这次是真的火大，他盯着海莉质问：“这一切到底是谁造成的？”海莉这下彻底怂了，本来他是想说邓肯公爵那封信的事，可一看这架势，提那个死对头不是火上浇油吗？话到嘴边，他硬生生给憋了回去，尴尬的笑了笑说：“我就是想来讨杯茶喝，看来今天真是挑了个最差的时机。”海莉现在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只能硬着头皮道歉。罗德里克听得一头雾水，反问了一句：“茶？”海莉眼看要穿帮，赶紧又扯到了上次送药的事，心里却在疯狂呼救：“戴博拉，快救救我！”关键时刻，女仆戴博拉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她赶紧上前强行圆场，说王后是真的很喜欢那款茶叶。这下轮到罗德里克无语了。罗德里克摆摆手，让人把茶端上来。海莉在心里疯狂给戴博拉点赞，这波助攻简直是救了他的命。紧接着，罗德里克直接宣布散会，让那群大气都不敢喘的大臣们赶紧各回个家。原本剑拔弩张的大厅一下子变得安静下来，只剩下他们2个人。海莉端起茶杯，这茶喝的简直比上刑还难受，她心里不停的犯嘀咕，这茶也太难喝了。罗德里克一直盯着他看，突然开口问：“海莉，你到底在想什么？”海莉被吓了一跳，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罗德里克又补了一刀，问他是不是不喜欢这茶。这下尴尬了，罗德里克直接当场拆穿，说他其实是在好奇海莉为什么要演这一出。海莉直接被呛得说不出话，心里全是后悔，刚才真是慌了神，怎么就找了这么个烂借口。海莉还在那儿强撑着解释，说如果陛下要评价他的品味，那他可就有话说了。结果罗德里克只是笑了笑，随口调侃了一句，又是这套词。看着他的笑容，海莉发现他其实并不残暴，甚至还挺幽默的。可还没等他松口气，局面突然就变了，那些诡异的黑影
再次出现，死死缠住了罗德里克。只要海莉稍微坐远一点，这些东西就会立刻反扑，让他陷入无尽的痛苦。罗德里克现在的样子真是让人没法不操心，那些诡异的黑影正一点点把他吞没。看着这些脏东西，海莉觉得心累得够呛，但她知道自己不能就这么干看着。她站起身走过去，试探着问了一句：“陛下，您最近是不是没睡好？”这虽然只是个借口，但海莉心里很清楚，真正折磨她的根本不是失眠这么简单。罗德里克反问了一句：“我看起来真的有那么明显吗？”海莉先是点了点头，随后又补了一刀：“何止是明显，简直是糟糕透了。”既然已经看穿了，海莉也不再废话，她直接出手帮他清理那些缠人的黑影。这一通折腾下来，海莉累得直叹气，整个人直接瘫坐在沙发上。海莉本来只是想关心一下，轻轻碰了碰罗德里克的手，这下可把旁边的杰德给吓坏了，他整个人彻底麻了，这简直是越界了呀！全皇宫都知道这两位关系冷冰冰，现在突然整这么一出，杰德只求陛下千万别再发火，可海莉完全没有松手的意思，反而越抓越紧。罗德里克突然开口问他在干什么，海莉倒是淡定，随口编了个理由，说这能帮助睡觉。这理由编的实在太烂，罗德里克一眼就看穿了，这女人现在连撒谎都懒得走心了。但海莉根本没心思管这些，因为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罗德里克被脏东西缠得太久，体内的能量已经彻底乱成了一团麻，如果不赶紧处理，后果简直不敢想象。像罗德里克这么强的人，一旦能量出了岔子，后果只会比普通人更危险。罗德里克现在完全看不懂海莉到底在折腾什么。其实海莉心里比谁都清楚，人体能量该往哪儿走，这可是她的看家本领。早在那些人找她奶奶驱魔之前，她的工作就是帮人理顺这些乱掉的能量。旁边的杰德看得一头雾水，罗德里克忍不住问了一句：“这是生病了吗？”结果得到的回答只有干脆利落的2个字：没有。海莉一边帮他理顺能量，一边叮嘱他，要是太疼了就悠着点。罗德里克竟然笑了笑，还破天荒地说了声谢谢。这反差让海莉有点摸不着头脑。按理说像他这种能量极强的人，普通的脏东西根本没机会近身，除非他以前干过什么伤理的事。可海莉又觉得哪里说不通，他看起来实在不像那种大奸大恶的人。就在他走神的时候，罗德里克发出一声轻哼，这微妙的反应让屋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有点不一样了。海莉现在全神贯注，引导着那些乱掉的能量，马上就要大功告成，只要让他们顺着走就行。随着能量重新流动，罗德里克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到底是什么感觉？暖洋洋的，这种前所未有的舒适感让他彻底失了神。这种感觉他恐怕还是头一回体会到，这下他是真的彻底放松了。罗德里克靠在海莉身边，感受着这份难得的安稳，看着罗德里克安静的样子，海莉总算松了一口气，体内的能量流动终于顺畅了。这样一来，那些纠缠他的恶灵应该能安分点。海莉有些愧疚，现在的他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正当他盯着对方的睡脸出神，想确认他是不是真的睡熟了，谁能想到杰德竟然在这个时候走了过来。刚才那副样子确实挺奇怪的，海莉尴尬的不行，只能硬着头皮解释说按摩是为了帮罗德里克缓解疲劳。杰德沉默了一下，居然没有拆穿，反而顺着话茬说他这几天确实失眠的厉害。海莉这下看出来了，杰德这是在拼命帮他找补呢，只要大家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刚才那副样子确实不该让外人看见，毕竟这种事总会有人觉得忌讳。海莉看着怀里的罗德里克，轻声安慰杰德：“没关系，别担心。”他知道罗德里克变成这样也是身不由己。杰德沉默了片刻，最终只是低声应了一句：“是的。”侍从拿来毯子给罗德里克盖上。黛博拉这下彻底炸了，没看到王后的肩膀也冷吗？这扑面而来的压迫感吓得侍从动都不敢动。黛博拉甚至还想去拿条毯子过来。海莉尴尬的直摆手，赶紧说不用了，茶也喝完了，现在只想赶紧逃离现场。就在这时，怀里的罗德里克动了一下，他好像要醒了。罗德里克迷迷糊糊的嘟囔了一句：“别走。”这一句话让气氛瞬间变得不对劲了。旁边的黛博拉、杰德还有侍从3个人全愣住了。海莉尴尬的想原地消失，这帮人肯定在脑补什么奇怪的画面。他拼命想解释，这真的不是那种关系。其实罗德里克只是在凭本能靠近他需要的能量而已，肯定是因为护身符或者是这股纯净的力量被黑暗能量折磨了这么久，他现在只想找个舒服的地方靠一靠。海莉叹了口气，能不能也给我一条毯子？侍从赶紧答应，黛博拉更是手脚麻利，立马就开始忙活起来。这下海莉也累得够呛，虽然没动用护身符，但帮别人梳理能量实在是太耗费精力了。旁边的罗德里克睡得倒是挺沉，手还死死拽着毯子不松开，像是在抓着什么救命稻草。看着他这副样子，海莉也撑不住了，困意一阵阵袭来。对他来说，这种久违的温暖真的太难得了。罗德里克终于醒了，可这一睁眼，眼前的画面让他有点懵。海莉正靠在沙发上，睡得那叫一个香，杰德就在旁边盯着，这场面简直尴尬到了极点。罗德里克赶紧问：“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杰德表面上很淡定，说：“你们喝完茶就直接睡熟了。”但他心里想的却是：刚才你们俩蹭来蹭去的样子，我可全看见了，但这哪敢说出来啊？罗德里克现在是一个头2个大，看着还在熟睡的海莉，他彻底没话说了。罗德里克突然发话：“得让他睡得舒服点，直接送去我的房间吧。”这话一出，杰德当场就愣住了，这可是国王的寝室，他半天才反应过来，赶紧点头答应。
罗德里克还不忘补一句，动作轻点，千万别把他吵醒了。底下的女仆们早就炸开了锅，大家都在小声嘀咕，不是说两人关系很僵吗？怎么突然就要同房了？难道昨晚真的发生了什么？杰德，赶紧把这群八卦的人赶走，别在这瞎猜，赶紧干活去。罗德里克独自站在原地，又是这样，只要靠近海莉，自己的身体状态竟然莫名其妙的变好了。他心里全是疑问，海莉邓肯，你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为什么只要靠近你，一切就都变了？没过多久，海莉总算醒了过来，可她现在的状态简直像是丢了半条命。她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这地方难道是地狱吗？难道睡一觉就挂了，又要重新投胎了吗？”海莉看着这粉色的长发，还好，看来还没死透，还是原来的身体。可等她看清周围，整个人都不好了。这地方分明就是国王的寝室，更诡异的是，周围总感觉有东西在爬，那种压抑的气息让她一秒钟都不想多待。她吓得赶紧坐起来，大声喊着：“有人在吗？快放我出去！”戴博拉刚推开门，海莉就像见到了救星，大喊着要赶紧回自己房间，总算回到了安全区。海莉还是想不通，就算自己睡熟了，为什么非要挪到他的房间去？戴博拉解释说，这是国王亲自下的命令，为了不吵醒他，才让他就近睡在那里的。原来那个冷冰冰的男人竟然还有这么细心的一面，虽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在帮他治病，但看在有报酬的份上，帮他也挺好。就在这时，海莉突然反应过来，坏了，那封重要的信竟然被忘得干干净净。翻开这本厚厚的日记，里面的内容简直让人心惊。原来海莉曾经被逼婚，甚至还动过轻生的念头。虽然日记记得没头没尾，但能感觉到她当时过得有多绝望。不过现在没时间感伤了，正好国王邀请今晚共进晚餐，这可是结婚15天来的头一回。既然躲不掉，那就趁这个机会把那封信的事情彻底说清楚。海莉走到窗边，忍不住叹了口气。日记里明明写着不想死，可结果呢？既然不想死，当初为什么要跳水寻短见？这根本就说不通。看来以前的那个海莉真的是个傻姑娘，给自己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烂摊子。有些事是逃不掉的，就算能躲开一点小麻烦，也改变不了整个人生的走向。注定要死的海莉，终究还是没能活下来。而水里的那个伊仔，似乎也面临着同样的结局。总有人劝你要顺从命运，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接下来的路到底有多疼。如果提前知道了，未来的每一步都是深渊，谁还能若无其事地接受这种安排？反正这种所谓的命，我一次都没有喜欢过。罗德里克独自坐在花园里，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邀请海莉一起吃饭。不过这可不是为了叙旧，更不是什么浪漫的约会。时间回到几天前，杰德带来了一个消息，邓肯公爵给王后寄了一封信。他把信件的副本递过去，罗德里克随手接过，冷冷地问了一句：“信里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杰德低声汇报：“公爵想派自己的人进宫伺候海莉，理由是担心女儿的身体。”罗德里克听完，直接冷笑出声：“这种往皇室塞眼线的低级手段，他一眼就看穿了。公爵这是想把海莉变成傀儡，好让那些贵族们有可乘之机。这种苗头必须立刻掐死。”他随手把信扔在桌上。当初之所以选一个没背景的人当王后，就是为了省掉这些麻烦。他倒要看看这个叫海莉的女人到底是真单纯，还是在所有人面前演戏。不管待会聊成什么样，公爵塞人的提议他绝对不会点头。可还没等他想好怎么开口，身体里的那股力量突然开始疯狂反噬，他死死撑住桌面。这种钻心的痛苦让他根本没法冷静思考。旁边的杰德叹了口气，看来今天谁也别想有好日子过了。就在罗德里克快要失控的时候，外面传来了通报声，王后到了。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原本缠绕在罗德里克身上的黑色气息竟然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罗德里克一下子清醒过来，他愣愣地看着前方，完全不敢相信这个被他视为麻烦的女人竟然在靠近的一瞬间就压制住了折磨他许久的痛苦。随着他一步步走近，罗德里克感觉到整个世界仿佛都在发生变化。看着眼前这个行礼的女人，他终于意识到海莉对他来说绝不仅仅是一个棋子那么简单。看着罗德里克莫名其妙的笑容，海莉现在是一头雾水，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罗德里克自言自语了一句：“真是奇了怪了。”随后他立刻恢复了那副冷淡的样子，招呼海莉坐下。海莉虽然心里犯嘀咕，但也只能乖乖听话。饭才刚开始吃，海莉就打算先摊牌了。她直视着罗德里克说：“陛下，我有件事必须得告诉您。”罗德里克头也不抬，示意他继续说下去。紧接着，海莉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她说：“前几天邓肯公爵给我寄了一封信。”这话一出，旁边的杰德整个人都定住了。他万万没想到海莉竟然会主动提起这件事，这完全不在他的计划之内。罗德里克嘴角微微上扬，问他公爵到底说了什么。其实他心里也吃了一惊，海莉这一招先发制人，让他彻底忘了自己原本想干什么。这下有意思了，局面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海莉主动把公爵的信拿了出来，还问罗德里克要不要亲自过目。结果对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直接把问题抛了回去，问他到底想怎么做。海莉沉默了片刻，轻声问了一句：“这一次您也要让我自己选吗？”就是这一句话，让罗德里克突然愣住了，某些被尘封的记忆瞬间在脑海中炸开。他想起自己曾经掐着他的下巴，贴在耳边说出最狠的话：“戴上这顶王冠，然后去死吧。”罗德里克可是亲口说过要让他死，可转眼间他竟然笑得这么轻松，还答应了海莉的所有要求。这下旁边的杰德彻底崩了，心里疯狂吐槽：“陛下您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快就被这女人牵着鼻子走了？”
海莉可没打算就这么算乐，她盯着罗德里克问：“那这一次，这个选择是真的公平吗？”谁能想到，一向冷冰冰的罗德里克竟然会笑成这样。他直夸海莉性格够爽快，简直太对他胃口了。海莉这下反倒有点尴尬，小声道歉说自己太冒失了。可罗德里克却笑着摆摆手，说没关系，这样反而更好。他在心里默默感叹，已经很久没这么开心过了。这个女人确实是个很有趣的存在。他示意海莉继续说下去，虽然不知道原主会怎么选，但现在的海莉不想再当任何人的提线木偶了。不管是国王还是公爵，谁都别想再左右他的命运。他深吸一口气，把那封信推到罗德里克面前，语气变得前所未有的硬气。他说：“我要写信给父亲，直接拒绝他的要求。这一步迈出去，就意味着彻底和过去告别。”他在心里默默念着：“海莉，你就看好了吧，接下来的路他要自己走到底。”海莉也有自己的考量，他才刚进入王室不久，现在就表现得太强势，对谁都没有好处。这封拒绝信成了目前最好的挡箭牌。海莉这招其实很高明，她把拒绝的理由全揽在自己身上，不仅帮罗德里克挡了枪，还让他白白欠了一个大情分。更聪明的是，他说话故意留了3分余地，既没有彻底得罪邓肯公爵，也给以后留好了退路。罗德里克看得很清楚，表面上装的天真无邪，背地里却把一切都算计好了。海莉这手段简直和他父亲邓肯公爵一模一样，真不愧是流着邓肯家的血，哪有什么单纯可言，这分明就是一只狡猾的小狐狸。这个女人确实很有意思，但也同样让人起疑。正是刚聊完，海莉就立刻原形毕露，现在她满脑子只有桌上的美食。罗德里克让他赶紧吃，不用在居里。看着他这副没心没肺的样子，罗德里克的心态彻底变了。越是深入了解，就越觉得这个女人有意思，但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种莫名的吸引力，甚至让他感到了危险。毕竟她可是邓肯公爵的女儿，自己难道真的要栽在这个女人手里了吗？海莉正吃得开心，罗德里克看着她，心里却越来越乱。他发现自己正在一点点陷进去，这种失控的感觉让他很不安。为了打破这种微妙的气氛，他随口提了一句：“这周他要出城去狩猎。”海莉起初还没反应过来，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可紧接着他整个人都愣住了。狩猎这2个字显然触碰到了他最敏感的神经，这下饭是彻底吃不下去了。海莉现在整个人都麻了，他满脑子都是不能杀生，觉得罗德里克要是去狩猎，那可是在给自己造业。可他似乎忘了，坐在他面前的这个男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罗德里克，人送外号狂兽，这个名字可不是白叫的，在别人眼里，他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怪物。这种人去狩猎，那简直就是本色出演。海莉想劝他收手，恐怕是找错了对象。罗德里克之所以被称为狂兽，是因为他根本控制不住内心的破坏欲，他想靠狩猎来发泄，结果却在疯狂的深渊里越陷越深。海莉看得很透彻，这种办法根本就是饮鸩止渴，见过的血越多，背负的业障就越重，那些怨灵的纠缠只会让他更痛苦。可现在谁也拦不住他了，狩猎的队伍已经整装待发，罗德里克翻身上马，这一趟出去恐怕又要变天了。海莉心里其实有10000句话想说，她想劝罗德里克别去杀生，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毕竟在这些知信识理的男人眼里，这种话听起来实在太荒唐了。就在这时，罗德里克突然叫住了他，他坐在高头大马上，眼神里带着一丝审视：“你就没有什么别的话要对我说了吗？”海莉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她发现出了宫的罗德里克好像没平时那么粘人了。她甚至在想，大家一起去野餐不好吗？为什么非要搞得这么血腥？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海莉只能试探着问了一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这2个人的脑回路显然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罗德里克还在马背上磨蹭，他试探着问海莉要不要带点什么猎物回来。海莉心里却在疯狂刷屏：“千万别杀生，我什么都不想要。”见海莉半天没接茬，罗德里克只能自己找台阶下：“那起码祝我一路平安吧。”海莉这才勉强回了一句：“一路平安。”其实他心里想的是：“你干脆哪儿都别去得了。”罗德里克低声应了一句，虽然答应了要走，但看他那个样子，明显是觉得海莉太敷衍了。海莉这下也彻底懵了，难道除了这句祝福，还有什么别的要交代的吗？这2个人的脑回路真是差了108000里。罗德里克这男人真是太会撩了，他故意问海莉：“你不打算做那个吗？”海莉还没反应过来，结果转头一看，旁边的骑士正跟爱人深情拥吻，这可是出征前的传统。海莉的脑回路瞬间断线，这种事怎么可能在大庭广众下做出来？她整个人都彻底凌乱了。你居然想要那种告别吻吗？想都别想！看着海莉这副不知所措的样子，罗德里克终于忍不住笑场了。这下尴尬的反而是海莉自己了。罗德里克笑得前仰后合，刚才那个告别吻的要求，居然只是他在逗海莉玩。看着海莉目瞪口呆的样子，他还不忘继续补刀，调侃他赶紧把嘴闭上，甚至还翻起了旧账，说海莉以前最喜欢看他说话。玩笑开够了，气氛终于沉静下来。海莉低声叮嘱他，一定要平安回来，千万别受伤。罗德里克收起了笑意，郑重地给出了承诺，这一趟他一定会安然无恙。海莉还在心里犯嘀咕，觉得这男人真是烦透了。可还没等他抱怨完，气氛突然就变了。罗德里克从马背上俯身，动作快得让人没法躲闪。他贴在海莉耳边，语气严肃的吓人：“离河边远一点，千万别过去。”这突如其来的亲近让海莉彻底没脾气了，刚才还在斗嘴，现在却被这股压迫感弄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罗德里克盯着他的眼睛，最后确认了一遍：“听明白了吗？”
交代完这句莫名其妙的话，他才终于准备出发。海莉终于回过味来，罗德里克刚才那句警告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怕海莉会像从前那样再次跳进水里寻死，他是在求他千万不要自寻短见。刚才那阵耳语的余温仿佛还留在耳边，这种被看穿的感觉让海莉半天没说出话。看着罗德里克离去的背影，海莉总觉得哪里不对劲，那股若隐若现的黑气预示着这一趟绝对不会太平。人已经走远了，可海莉心里还是没底，真的能平安无事吗？罗德里克这下完全不听劝，非要一个人冲进森林，随从们在后面嗓子都喊哑了。晚上的森林可不是闹着玩的，可他眼里只有那个猎物，根本没打算停下。就在这一瞬间，血色直接染红了视线。罗德里克现在整个人都乱了，四周黑得吓人，连声音都听不见。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这哪里还像个国王？就在意识快要彻底崩掉的时候，他想到了海莉，可现实的杀戮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这笑容看得人心里发毛。杰德在旁边完全看傻了，明明猎物早就已经没气了，可罗德里克还是没打算收手，这手段残忍到让人想吐。曾经那个熟悉的国王，怎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眼前的这个人简直像个疯子，难道真的彻底没救了吗？还没等他想明白，林子里突然窜出一只巨熊，这下全乱套了。杰德拼了命地大喊，让国王赶紧躲开。可罗德里克根本没动，他站在血泊里，眼神冷得让人脊背发凉。这种彻底失控的滋味，正一点点把他吞没。而此时的皇宫里，海莉心里乱得很，根本睡不着。她能感觉到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海莉在床上翻来覆去，满脑子都是罗德里克。如果他再这么杀下去，情况只会越来越糟。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在意，越想越烦躁。海莉简直要抓狂了，干脆起来出去透透气。看着旁边睡得正香的小家伙，他只能轻手轻脚地爬起来。今晚的月色确实很美，但他的心却怎么也静不下来。这里居然也有花园，这城堡大得离谱，前面有个湖，绝对不要靠近水边。脑海里突然闪过罗德里克的警告，就算没人推我平时也不会靠近水边，奶奶以前也这么说过。虽然被告诫过不要靠近水边，但海莉还是忍不住离得远远的在那发呆。这种被禁止的诱惑反而让他更想看个究竟。就在他坐下休息的时候，身体突然晃了一下，紧接着一股奇怪的气息扑面而来，这光芒不对劲，附近肯定有什么东西，竟然在花园里跟他撞个正着。海莉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就是婚礼上那个神秘的幽灵亚瑟。还没等他想好怎么躲，这家伙居然直接坐到了他身边。离我远点！海莉在心里疯狂呐喊，这家伙身上的能量太恐怖了，跟普通人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绝对不能跟他扯上任何关系。可就在海莉盘算着怎么逃跑时，亚瑟却微微勾起了嘴角，这下麻烦大了，他显然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亚瑟凑过来问：“你能看见我对吧？”海莉整个人都愣住了，一个幽灵居然在跟他套近乎，这谁受得了啊？他正打算赶紧起身溜走，结果亚瑟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定在了原地。他说：“你根本不是真正的海莉对吧？”这下秘密全保不住了，海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幽灵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知道就知道了。海莉干脆破罐子破摔，反正对方是个高阶幽灵，能看穿他的真实身份也不奇怪。他努力告诉自己要冷静，只要装作听不见，这家伙就拿他没办法。可亚瑟显然看穿了他的心思，他直接抛出一个重磅炸弹，说罗德里克马上就到，而且受了重伤。这下海莉心里彻底乱了。亚瑟还在变本加厉，说罗德里克快没命了，要是继承人就这么没了，这国家可就彻底完了。海莉猛地站起身，他真的伤得那么重吗？就在他防线崩溃的一瞬间，亚瑟突然笑出了声，他说：“你果然能听见我说话。”海莉这才反应过来，这根本就是个圈套，亚瑟是在拿罗德里克的命钓鱼。这下彻底装不下去了，海莉心里一阵懊恼，自己竟然被这个幽灵给耍了，主动权现在全到了对方手里，开什么玩笑，拿别人的命当儿戏吗？海莉这下是真的彻底炸了，这种被幽灵玩弄的感觉让他想起了那些最糟糕的回忆。以前当一仔的时候，他就没少受这些鬼东西的罪。他指着亚瑟质问：“难道在你们这些幽灵眼里，人类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结果亚瑟根本没当回事，他甚至还笑了笑，轻描淡写的说：“别这么激动嘛，罗德里克是真的受伤了，如果是谎言该多好。”可海莉心里清楚，现在的他根本赌不起，万一罗德里克真的出事了，他这辈子都没法原谅自己。亚瑟在一旁看着笑话，甚至还风凉的催他，想去就快点跑，现在出发，说不定还能赶上见他一面。海莉已经顾不上这是不是圈套了，他现在没得选，必须马上回城堡，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他也得去确认那个人的安危。快一点，再快一点！海莉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立刻冲到他身边去。与此同时，城堡外的马蹄声乱成一团，随从拼了命地大喊：“陛下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家了。”可罗德里克已经听不见了，他满脸是血，意识已经彻底模糊，整个人正一点点坠入黑暗，周围越来越黑，他只能在心里发出最后的求救：“谁能来救救我？”海莉拼命往回赶，还没靠近，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血腥味。果然出大事了，罗德里克真的回来了。可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愣住，他满身是血被护卫抬着，周围竟然还缠绕着一堆来历不明的怪物。护卫们急疯了，大喊着：“快去叫医生，要把国王抬回寝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身上那些诡异的东西究竟是从哪来的？寝宫现在全是那种诡异的东西，罗德里克要是住进去，后果简直不敢想象。海莉急得团团转，到底该怎么办？现在去哪找安全的地方？
就在这时，他脑子里灵光一闪，终于想到了办法。他猛地推开大门，1秒钟都不敢耽误，必须在事情失控前拦住他们。你在干什么？小精灵被吓得够呛，海莉根本没空解释，在屋里翻箱倒柜。这些护身符要是被拿走，这间屋子可就守不住了。但海莉现在顾不上这些，抓起东西就往外冲，只剩下小精灵在原地崩溃，大喊着讨厌他。可现在救人才是最重要的。罗德里克现在身体虚弱，正是恶灵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海莉在走廊里拼命狂奔，一定要赶上啊！这些东西千万要起作用。海莉紧紧攥着护身符，这是她最后的希望。走廊里已经乱成一团，到处都是嚼舌根的人，说罗德里克的疯病又犯了。传闻越说越离谱，说他满手是血，谁靠近谁就要倒霉，吓得仆人们根本不敢上前。海莉可管不了这么多，他直接冲进人群，让挡路的人通通闪开。所有人都在害怕，只有他知道，如果现在不进去，那就真的彻底完了。现在真的不能进去，守卫死死挡在门口。黛博拉也急忙跑过来，劝海莉赶紧回房间待着。海莉这次没打算退缩，她盯着守卫，一字一句地提醒对方：“我是这里的王后，这城堡里还没有我不能去的地方。”守卫被对得哑口无言。就在这时，走廊尽头突然传来一阵骚乱，医生来了。看着医生提着药箱冲进寝宫，海莉的心彻底提到了嗓子眼。趁着医生火急火燎冲进屋，海莉也咬牙跟了进去。可刚一进门，里面的景象让她彻底僵住了。这哪还是什么寝宫，简直就是一个活地狱，到处充斥着诡异的黑影，耳边全是阴森的笑声。那些脏东西竟然在疯狂叫嚣，要亲手杀了罗德里克。这股邪气实在太重了，海莉只觉得一阵窒息，整个人被压得几乎站不稳。守在床边的杰德瞬间炸了毛，他冲着门口歇斯底里的大吼：“到底是谁把王后放进来的？血腥味太冲了，拿这个挡一下吧。”杰德好心递过来一块手帕，海莉却直接拒绝了，因为只有他知道，让他几乎窒息的根本不是血腥味，而是这屋子里浓到化不开的邪气。他强撑着走进床边，仔细观察罗德里克的伤势。奇怪的是，他胸口的抓痕虽然看着吓人，但根本就算不上是致命伤。海莉正觉得哪里不对劲，突然想起了幽灵亚瑟，这一切全都是他设下的圈套。海莉整个人彻底僵住了，原来从一开始他就掉进了别人挖好的坑里。可就在这时，原本昏迷不醒的罗德里克手指突然猛地抽动了一下，他闭着眼，嘴里竟然微弱地挤出了几个字。海莉愣在原地，他刚才到底说了什么？杀了他！这些声音像催命符一样，在罗德里克耳边疯狂盘旋。那个黑影笑得越来越放肆，他要彻底吞噬这个男人。随着邪灵最后一声令下，罗德里克竟然猛地抱起，一把举起了重剑。现场瞬间乱成了一锅粥。如果灵魂的创伤也算受伤，那罗德里克现在的样子简直就是体无完肤。他每天都在承受着致命的折磨，却没人告诉他为什么，更没人能治好他。他就这样孤身一人在黑暗里硬扛了这么久。海莉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他真的太苦了。海莉直接伸出手，死死握住了罗德里克那只沾满鲜血的手。周围的随从都吓疯了，王后快放手，太危险了。这一刻，哪怕全世界都让他滚远点，海莉也绝不放手。罗德里克愣愣地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人是醒了，但魂儿还没回来。这帮恶灵简直嚣张得没边了，普通的法子根本治不住他们。他们围着海莉疯狂嘲笑，觉得这小姑娘死到临头了。可海莉心里明白，打架的第一准则就是的比对方更狠更强。既然讲道理没用，那就直接动手。这一道光芒炸裂开来，就是要彻底肃清这些脏东西。别想得逞！恶灵发出了最后的哀嚎，他们还在垂死挣扎，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这局他们输定了。那些恶灵还在疯狂叫嚣，甚至想控制罗德里克动手。他们觉得海莉肯定会害怕，但他们想错了。海莉心里很清楚，现在除了他，没人能救这个男人。既然没退路了，那就干脆硬碰硬。海莉大声呵斥：“滚回你们该去的地方！”到处都是黑漆漆的一片。罗德里克被困在意识深处，看不见任何东西，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只有无尽的血腥味在蔓延。难道真的没有出路了吗？难道这辈子注定要背着蜂王的名号，永远烂在这片黑暗里？就在他觉得彻底没戏的时候，一道光竟然毫无征兆地劈开了黑暗。这怎么可能？在这死一样的鬼地方，哪来的光？这道光要把他从地狱里拽出来了。有人在叫他的名字，这声音听着既陌生又熟悉。罗德里克拼命伸手去抓那道光，他想知道到底是谁在黑暗中拉了他一把。睁开眼，耳边全是焦急的呼喊。海莉守在床边，声音里全是藏不住的担心：“陛下，您还好吗？能听见我说话吗？现在能看清我是谁了吗？”暗处的那个声音气急败坏，该死的女人，明明只差最后一步，计划就能成功，结果全被他给毁了。长剑落地，这一场噩梦总算是彻底结束了。海莉轻声安慰他：“没事了，现在已经没事了。”罗德里克眼前的世界终于不再是那片黑暗。就在这时，杰德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愣在了原地。医生的一句话让海莉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只要伤得不重，一切就还有转机。可刚才那下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现在整个人虚弱的厉害，感觉随时都要撑不住了。罗德里克突然开口，他冷冷地盯着海莉问：“你为什么会在这里？”面对这种冷冰冰的态度，海莉心里真不是滋味。明明自己也怕得要死，却还是义无反顾地赶过来救他。结果倒好，连句谢谢都没捞着，反而像是自己热脸贴了冷屁股。这种委屈谁受得了啊？既然人已经醒了，他也不想再自讨没趣，干脆把话挑明，打算直接转身离开。可就在他要走的一瞬间，一只手突然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看来罗德里克根本没打算就这么轻易放他走。
谁能想到，一向冷酷的罗德里克竟然也会有示弱的时候。他低声哀求着，让海莉再多留一会儿。这一幕把旁边的杰德都看傻了，在他的印象里，这个男人可从没这么温顺过，简直像是变了个人。海莉这下彻底乱了分寸，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让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可低头一看，他的手还在流血，明明伤得那么重。海莉这下是彻底爆发了，从出发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肯定要出事。他一边数落一边放狠话，以后绝对不准再去打猎了。这命令下的简直是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旁边的杰德和黛博拉魂儿都要吓飞了，敢对国王这么动粗的，全天下也就只有他一个。可罗德里克非但不生气，反而还一脸玩味的反问：为什么不能去？海莉显然是急糊涂了，为了掩饰刚才的失控，竟然在那胡言乱语，说自己只是太爱护小动物了。可罗德里克非但不觉得吵，反而还挺享受这种被教训的感觉，甚至觉得听他说话，整个人都清醒了不少。旁边的杰德和黛博拉已经彻底看傻了，在他们眼里，王后陛下这绝对是受刺激疯了。就在这时，罗德里克突然开口清场，让所有人都退下去，唯独把海莉一个人留了下来。随着房门关上的声音，接下来的时间可就真的是两个人的独处了。刚才骂的有多痛快，现在就有多后悔。海莉死死捂着脸，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她觉得自己真是疯了，刚才那些没头没脑的话，哪还像平时的自己啊？这下在罗德里克面前，算是彻底没脸见人了。就在这尴尬到极点的时候，一直沉默的罗德里克突然低声说了一句话。他说，在那片无尽的黑暗里，他看见了一束光。海莉愣住了，完全没听懂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罗德里克声音很轻，他说在那片黑暗里，当他试着伸出手时，是海莉死死抓住了他，就像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这一刻，两人的手紧缠在一起，谁都没有松开的意思。海莉看着眼前的男人，心里还在犯嘀咕，刚才驱散怨灵的时候，他是不是梦到了什么？罗德里克像是变了个人，他坦白说，海莉这一路肯定见到了不少脏东西，虽然他很想保护她，但现实却是他根本无能为力。这句大实话让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罗德里克低声叫出了他的全名，他自嘲地说自己真的很没用，面对那些恐怖的事情，他当时根本无能为力。海莉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个男人一直都清清楚楚，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也知道那到底有多可怕。可即便经历了这些，他的眼神竟然还是那么干净，这种清醒的痛苦才是最折磨人的。看着罗德里克那副样子，海莉心里直犯嘀咕，这双眼睛真的像是那种造孽深重的人吗？他实在没法做事，不管，任由这个男人独自崩溃。罗德里克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因为这些烦心事让他生气了？海莉反问他，自己真的有资格生气吗？罗德里克却回答的理所当然，你是邓肯家的女儿，更是这里的王后，你当然有这个权利。罗德里克这会儿有点示弱的意思，他说要是海莉没生气，就再多陪她聊两句，因为听着她的声音，脑子好像都清醒了不少。海莉倒是一点没往心里去，她觉得这根本不是声音的问题，纯粹是因为自己身上带了护身符，是魔法在起作用。不过她最后还是心软了，答应留下来陪她解闷，还提前打了个预防针，说要是聊得太无聊，可千万别怪她。就这样，两人在屋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外面的天色也渐渐亮了。王后再次晕倒的消息一下子在宫里炸开了锅，邓肯公爵更是借题发挥，在大殿上吵得不可开交。他口口声声说女儿太娇弱，适应不了宫里的生活，非要从家里调人手过来伺候，明摆着是想往宫里塞人。罗德里克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他看着邓肯公爵在那儿演戏，心里只觉得海莉确实太弱了，动不动就倒下。可谁能想到，海莉根本不是因为体弱，她背地里为了修复结界，早就把能量耗得一干二净。罗德里克最后冷冷地回了一句，这件事会听王后的意思。可邓肯公爵显然没打算就此罢休，还在那儿步步紧逼。罗德里克直接把话挑明了，海莉首先是凯恩王国的王后，然后才是你邓肯家的女儿，说话最好摆正位置。邓肯公爵赶紧找补，装出一副慈父的样子，说自己是打小疼爱女儿，这一焦急才失了分寸。罗德里克听完冷笑一声，原来这就是你所谓的疼爱，所以以前才动不动扇他耳光，还往他头上打。换做平时，罗德里克早就直接对回去了，但他现在觉得事情不太对劲，所以只是冷眼看着邓肯公爵在那儿叫嚣，非要直接去见海莉，还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非要罗德里克准许他觐见。看他那副表情就知道，他觉得海莉性格软弱，只要他这个当爹的亲自出马，海莉肯定会乖乖听话。罗德里克心里觉得挺纳闷，怎么不管是邓肯公爵还是别人，全都把海莉当成软柿子。他想起海莉温柔的声音，说一切都没事了。看来这帮人这次是真的看走眼了。罗德里克突然笑了，他心里已经有了主意。邓肯还在那儿装模作样，问能不能去见见王后。罗德里克直接把手一摊，既然你想去，那就随你的便吧。只是他心里很清楚，现在的海莉可不是谁都能捏的软柿子。杰德怎么也没想到，罗德里克竟然会同意让邓肯公爵去见王后。这要是邓肯公爵一使劲，王后还不得被牵着鼻子走。结果罗德里克根本没接这茬，他反倒问起了关于海莉的调查报告。杰德赶紧翻开记录，上面说这位海莉性格单纯又听话，甚至还有个漂亮蠢货的外号。罗德里克冷笑一声，这情报简直就是鬼话，真正的海莉绝对没这么简单。罗德里克一边走一边质问，刚才那话
难道说的还不清楚吗？杰德在后面一脸无奈，只能小声嘟囔了一句，推开房门。罗德里克直奔海莉的床前，语气听着挺硬，问她现在感觉怎么样。海莉刚想挣扎着起身，就被他一把按住，让他老老实实躺着别动。可就在这一瞬间，罗德里克突然愣住了，他感觉压在肩膀上的重担竟然莫名其妙消失了。看着他那依依连猛的样子，海莉躲在被子里偷笑，看来计划进行得很顺利。这次的结界效果简直完美，海莉这萨满手艺可不是白学的，跟着奶奶练了整整10年，这点小场面还是拿得下。罗德里克哪知道这些，他坐在床边一脸纳闷，怎么身体刚好没2天，这一下子又垮了。他甚至开始怀疑海莉是不是因为讨厌他去打猎，故意躺在床上演戏报复他。海莉听了简直哭笑不得。罗德里克接着抱怨说，邓肯公爵已经快气疯了，天天派人往宫里闯，非要讨个说法不可。海莉躲在被子里偷笑，那个传闻中的疯子老爹看来马上就要坐不住了。罗德里克无奈地叹了口气，说海莉这么一笑，显得他这个当国王的特别小气。海莉吓得赶紧捂住嘴，生怕自己又露了馅。看着海莉这副样子，罗德里克的神色突然沉了下来。他发现海莉比想象中还要虚弱，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沉默了半晌，他竟然主动开了口，问海莉需不需要把邓肯家的人调进宫来陪他。这话一出，旁边的杰德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这剧本完全不对啊！这种时候不是应该言辞拒绝吗？怎么这位冷酷的国王竟然开始主动让步了？海莉轻声说：“陛下，您又把选择权交给我了。”罗德里克没有否认，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好说话。其实他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很响，他只是想通过这个举动看看海莉到底会有什么反应。海莉看着他，心里却跟明镜似的。这种所谓的选择权，不过是一场甜蜜的幻觉，就像当初那个王冠一样，看似有的选，其实他根本就没有退路。海莉的态度非常强硬，他打算再写一封拒绝信，而且这次要把话说明白，让对方彻底断了念想。他转头问旁边的罗德里克，觉得自己做的没毛病吧？就在这时，罗德里克指着桌上的东西，质问海莉到底想干什么。他觉得海莉拿这玩意儿，明摆着就是在跟他叫板，是在公然挑衅他的权威。旁边的随从们已经开始瞎猜了，联想到初夜那些破损的衣服，还有莫名其妙出现的血迹，觉得这事儿恐怕跟原房脱不了干系。海莉赶紧解释说，这只是他的一点小爱好。结果这话一出，旁边的随从们全都想歪了。大半夜的爱好，这形状也太让人想入非非了。海莉还挺自豪，说自己刀工不错，手上的手镯就是自己刻的，还伸手想要回刻刀，把这玩意儿再改小点。罗德里克随口说了句：“一般人不都喜欢大一点的吗？”海莉还没反应过来，在那儿小声嘀咕：“大并不代表就厉害啊！”这下误会可真是越来越深了。罗德里克这下彻底没话说了。虽然海莉解释的挺认真，但他还是觉得哪里怪怪的，尤其是那句“我的挺大”，让旁边的随从们全都定住了。罗德里克实在看不下去，让海莉赶紧把那丑东西收起来，别在他眼前晃悠。海莉嘴上答应着，心里却挺不服气，觉得守护神像本来就不是为了好看。就在这尴尬的时候，女仆端着药进来了，看那样子也是听到了刚才的话，整个人都显得有些局促。海莉倒是淡定，接过药就开始喝。罗德里克在一旁看着，心里只有一句话：这女人的脑回路真的跟正常人不一样。谁能想到，刚才还一脸严肃的罗德里克，这会儿竟然直接断电了。海莉端着杯子都愣住了，完全没搞清楚状况。旁边的杰德更是惊掉了下巴。罗德里克可是出了名的失眠大户，以前试过各种办法都没用，结果现在倒好，坐在海莉身边就这么睡死过去了，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那个从不轻易示弱的男人，竟然在海莉面前彻底放下了所有戒备，看来这个女人真的就是他唯一的解药。杰德心里开始犯嘀咕，难道那个古老的传说是真的？海莉所在的邓肯家族真的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海莉可没想那么多，她只是觉得罗德里克这样睡太累，于是凑过去轻声呼唤，想让他回床上休息。罗德里克猛地睁开眼，整个人还有点恍惚。他看着周围熟悉又陌生的环境，半天没反应过来，他竟然真的睡熟了，而且还是在海莉身边。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罗德里克自己都懵了，刚才明明还在想正事，怎么一转眼就睡过去了？看着眼前的海莉，他突然感觉到一种久违的困意，好像只要待在他身边就能彻底睡个好觉。这种感觉实在太难得。罗德里克干脆也不装了，直接问海莉能不能往旁边挪挪。海莉还没反应过来，罗德里克接下来的话差点让他当场跳起来。他竟然要求要躺在海莉身边睡，这下海莉彻底乱了套。这进展是不是有点太快了？黛博拉这波操作简直是神助攻，他一边骂杰德这群人没眼力见，一边强行把他们全给轰了出去。临走还不忘贴心地关上门，给屋里这2位留足了空间。罗德里克现在是彻底赖上这儿了，他迷迷糊糊的往床上一倒，嘴里嘟囔着自己快困死了。海莉在旁边看得满头黑线，恨不得一脚把他踹回自己房间。可转念一想，罗德里克那个房间阴森森的，简直跟鬼屋没什么区别，也难怪他死活睡不着。罗德里克卑微的保证自己绝对什么都不干，就是想借个地方合合眼。看他这副精疲力竭的样子，海莉也只能由着他去了。他顺手递过去一个靠枕，想让他睡得舒服点，结果罗德里克还不领情，非要海莉自己留着。海莉躺在旁边，心里那叫一个乱，明明知道心里有别人，结果现在2人居然睡在了一起。罗德里克听完忍不住笑出了声，他看着海莉说，虽然这话
听着挺可爱，但你可别对着自己丈夫说这种话。海莉这下没话说了，只能乖乖认错，承认自己刚才确实有点闹情绪。罗德里克也没计较，只是叮嘱她身体要紧，赶紧闭眼睡觉。海莉本来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结果等她迷迷糊糊睁开眼，发现罗德里克根本没睡，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她看。这下海莉彻底清醒了，这男人到底盯着她看了多久啊？罗德里克就这么近距离的盯着她，那双深邃的蓝色眼睛看得海莉整个人都僵住了，脑子里现在乱成一团。她还在反复琢磨刚才罗德里克说的那句对不起，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谁能想到堂堂国王竟然在纠结一件小事？罗德里克低声解释说，那天撕坏衣服真的不是故意的，甚至还叮嘱海莉，如果她以后再失控，一定要立刻叫杰德过来。海莉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她一直记挂着那件睡裙，甚至为此自责了这么久。海莉赶紧解释说，陛下，那件事真的不是你做的。看着陷入沉默的罗德里克，海莉心里百感交集，这个看起来冷冰冰的男人竟然把这种小事在心里反复折磨了自己这么久。罗德里克笑着说，行了，快睡吧，别一直盯着我看。显然他根本不信海莉的话，只当他是在温柔地安慰自己。海莉心里一阵无奈，毕竟真相这种事就算说出来他也不会信。海莉突然反应过来，她之所以这么轻易就认错，恐怕是因为以前被恶灵控制时真的伤害过太多人，明明自己都自身难保了，海莉却还是忍不住开始心疼他，对着这么一个强大的男人发善心，这种感觉真是让他又烦躁又没办法。海莉轻声说了句晚安，这一夜总算在微妙的气氛中结束了。转眼到了第二天，皇宫里照旧开始了忙碌的一天。园丁在外面修剪花草，女仆们也已经在走廊里来回穿梭。阳光洒进房间，海莉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这一觉睡得可不轻松，她浑身沉得要命，连气都快喘不上来了。结果定睛一看，这哪是睡觉啊？罗德里克整个人像个八爪鱼一样，正死死地把她搂在怀里。海莉这下彻底傻眼了，昨晚是谁信誓旦旦说绝对什么都不会做的？果然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不过冷静下来想想，他现在这副样子，估计也只是为了活命，在下意识寻找安全感。闹了半天，自己在罗德里克眼里根本不是什么王后，而是一个人形抱枕，一个纯天然的助眠神器。罗德里克这一靠，海莉整个人都不好了。她在心里疯狂暗示自己，冷静点，她现在只是个病人，千万不能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为了转移注意力，海莉决定开始数羊，一只羊，两只羊。结果这招根本没用，罗德里克在睡梦中翻了个身，这下贴得更近了。海莉感觉自己快要原地起飞，连脑子里的羊居然都开始成双成对了，这气氛简直没法控制。海莉甚至开始怀疑人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机会吗？就在她胡思乱想的时候，罗德里克的手突然又动了一下，这下海莉彻底炸毛了。大哥，你到底在往哪儿摸啊？海莉这下是真的慌了，罗德里克抱得越来越紧，完全没有要松手的意思。他在心里疯狂求饶，大哥，现在真不是时候啊，陛下求您往后挪挪。可罗德里克根本听不见，只是迷迷糊糊的哼了一声，反而贴得更近了。还没等海莉反应过来，罗德里克又有了新动作，他竟然直接凑到海莉颈窝，狠狠地趴了下去。别在那儿喘气啊！海莉整个人都要崩溃了，这种感觉简直比上刑还难受。她终于忍无可忍，彻底爆发了，放开我！我要憋死了！海莉一顿乱拳输出，总算把罗德里克给折腾醒了。罗德里克一脸懵，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结果低头一看，两人的姿势确实有点一言难尽。这下好了，罗德里克吓得直接原地弹开，空气里全是尴尬的味道，这场面简直没法直视。这种感觉又来了，罗德里克整个人都不太对劲，难道又要重演那件事吗？他喊着海莉的名字，突然就开始动手掀被子，这下把海莉吓得够呛。你干嘛呢？还好衣服没被扯坏。罗德里克总算清醒了一点，他颓废地坐在床边，低声说了句对不起。他轻轻拍着海莉的肩膀，一遍又一遍地道歉。海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气氛真是让人心里堵得慌。罗德里克还想挽回一下，试探着问了一句：“刚才是不是吓坏了？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海莉躲在被子里，直接一个眼神瞪了回去，那眼神里全是火气。罗德里克心里直犯嘀咕：难道刚才真的把事情搞砸了？他一边轻轻安抚，一边小心翼翼地试探，是不是以后都不打算理他了，甚至开始担心是不是真的把人给吓坏了。其实海莉哪是害怕啊，她只是被刚才那种气氛搞懵了，尤其是看到罗德里克这么温柔，这种反差让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话，甚至还有点想趁机撒个娇。罗德里克最后又道了一次歉，叮嘱她好好休息，就转身离开了房间。随着关门声响起，房间里总算安静了下来。可海莉躺在床上，心里那股劲儿却怎么都过不去，那种痒痒的感觉就像在心里扎了根一样。她自己也纳闷，这到底算怎么回事？明明人已经走了，可刚才那一幕幕还在脑子里不停地转。这下好了，今晚估计是彻底别想睡了。谁能想到，堂堂国王居然在这儿坐立难安，连底下的随从都看出来了，事情确实有点反常。吉米急得不行，悄悄问杰德到底怎么回事。毕竟罗德里克已经整整10天没踏进过王后的寝宫一步，这下全宫殿的人都在私下嘀咕。其实罗德里克心里比谁都乱，本想给对方一点空间，可脑子里全是海莉那天哭着喊说男人都是禽兽的样子，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以后要做的事还多着呢。真到了那时候，他又该怎么办？罗德里克心里很清楚，海莉当初确实不想结这个婚。就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吉米捧着一盒刚送到的贡品进来了，说是今年矿区的宝石，成色特别好，
看着满盒子的首饰，罗德里克突然想起了什么，他转头问杰德有没有注意到王后戴的那串手链。杰德一脸纳闷的回答：“那东西确实挺古怪的，看着既不像古董，也不像现在的款式。”罗德里克这下不乐意了，直接对了回去，说：“人家安安静静待着，你老盯着人家挑刺干什么？”这下把杰德给整不会了，心里直犯嘀咕：这天聊的也太难接了。海莉之前随口提过，说手链是她亲手做的。罗德里克嘴上说着这女人真奇怪，可那副样子，谁都能看出来不对劲。旁边的杰德直接看傻了，这分明是看上人家了。他心里直犯嘀咕，这两人之间绝对发生了什么。罗德里克突然开口问吉米，这东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为了查清楚皇室的底细，海莉专门跑了一趟档案馆，可没想到刚找到地方，就碰了个硬钉子。管理员一脸为难地拦住他，说这些皇室血统的记录，只有真正的皇室成员才有资格看，还打算拿本别的书把他打发了。海莉这下直接气笑了，盯着对方问：“我可是国王亲口承认的王后，难道在你眼里我还不算皇室吗？”这话一出，管理员直接被整不会了，赶紧摆手解释，说这书上的文字太古老，全天下也没几个人能看懂。他本以为海莉会知难而退，可谁能想到海莉偏偏就要挑战这本没人看得懂的禁书。海莉盯着书上的文字，琢磨着这难道是某种秘密语言？管他呢，先看了再说。管理员在一旁吓得够呛，生怕这位王后真能看出点什么。回到房间，海莉直接使出了杀手锏，她把小精灵给召唤了出来，指着书命令他赶紧给我翻译翻译。结果这小家伙居然想罢工，嚷嚷着让海莉去看能看懂的书。海莉可不吃这一套，她心里很清楚，越是这种没人能懂的秘密，才越接近事情的真相。小精灵急得直跳脚，说这日记还没看完呢。海莉本来指望能从原主的日记里找点在这个世界活命的线索，结果翻开一看，她整个人都傻眼了。这日记里写的是什么啊？今天数了7只青蛙，明天觉得云朵像奶油。海莉忍不住吐槽，我到底在期待什么？看来靠日记是没戏了，得赶紧想别的招。他说自己费劲巴拉设聊结界保护小精灵，结果对方连本书都读不下去，真是太难伺候了。小精灵最后还是妥协了，一边嘟囔着没得选，一边乖乖当起了翻译官。海莉这下可来劲了，赶紧拿出本子开始记笔记。书里讲的是开国皇帝的传奇，听起来简直像个童话故事。可记着记着，海莉突然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原来那个权倾朝野的邓肯家族最初竟然是异族出身，这信息量实在太大了。小精灵读到第19任国王的时候，已经累得想罢工了，只喊着太无聊了，想休息。海莉可没打算放过他，直接一句话给对了回去，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赶紧给我接着读。终于读到了第27任国王，也就是现任的罗德里克。海莉发现关于他的记录特别短，小精灵解释说那是因为人家还没退位呢。海莉盯着年份算了一下，发现罗德里克今年才29岁，只比现在的他大4岁，比现在的海莉大8岁。这下海莉心里平衡多了，难怪那家伙总喜欢摸他的头，合着是真把他当成小孩子在哄了。书里说建国500年是国运转折点，而国王登基第10年是命运关口，偏偏这2个节骨眼全都重合在了今年。更巧的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原本的王后海莉去世，而另一个世界的灵魂刚好占了坑。这一切难道真的是上天注定？海莉正琢磨着呢，小精灵突然凑过来嚷嚷说罗德里克最近怎么不来了？看他那副高兴的样子，罗德里克不来他比谁都踏实，觉得没那个大魔王在，日子总算能清静几天了。其实这段时间海莉一直都在刻意躲着罗德里克，毕竟那天闹得挺尴尬，现在只要一想到要见面，心里就觉得特别别扭。不过说实话，他倒也不是真的讨厌那天的接触，只是当时被吓了一跳，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海莉自嘲地笑了笑，以前在现代世界的时候，没爹没娘还能看见鬼，在别人眼里就是个怪胎，早就习惯了被所有人排挤。黛博拉在旁边轻声说，这种还书的小事其实交给他去办就行了。海莉摇了摇头，说自己正好想在城堡里逛逛，顺便散散心。海莉正走着，突然听到一阵木剑碰撞的声音，抬头一看，刚好和正在练剑的罗德里克撞个正着。仔细想想，确实已经好久没见到他了，现在的他看起来和之前不太一样。海莉本来只是想路过，可这一下整个人都乱了节奏，这种奇怪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黛博拉在一旁小声八卦说，罗德里克和杰德其实是同门，以前还没登基的时候，两人好的跟亲兄弟一样，经常聚在一起切磋剑术。海莉听得一愣一愣的，难怪这两人配合的这么默契，看着场上你来我往的架势，简直就像两头优雅的野兽，浑身都透着一股狠劲。这种充满力量感的画面，确实让人有点移不开眼，尤其是这优越的骨相和身材，简直是视觉盛宴。海莉正看得出神，场上突然爆发出一声低喝，吓得她赶紧回过神来，这气氛真是越来越紧张了。看着场上的罗德里克，海莉发现他的动作越来越稳，整个人那种紧绷的气息似乎也跟着放松了不少。看来和老朋友切磋确实能让他找回状态。海莉心里暗暗点头，觉得他以后就该多和杰德待在一起。不过海莉并没有打算上前打招呼，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对黛博拉说，我们走吧，毕竟现在的局面，自己要是突然出现，估计只会让他觉得尴尬，甚至根本不想面对自己。海莉转身默默离开，可他不知道的是，身后的罗德里克已经停下了手中的剑，正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离去的方向。海莉身后突然刮起一阵风，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只手就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这速度快得离谱，刚才明明
还在大老远练剑，怎么一眨眼的功夫，人就直接冲到了面前？海莉完全没料到他会追上来，更没料到他会表现得这么强硬。罗德里克盯着他问：“为什么要走？”罗德里克直接拦住了去路，冷声问他要去哪。海莉客客气气地称呼他为陛下，说自己正准备回房。可罗德里克显然对这种疏远很不乐意，要求他像平时那样说话，别整这些虚礼。明明是自己在故意躲着人，现在倒成了海莉的错，他只能无奈答应。这喜怒无常的性格真是让人捉摸不透。罗德里克刚说完让他自便，转头就开始小声抱怨，被海莉当场抓包。他还嘴硬说不是在说他，这尴尬的气氛简直让人没法接话。可谁能想到，他反手就掏出一串手链。正当海莉以为他要送礼示好，他却补了一句：“你戴的那条实在是太丑了。”这直男发言简直是在挑战人的底线。还没等海莉发火，杰德直接开启了爆料模式，说陛下平时对珠宝看都不看一眼，唯独见到这串手链，立马就想到了海莉。这下罗德里克彻底坐不住了，赶紧呵斥杰德闭嘴。海莉这才看明白，这个男人只是不擅长表达，甚至还有点可爱。面对海莉真诚的道歉，罗德里克显然更尴尬了，只能冷着脸带他赶紧离开。杰德在旁边满脸委屈，说自己本来是来陪练的，结果成了陛下的出气筒。看着两人打闹的样子，海莉忍不住笑出了声，这种从小到大的交情确实挺让人羡慕。还没等他感慨完，罗德里克就强行把他带走了。走在路上，罗德里克突然问起他的近况，海莉只是随口应了一句，结果这男人竟然当场翻脸，非要他也正式问候一遍才行。这莫名其妙的脾气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罗德里克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原来这段时间的疏远是怕海莉觉得不自在。他直言海莉那天看他的眼神简直像在看什么害虫一样。谁能想到堂堂国王竟然开始诉苦，说那天他也受了伤。话刚出口，他又尴尬的赶紧否认。看着他这副反差的样子，海莉总算松了一口气，原来他并不讨厌自己，之前的担心全都是多余的。看海莉一直没说话，罗德里克又开始没话找话，担心是不是送的东西不合心意。海莉赶紧笑着道谢，说自己真的非常喜欢，甚至还主动爆了个料，说做手链其实也是他的爱好。这下海莉直接反客为主，猛地凑到了罗德里克跟前，反倒是让罗德里克一下子乱了阵脚。海莉一脸严肃地强调，这可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爱好。罗德里克盯着他手上的念珠，忍不住吐槽了一句，你的品味还真是挺特别的。这话一出，海莉立马就炸毛了，大声要求陛下必须学会尊重，绝对不能对他的审美指手画脚。看着他这副认真的样子，罗德里克竟然笑出了声，这下海莉彻底恼羞成怒，直接一把将他身后的恶灵推开。罗德里克一脸懵圈，他突然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但他很快收起心思，谈起正事。那本皇室家谱上的文字，你根本就没有学过，你到底是怎么看懂的？这下海莉彻底被问住了，总不能实话实说，是有人读给他听的吧？他只能强装镇定，赶紧找借口打马虎眼。虽然暂时敷衍了过去，但面对罗德里克那审视的目光，海莉心里清楚，这个秘密恐怕瞒不了多久了。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就被人盯上了，毕竟顶着敌方女儿的身份，在这皇宫里确实步步惊心。他想起前世的记忆，那些人根本不待见他这个外人，甚至连借本书都能成为别人议论的把柄。罗德里克在一旁默默看着他，他突然提到了一个地方，亚瑟之森，那是皇宫里最神秘的禁地，除了皇室成员，任何人都没资格踏入半步。海莉沉思着，这个名字总觉得在哪里听过。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分不清，哪些是属于他自己的记忆，哪些又是原主留下的残片。这种感觉让他有些不安，仿佛灵魂正在被慢慢吞噬。就在他失神的时候，罗德里克的手已经伸了过来，他竟然主动发出了邀请，问海莉想不想去那个禁地。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海莉也没犹豫，直接把手搭了上去。既然他敢带，那自己就敢跟着豁出去。这就是传说中的亚瑟之森，满世界都是幽蓝色的光芒，美的根本不像是人间。海莉彻底看呆了，这种场面她这辈子都没见过，这地方的神力简直要溢出来了。海莉甚至有种想跪下膜拜的冲动，这里的能量比她以前见过的任何地方都要强。可奇怪的是，罗德里克竟然问他是不是太暗了。在他眼里，这些神圣的光芒居然全都不存在，简直就是个睁眼瞎。这片森林根本不是什么诅咒，而是保护国王最强的护盾，只要待在这里，任何恶灵都别想靠近半步。这下海莉彻底想不通了，既然这片森林是神圣的护盾，那之前的传闻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城堡本身没问题，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错？这些脏东西根本没法靠近这片森林半步，因为这里的力量太纯净了。海莉发现眼前的罗德里克简直像变了个人，这种纯净又强大的气息，自从大婚之后就再也没在他身上出现过。罗德里克停下脚步，甚至亲手为海莉铺好了坐垫，这体贴的劲儿让海莉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罗德里克严肃地叮嘱，没他陪着，绝对不能一个人乱跑，因为森林深处藏着谁都不知道的危险。可海莉却觉得这里的气息纯净的不可思议，难道罗德里克自己就一点都没感觉到吗？罗德里克叹了口气，说自己自从登基以后就再也没机会像这样放松了。海莉叮嘱他以后要经常来这儿，还得像之前那样跟着杰德多练练，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赢下接下来的那场硬仗。罗德里克听完半天都没说出话来。罗德里克突然冒出一句，你说话的样子怎么像是在交代后事？海莉听了直摇头，他可压根没想过要寻死。虽然这具身体之前确实跳过水，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他摊开手让罗德里克把东西还给他，他只是想安安静静做个手工而已。
手里的念珠已经快撑不住了，裂痕越来越深，光靠这个东西根本不够用，必须得做个新的才行。罗德里克看着他，忍不住吐槽了一句：“你这人比看起来还要死脑筋。”不过他最后还是松口了，答应把东西还给他。这下可把海莉给乐坏了。罗德里克突然叫住了海莉，他觉得刚才那番话逻辑不对，不主动寻死，难道就代表在努力活着吗？在他眼里，这种得过且过的态度跟听天由命其实没什么区别，反正人到了时候终究是要走的。这句话直接戳中了海莉的软肋，她沉默了很久，无奈地承认：“陛下，您还真是看透了。说实话，我真的已经累透了，折腾了这么久才发现，有些命定的东西根本就不是靠努力能改变的。”罗德里克在一旁看着海莉，虽然确定他就是邓肯家的人，可这感觉实在太奇怪了。为什么他坐在这里，却像是活在另一个世界？天刚蒙蒙亮，海莉已经结束了晨间的冥想，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这一片混乱中找回一点属于自己的清醒。小精灵凑到跟前，喊出了那个只有他知道的名字：“一仔，今天还要接着看书吗？”海莉拿起了准备好的书，没错，就是这一本。破局的关键可能就藏在这些文字里。翻开这本厚厚的凯恩王国史，里面记载着开国国王的传奇，关于他的出身至今都是个谜。就在邪恶帝国横行霸道的时候，是他举起圣剑终结了黑暗，凭一己之力彻底改写了历史。随着旧帝国分崩离析，曾经的豪门贵族纷纷倒戈，成了凯恩王国最稳固的基石。大家都以为这一场改朝换代已经尘埃落定。部下汇报说，那些想要复国的残余势力已经被彻底镇压了。罗德里克却冷笑一声，这种话从先王那时候起就没断过。可这帮硬骨头居然硬生生抗了好几年。罗德里克下达了死命令，必须对那些余孽斩草除根，绝不能留下任何后患。可话刚说完，他的状态就变得有些不对劲。在场的邓肯公爵起了疑心，难道那个发疯的传闻是真的？他立刻抓住机会，一边谎称边境兵力不够，一边要求让自己的大儿子复职。这哪里是在商量，分明是趁着国王虚弱伸手要权。邓肯公爵还在那不依不饶，觉得让他儿子去管南方军队是受了委屈，甚至还搬出王后的名誉来压人。罗德里克这下彻底不给面子了，直接挑明南方扩张是现在的头等大事，把这叫降职简直是无知到了极点。他甚至当众揭了邓肯家的老底，说先王给的位子本来就是德不配位，结果这家人不但不感恩，反而还嫌官小了。这一番话对得邓肯公爵哑口无言。可看着罗德里克这副拼命的样子，旁边的人也开始担心，他这样一天都不休息，身体迟早要垮。局面瞬间失控，邓肯公爵指责这种话是在羞辱皇室，试图用名誉当最后的挡箭牌。可罗德里克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冷冷地提醒对方，现在该担心的不是名誉，而是你自己的命。哪怕你是王后的父亲，只要越了界，照样没命活。罗德里克和杰德转身离开，这场谈判显然是不欢而散，只留下邓肯公爵一个人在原地，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海莉正躲在房间里安静地做木工。这种清闲日子还没过多久，门外突然传来了通报声，国王来了。海莉这下彻底愣住了。罗德里克推门而入，开口就是兴师问罪，说海莉的父亲又在外面闹事了，这已经是3天里的第9次了，只要一出麻烦，国王就往王后这儿跑。旁边的杰德都看妈了，忍不住开始怀疑，这哪是来告状的，分明是想找借口谈个恋爱吧。海莉根本没当回事，反而笑得一脸灿烂，这下直接把罗德里克整不会了，只能干巴巴地问一句，你这时候笑什么？海莉倒是淡定得很，既然知道是玩笑，那还有什么好生气的？他现在只想知道那位老父亲今天又整了什么新花样。罗德里克这次是真的无语了，说老丈人竟然狮子大开口，非要让他把大舅子给复职了，甚至开始感叹自己这婚真是结得惊天动地。可这边的海莉听完，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什么复职哪来的哥哥，这些事他压根就没听说过。看来只能等没人的时候，偷偷去翻原主留下的日记了。毕竟要应付这种难搞的局面，不提前翻旧账，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罗德里克试探着问了一句，是不是刚才的话说重了？毕竟当面议论人家的家事，确实有点越界。旁边的杰德听完直接炸毛了，这哪是说重了，这简直就是当众扇巴掌。不管身份高低，拿家里人开涮，那就是要开战。可谁都没想到，海莉居然一脸淡定的否认了。这下轮到罗德里克懵了，他完全想不通，这女人到底在打什么算盘。海莉开口解释，你已经知道我家里情况不太好，你都见识过了。罗德里克沉思着，没错，那些关于邓肯公爵暴行的记忆挥之不去。杰德这下算是彻底看走眼了，以前大家都觉得这王后是个软柿子，连国王都对她的名声打个问号。可这几天观察下来，他发现事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管面对多大的压力，海莉都能表现得滴水不漏，哪怕是面对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男人，他也表现得异常冷静。这根本不是什么温柔，而是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好像周围发生的一切都跟他完全没关系。这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劲头，才是邓肯家族真正的底色。罗德里克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忍不住提醒海莉，正跟你说话呢，好歹给个眼神交流吧。结果海莉头都不抬，理由听起来还挺委屈。他说怕国王又把东西没收了，只要受一点伤，就会被扣上危险的帽子，强行收走。这下连杰德都看出来了，国王平时疑心那么重的一个人，偏偏对这个王后有种说不出的纵容和偏爱。
罗德里克直接被逗笑了，当场保证自己没那么小气，绝对不会抢他的宝贝。海莉这才敢抬起头，反复确认是不是真的。看着他那富户时的样子，罗德里克只能无奈的连声答应。谁能想到，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被这点小事给拿捏了。罗德里克手里攥着那个奇怪的木头，表情严肃的像是要研究什么国家机密。他实在是憋不住了，非要海莉给个合理的解释，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大用处？杰德在旁边看得一头雾水，连女仆黛博拉都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自家主子这是又搞出了什么奇葩大作？这东西横看竖看都不像是个正经的装饰品。海莉这手艺活是越来越溜了。他告诉罗德里克，现在刻的这个跟你手里那个是同款。罗德里克看着桌上的木头疙瘩，整个人都陷入了沉思。他实在想不明白，自己堂堂一个国王，为什么屋里非要摆两个这玩意儿？海莉倒是解释得很坦诚，说这纯粹是为了解压，只要拿起雕刻刀，心里那些烦心事儿就全没了。不过他心里也直犯嘀咕，一边干活一边聊天，确实容易分神，万一刻歪了，可就前功尽弃了。罗德里克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最后只能憋出一句评价，说这爱好确实挺硬核的，毕竟像他这个年纪的贵族名媛，谁会躲在屋里当木匠啊？海莉这嘴可真是不饶人，他反手就给国王回了一句，说陛下您看起来也挺不符合实际年龄的。罗德里克还没反应过来，顺口问了一句哪方面不符合，结果海莉这波补刀简直绝了。他说国王长得太嫩，完全看不出，竟然比自己大了整整8岁。这话一出，空气瞬间就凝固了。罗德里克整个人被扎得透透的，本来还想心疼一下海莉，结果发现人家是在嫌他老。海莉看着国王那副吃瘪的样子，最后自己先憋不住了，直接笑得直不起腰来。罗德里克这下是真坐不住了，直接伸手捏住海莉的脸蛋，假装生气地质问他，你这胆子是越来越肥了，居然连国王都敢拿来开涮。海莉笑得根本停不下来，嘴上虽然在道歉，心里估计还在偷着乐。闹归闹，海莉还是拿出了压箱底的宝贝，把刚才刻好的那个木头桩子恭恭敬敬地递给了国王，说这是专门送给陛下的礼物。罗德里克拿着这尊大作，脸上的表情那叫一个精彩，他甚至想礼貌地拒绝一下，因为这玩意儿长得实在是太抽象了，简直就是审美重灾区。海莉倒是一脸淡定，说这东西确实不好看，但重点在于这是他亲手做的，主打的就是一个心意。罗德里克又开始阴阳怪气了，收下这种礼物，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海莉可不惯着他，既然这么嫌弃，那就干脆还回来好了。结果罗德里克反应比谁都快，嗖的一下就把手缩了回去。海莉忍不住提醒了一句，这东西长得确实挺吓人，但它其实是个护身符，专门用来镇宅辟邪赶走噩梦的。罗德里克盯着木雕那张脸，沉默了半天，最后憋出来一句，这玩意儿确实能辟邪，因为它长得比起赶走噩梦更容易让人直接吓醒。玩笑开完乐，海莉突然认真了起来，她说做这个木雕只是希望陛下能睡个好觉。罗德里克这下彻底定住了，他显然没料到这个丑萌的礼物背后居然藏着这么温柔的心思。海莉见他没说话，还以为他真的嫌弃，赶紧补了一句，要是实在看不下去，把他藏在角落里也行。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手艺确实一般，但现在的罗德里克或许真的需要这份慰藉。他看着国王一字一句地说，虽然听起来有点玄乎，但有时候来自他人的真心祈祷真的能成为守护陛下的力量。这句话直接戳中了罗德里克的心窝子，他半天没说出话来，旁边的随从们也都看呆了。谁能想到平时大大咧咧的海莉竟然能说出这么深沉的话？海莉的语气里透着一丝落寞，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想要得到一份不求回报的真心祈祷，简直就是一种奢侈品。这种没人牵挂的孤独感，有时候真的让人很难受。罗德里克始终没有说话，他看着眼前的海莉，仿佛第一次真正认识他一样。他只是默默加重了手上的力道，死死握住了那个丑萌的木雕。对他来说，这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礼物，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这一刻，两人的心彻底拉近了。罗德里克这下是真的顶不住了，他赶紧叫停，让海莉别再往下说了，显然是怕自己再听下去就要彻底破防了。海莉还没反应过来，罗德里克就开始在那儿找补。他说其实没必要把话说得那么重，反正这礼物他本来也是打算收下的。他甚至还反问了一句，难道你真的以为我会拒绝这份心意吗？海莉这下可乐坏了，赶紧追问他是不是真的打算接受了。结果罗德里克根本不敢看他。海莉一看他松口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反手又掏出一个塞进他怀里。既然要送，那就要好事成双。罗德里克这下彻底懵了，手里捧着2个木雕，半天没反应过来，这怎么还带买1送1的？海莉笑得特别灿烂，她说一个人太孤单了，木雕也得有个伴才行，反正自己平时就爱做这个，回头再做一个就是了。罗德里克能感觉到海莉是真的很怕他孤单，这份突如其来的关心让他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他支支吾吾了半天，愣是一个字都没说全。他死死抱着那2个木雕，转过身，头也不回的就往外冲。他一边走一边丢下一句话，让所有人都留在原地不许动。那架势活脱脱像是要去逃命。海莉看着紧闭的大门，心里也琢磨过味儿来了，这哪是生气啊，分明是害羞的没脸见人了。不过他可没打算就这么收手，转头又拿起一块新木料，已经在盘算着下次该整点什么新花样了。杰德在一旁看得直纳闷，这姑娘到底是个什么怪胎，连旁边的小精灵都等不及了，嚷嚷着让这帮人赶紧走。转眼到了深夜，整座王宫都安静了下来。谁能想到白天那2个被嫌弃的木雕，现在
居然就摆在国王的床头，一个天下大将军，一个地下女将军，这画风跟卧室简直格格不入。罗德里克入睡后，那些一直缠绕在他身边的黑影竟然开始慢慢散去，看来那两个丑萌的木雕真的起作用了。罗德里克醒了，虽然只睡了一小会儿，但刚才那个梦实在让他有些在意。难道真的起效了？这想法简直荒谬。不过那个女人确实从头到尾都透着古怪。看着手边的木雕，罗德里克陷入了沉思。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他觉得这个早晨感觉还行，以为自己终于清醒了。可他根本不知道，暗处的眼睛已经盯了他很久。这股诡异的力量一直就在房间里纠缠不休，甚至比之前更疯狂，终究还是没跑掉。就在他出门的一瞬间，黑暗再次将他彻底吞没。阳光明媚的早晨，海莉正做着练习，可她今天显然没法集中精神。连身边的小精灵都看出来了，忍不住吐槽他今天怎么磨磨蹭蹭的。海莉叹了口气说，心里总是不踏实。其实他自己很清楚，这种心不在焉全是因为凌晨在原主日记里看到的那些内容。换做平时，海莉肯定觉得这事儿太荒唐，但今天读到这本日记，她却怎么也笑不出来。日记里写着，原主竟然想让劳伦斯抛下一切，跟他一起远走高飞，哪怕他心里清楚对方很有可能会拒绝。看着这些卑微的文字，海莉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可奇怪的是，原主对这个情人深情到了极点。原主对劳伦斯的爱真的深到了骨子里，哪怕他的灵魂已经不在了，那股执念依然留在这副身体里。这种感觉就像是被大火烧过后的灰烬，即便熄灭了，也还是让人难受的喘不过气。海莉忍不住在想，原主最后到底有没有开口求那个男人带她走？毕竟在那个男人选择为了联姻抛弃她之后，一切就都已经回不去了。真想知道那个叫劳伦斯的家伙现在到底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走廊外突然传来的嘈杂声打断了海莉的思绪，她总觉得外面出事了。小精灵飞了一圈回来，带回了一个糟糕的消息，罗德里克竟然又失控了，而且这次闹得比以往都要凶。海莉一下子愣住了，这位陛下最近明明很稳定，怎么会突然又发作了？她忍不住开始担心，难道是之前送给她的图腾根本就没起作用？如果连图腾都压不住，那现在的罗德里克恐怕没人能拦得住他了。海莉心里很清楚，这件事已经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作为一个巫师，最忌讳的就是同情心泛滥，最后把自己也搭进去。理智告诉她，现在收手才是最聪明的选择，没必要为了一个国王赌上自己的命。可就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画面，罗德里克和劳伦斯的身影竟然重叠在了一起。这种突如其来的感应让他整个人都愣住了。原主当初没能守住他的爱人，但现在的海莉不想再重蹈覆辙了。他看着身边的小精灵，语气坚定地说，我要去见陛下。哪怕理智告诉他，现在的罗德里克非常危险，他也必须去试一试。可此时的国王寝宫早已变成了人间炼狱，罗德里克被黑暗吞噬，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让眼前的一切全部毁灭。海莉一路小跑，终于在走廊拦住了杰德。他现在只想知道罗德里克到底怎么样了。杰德的眼神里全是担忧，他低声提醒海莉，陛下现在虽然没在发疯，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种暂时的平静根本不是病情好转，而是罗德里克在用命硬扛，他在靠最后的意志力死死压制住体内的疯狂。这种平衡极其脆弱，只要稍微出一点差错，局面就会彻底失控。就算罗德里克再强大，他也终究是个需要帮助的人。海莉推开门，再次来到了他的面前，嘴上说着是来送茶，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手里的这串珠子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上面全是细密的裂痕，随时都会彻底崩碎。面对这个失控的男人，海莉这次恐怕是在拿命去赌。杰德已经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只要情况不对，他会立刻冲过去救人。他实在想不通，海莉为什么要一次次往火坑里跳。面对那个彻底发疯的男人，正常人躲都来不及。其实海莉心里也清楚，这种压迫感不管经历多少次都很难适应，那是身体面对危险时最本能的抗拒。但他还是决定硬撑下去，因为他相信，只要顺着自己的本心走，事情总会回到该有的样子。顺应这股力量的人能看到生机，而那些想要逆天而行的，只有毁灭这一条路。原本混乱不堪的房间瞬间被这股光芒笼罩，那些疯狂和杀戮竟然被强行镇压了下去。看着眼前这个光芒万丈的女人，罗德里克彻底愣住了。一旁的士兵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看似柔弱的王后竟然能单手扭转乾坤。刚才还杀气腾腾的罗德里克一下子就像被抽干了力气。罗德里克总算清醒了，可他开口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在安慰海莉。他说自己睡得挺好，还夸那些丑木雕真的管用。看着海莉那副愧疚的样子，他反而觉得不是滋味，让他别再露出这种表情了。可还没等海莉反应过来，他整个人就彻底脱力，直接倒在了他的肩头。吉米这下可算是开了眼了，他拉着杰德小声嘀咕说，海莉简直就是人形安眠药，只要他一出现，陛下立马就能睡个安稳觉。杰德赶紧让他闭嘴，生怕惊扰了这份难得的清静。可罗德里克还是醒了，他下意识握紧了手，像是要确认什么。他轻声喊着海莉的名字，海莉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一把推开。他冷冰冰地警告海莉，以后离这种状态的他远点，否则连命都保不住。这翻脸不认人的态度确实有点伤人，毕竟为了救他，海莉可是费了不少劲。不过海莉并没打算退缩，他反手握住罗德里克，提醒这位傲慢的陛下，他似乎忘了一些重要的事，自己可是邓肯家的人，论起保命的本事，没人比他更专业，所以根本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关照，就把他当成普通的邓肯成员就行。
罗德里克沉默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海莉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只要感觉到危险，她绝对会第一时间撤退，离这个男人远远的。不过看着现在两人这紧贴着的距离，想要保持所谓的安全距离，恐怕还得费点功夫。罗德里克突然开口问海莉到底在折腾什么。海莉反应也快，立马编了个按摩放松的理由，说是因为看他太累了。罗德里克轻声说了句骗子，他心里其实很清楚，海莉一直都在演戏，故意表现得恰到好处，就是为了在两人之间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可嘴上说着他是骗子，罗德里克还是靠了过去。旁边的吉米直接看懵了，陛下竟然又睡熟了，看来只要有海莉在，失眠这种事根本不存在。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海莉正忙着照顾睡着的罗德里克，可在旁观者吉米眼里，这画面怎么看怎么不对劲。明明陛下才是那个危险人物，现在导向是海莉主动扑了上去。罗德里克迷迷糊糊的哼了一声，顺势就把全身重量压了过来。这下海莉可到了没？刚才还像是在占便宜，转眼就被压得动弹不得。海莉忍不住小声抱怨：“这位陛下实在是太沉了。”但在吉米的脑补里，这简直就是一只大黑豹，把粉色小狐狸给按得死死的。好不容易缓过劲来，海莉赶紧叫住了旁边的杰德，杰德立马恭敬的回应。海莉凑过来打听，问陛下这样持续多久了？杰德还没转过弯来，以为他是在关心陛下的身体，结果海莉一脸无奈，说自己想问的根本不是这个。他犹豫了一下，干脆把心里话直说了：“陛下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讨人厌的？”这话一出，杰德直接被问住了。海莉倒是一脸坦然，说自己实在找不到更委婉的词了。原来罗德里克自从登基就开始时不时的头疼，性格也跟着变得越来越古怪，只不过像现在这么严重，还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海莉听完有些意外，罗德里克从登基到现在整整3年都在忍受这种痛苦，他忍不住感慨，这位陛下确实挺能扛的。可还没等他同情完，睡梦中的罗德里克就开始乱动，顺着他的肩膀就往下蹭，这位置实在是太尴尬了，海莉整个人都僵在原地。旁边的杰德更是直接转过头去，心里直犯嘀咕，上司的这种家务事，他是一个字都不想多看，生怕知道的太多会被灭口。海莉这下彻底慌了，一边推一边小声抗议，让这位陛下赶紧撒手。罗德里克这会儿睡得正香，海莉干脆让他枕在自己腿上，看他这副紧紧抓着不放的样子，估计是真的撑到极限了。海莉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他试探着问旁边的杰德，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再陪陛下练练手？谁知道杰德直接拒绝了，他说陛下只要手里有了武器，整个人就像变了个人，那架势简直是要找人拼命。海莉这下彻底愣住了，在他印象里，罗德里克练剑时明明很开心，怎么到了杰德嘴里就成了这么危险的事？不让他碰武器，恐怕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毕竟今天抱了他这么多次，海莉能感觉到他这副身体天生就是这块料，完全就是为了战斗而生的，那种属于顶级君王的气息，简直就像是刻在骨子里的宿命。哪怕他现在闭着眼，那股压迫感也藏不住。海莉叹了口气，对杰德说：“要是每次都等他发疯了再来收拾，自己迟早要被累死。这烂摊子谁也接不住。”他提议以后多带陛下出去走走，去亚瑟之森那种地方透透气，总比一直憋在宫里把人憋坏了要强。杰德沉默了半天，最后还是忍不住提醒海莉，那个地方可是皇室禁地，除了皇室成员谁都不能进。海莉听完第一反应竟然是纳闷，心想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可话还没出口，他就猛地反应过来，这种常识自己怎么能给忘了？他赶紧尴尬地应了一声，掩饰自己的失态，其实心里已经乱成一团了。毕竟他前世的记忆和原主的记忆完全混在了一起，就像2部电影剪到了一个片子里，连他自己都快分不清到底哪段才是真的。这种记忆串位的感觉让他越来越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谁了。这一连串的记忆冲击搞得海莉头都要炸了，他实在撑不住了，只想赶紧回屋躺平。临走前他还不忘嘱咐杰德，一定要把陛下安顿好，现在的局面一刻都不能掉以轻心。这一觉直接睡到了第2天，昨天一进屋他就彻底断片了，整个人直接瘫在床上，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虽然睡了整整1天，可醒来还是觉得浑身难受，胃里翻江倒海的，难受的想吐。可即便自己都成了这样，他心里还是放不下，也不知道那位陛下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海莉迷迷糊糊的躺在床上，连每天必做的冥想都给忘了，耳边甚至出现了幻听，总觉得那个老占卜师在说话。他下意识看了看手上的念珠，还好这宝贝没弄丢，虽然看着已经有点磨损了，但好歹还能凑合用。想起昨天发生的那些事，海莉心里就开始犯嘀咕，那位陛下该不会又要跟他玩躲猫猫吧？本来想着今天干脆摆烂，就在屋里好好歇1天，可谁能想到事情的发展根本不给他休息的机会。海莉正纳闷是谁过来了，嘴里还顺便吐槽了一句，是不是他那个父亲又发疯了？结果一抬头，罗德里克居然就在眼前，这下背后说坏话被抓个正着。海莉赶紧摆手解释，说事情根本不是那样的。旁边的吉米急得不行，哪有当面让陛下这么难堪的？倒是黛博拉还在旁边打圆场，说这种场面见多了也就习惯了。海莉只能硬着头皮问了一句，那您今天过来是有什么事吗？可罗德里克只是沉默地盯着他，这气氛简直尴尬到了极点。罗德里克这一开口，直接把海莉给问住了。他说进自己妻子的房间，难道还需要什么理由吗？海莉心里直犯嘀咕，这态度转变的也太快了，简直就像个来复查的病人，甚至都能想象出他诉苦的样子。他可没打算
就这么放过罗德里克，故意提起以前那些扎心的话。当初是谁说绝对不收礼物的，还口口声声说他已经有别人了。这话一出，罗德里克显然有点挂不住了，直接让他见好就收，别再继续翻旧账了。看海莉还没停下的意思，罗德里克更郁闷了，说他现在这副阴阳怪气的样子，简直跟他那个父亲一模一样，连旁边的管家和女仆都看傻了。陛下平时那么稳重的一个人，怎么今天也开始跟着一起吐槽起岳父了？不过吐槽归吐槽，罗德里克还是自顾自地坐下了。他看着海莉说：“昨天那顿没喝成的茶，咱们今天把它补回来吧。”这一桌子的精致点心，海莉吃得正起劲，完全没意识到气氛有点不对。罗德里克在旁边坐了半天，心思显然根本不在点心上，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就在海莉准备继续拿饼干时，罗德里克突然开口：“海莉，你过来试试那个。”海莉嘴里还塞着点心，听得一脸懵，完全没明白他在说什么。罗德里克倒是一本正经，还专门拿猫来打比方，说就是那种两只爪子按来按去的动作。这下海莉终于反应过来了，这不就是自己对着他一通乱按的那个场面吗？这简直就是大型社死现场，他现在想找个地缝钻进去都来不及了。海莉现在心态彻底崩了，原来在罗德里克眼里，他昨晚拼命施展的魔法，竟然只是在学猫采奶，明明自己累得半死，结果在对方看来全是白忙活。就在他怀疑人生的时候，罗德里克突然冒出一句：“看来你昨天的愿望没实现啊。”这话听得海莉一头雾水，什么愿望？这家伙到底又在打什么哑谜？罗德里克还在那阴阳怪气，说海莉昨晚心不在焉，肯定是在想别的男人。海莉仔细一瞧，发现这人明明气色红润，看来昨晚那顿折腾没白费，魔法确实起作用了。被当场拆穿后，罗德里克倒也干脆，直接承认自己确实睡得不错。结果主子这边刚消停，底下的管家和女仆又吵翻了，这两个人互相指责对方撒谎，觉得海莉和罗德里克根本没戏。罗德里克看着这两个活宝，也是一阵头大，这届手下真是越来越难带了。虽然魔法生效了是好事，但海莉心里还是打鼓，他为什么要提那种奇怪的要求？他到底在盘算什么？罗德里克现在也有点犯嘀咕，他在想刚才是不是表现得太凶，才让海莉这么防着自己。虽然他能感觉到海莉身上肯定还藏着秘密，但直觉告诉他，这个女人并不会威胁到皇室。而海莉这边也在反复权衡，眼前的这个男人似乎真的没有恶意，至少目前看起来是安全的。罗德里克还是不依不饶，非要海莉承认，其实他心里什么都明白。面对这种步步紧逼，海莉也是彻底没招了。论嘴皮子功夫，他确实不是这位陛下的对手。既然躲不过去，他索性决定先认栽，反正只是装个样子，应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海莉伸出手，示意对方把手递过来。海莉一直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千万别露馅，只要装作若无其事就好。可罗德里克显然没那么好糊弄，他在心里默默盘算，果然不出所料，这双手实在太软了，根本不像是一个经常锻炼的人，连指尖都感觉不到一点老茧，这跟他平时表现出来的样子完全对不上号，根本不像经常拿凿子干活的人。为什么要撒谎呢？就在罗德里克准备追问时，他却突然停住了。这位一向冷静的陛下竟然当场变了脸色，他突然冒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问海莉是不是在故意勾引他。海莉整个人都听懵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结果罗德里克面无表情的提醒说他的衣服走光了。海莉低头一看，这下尴尬到了极点，刚才光顾着说话，根本没发现领口已经松成这样了。他赶紧一把捂住，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海莉现在彻底慌了神，一边手忙脚乱的整理衣服，一边在心里疯狂吐槽，这衣服的设计简直离谱，刚才穿的时候还没发现，现在越想弄好就越是乱成一团。他忍不住大声呼叫黛博拉，想让这个女仆赶紧进来救场。结果黛博拉就在门外，不仅装作没听见，甚至还悠闲地吹起了口哨。屋里乱成一锅粥，屋外的仆人们倒是一点没闲着，正凑在一起兴奋的八卦呢。罗德里克看着门口那两个瞎操心的家伙，心里一阵无语，这帮仆人真是用力过猛了。他干脆亲自动手，让海莉把手拿开，帮他把弄乱的衣服重新整理好。原本只是为了化解尴尬，可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就不一样了。看着眼前这个不知所措的女人，罗德里克心里很清楚，这下他是真的彻底乱了阵脚。这种微妙的拉扯才刚刚开始，罗德里克一脸看穿一切的样子，直言海莉根本藏不住心思。结果海莉这下彻底炸毛了，大喊着说这简直就是骚扰。罗德里克还挺委屈，自己明明是在帮忙整理衣服，怎么还被倒打一耙？海莉气得不行，说这种事你就该装作没看见。可罗德里克却不这么想，要是他刚才没管，这副样子岂不是要被别的男人看光了？海莉还是觉得不解气，埋怨他说话太不讲究。罗德里克倒也直接反问，难道还要写个小纸条偷偷递过去？门外偷听的两个仆人这下彻底听傻了，屋里的动静真是越来越离谱。眼看气氛又要僵住，罗德里克赶紧放低姿态，一边道歉一边伸手安抚，想让他赶紧回答刚才的问题。可海莉现在已经彻底破防，根本没法冷静思考，直接丢下一句我讨厌你，就把天给聊死了。罗德里克顺着话茬往下接，说讨厌他也行，只要别讨厌的太过分就好。他一边温柔的安抚，一边说着撩人的情话，直言现在的海莉比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还要迷人。海莉沉默了半晌，竟然也小声回了一句，说她也比以前看起来顺眼多了。听到这个回答，罗德里克忍不住笑出了声，他试探着问，现在心情好点没？
海丽嘴上还没松口，心里却已经打定了主意，以后一定要彻底消停，绝对不再招惹是非。可惜啊，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倒霉的日子就盯上他了。毕竟生活这东西，从来都不会让人如愿以偿。真是够了，明明早就发过誓，绝对不再出风头了。可眼下的情况，根本没办法装看不见，哪怕会暴露身份，这次也必须出手了。虽然帮了大忙，但海丽心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毕竟这种出风头的事，只会带来更多麻烦。与此同时，罗德里克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在莫名其妙的好转。杰德推门而入，送来了一份绝密报告。本以为只是普通的调查，结果却让人脊背发凉。原来第一任未婚妻的死根本不是意外，而是被人下毒杀害的。果然不出所料，邓肯公爵为了当上皇亲国戚，竟然连第二任未婚妻都敢毒杀，这种野心简直疯了。罗德里克很清楚，现在必须拿到实锤证据，才能让那个老狐狸彻底翻不了身。就在这时，杰德又带来了一个新消息：海莉从公爵家带出了整整10本日记。杰德低声建议，要不要派人去查查日记的内容，说不定里面藏着公爵家的死穴。罗德里克沉默片刻，却突然转了话题：那个老家伙最近还有什么动静？杰德汇报着，那个老狐狸还没死心，竟然还想让邓肯家的人复职。罗德里克心里很清楚，这明摆着是在挑衅，只要翻开海莉带回来的日记，就能抓到公爵的把柄。可他却拒绝了，理由竟然是不想做一个偷看妻子隐私的小人。杰德在一旁听得简直要抓狂，这要是换做以前，他早就一枪崩了这种碍事的人。现在的陛下简直像变了个人，难道真的被那个女人彻底影响了吗？罗德里克摆了摆手，不想再听那些烦人的正事。他居然提议要带杰德去放松放松。看着反常的国王，杰德心里直犯嘀咕，这还是那个冷酷的工作狂吗？事情好像变得越来越奇怪了。本以为能躲个清净，结果海莉还没坐稳，那个烦人的幽灵又出现了。亚瑟一脸自恋的凑过来，非要问人家为什么不理他这个大帅哥。海莉现在只想原地消失，好不容易才清静一会儿，这狗皮膏药怎么又粘上来了？亚瑟还在那纠结，说自己的长相没竞争力了。海莉听得头都要炸了，这家伙话怎么这么多？他没好气的对了一句：“你长得帅是打算去勾引女鬼吗？”谁知道亚瑟不仅没生气，反而觉得海莉越来越有意思了。海莉现在只想求个清静，拜托他别再说话了。可亚瑟却厚着脸皮凑过来，说自己只是对他感兴趣。海莉直接没给好脸，谁稀罕被一个鬼盯着？这种特别的关注，他可一点都不想要。亚瑟赶紧解释说，这种兴趣是纯粹的欣赏，并不是那种意思。他还拍着胸脯保证，自己可不是什么索命的恶灵，而是正儿八经的守护灵，让海莉放100个心。不管是恶灵还是守护灵，海莉现在只想过安稳日子。可这些不属于人间的东西，总是一个接一个的找上门。亚瑟突然凑近，一针见血地指出，说海莉嘴上想要平凡，实际上却一直在亲手改变命运。这一句话直接戳到了海莉的心窝子里，她一时间竟然无话可说。为了掩饰尴尬，她随手捡起一根树枝，像赶苍蝇一样驱赶这个幽灵，嘴里还喊着让他赶紧消失。亚瑟非但不生气，反而笑得更开心了，甚至还厚着脸皮问：难道这张脸真的不可爱吗？海莉直接泼了一盆冷水，说他对年纪小的没兴趣。亚瑟赶紧给自己证明，说他虽然看着年轻，其实已经是500多岁的老祖宗了。可海莉根本不吃这一套，管你是几岁，现在赶紧消失。练兵场上的气氛更紧张，木剑碰撞的声音响个不停。杰德这回是真的顶不住了。罗德里克显然心情不好，下手那叫一个狠。他一边挥剑一边训斥，堂堂骑士团长居然连他这个国王都打不过。杰德赶紧低头认错，保证以后会加倍努力。可罗德里克这会儿根本没心思听，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有点不对劲，竟然感觉轻的不像话。这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感让他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甚至还想拉着杰德再战几百个回合。就在这时，一道神秘的蓝光在眼前闪过，罗德里克立刻停下动作，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没解释太多，直接命令杰德退下，还强调自己不需要任何保护。还没等杰德反应过来，罗德里克已经像一阵风一样冲了出去，这速度快得离谱，连他自己都纳闷，这股力量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罗德里克顺着那股异样的感觉，一路追到了花园深处，他能感觉到那个秘密就在前方。可当他看清方向时，却突然犹豫了。再往前走，就是那个让他最不愿想起的地方——湖畔花园。就在不久前，海莉就是在这里跳进了湖水，这种感觉让他非常不舒服。海莉正蹲在草地上，有一搭没一搭的在地上画着圈。他突然开口问：既然你是这儿的守护灵，为什么不帮罗德里克？难道他真的犯了什么不可原谅的罪，非要受这种苦不可吗？亚瑟稳稳地落在海莉面前，眼神里透着一丝玩味，低声问了一句：你想听吗？关于那个男人的真相。亚瑟笑了笑说：开玩笑的，这种秘密可不能告诉你。这下海莉彻底无语了，跟这些随心所欲的鬼魂打交道，自己永远是吃亏的那一个。结果亚瑟还不忘补一刀，说他其实全都能听见。现在的局面完全失控了，没人告诉他真相，也没人告诉他该怎么办。唯一能管住他的奶奶也不在了，接下来的路他只能一个人硬闯了。看来这辈子注定又要活成一团乱麻了。海莉看了看自己的手相，简直没眼看，这命格也太惨了。他正感叹自己天生倒霉，结果身后的亚瑟突然轻轻喊出了一个名字：江一仔。这下海莉彻底定住了，这个名字他从来没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个亚瑟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鬼魂，他到底还知道多少秘密？亚瑟接着说：你和海莉都已经死过一次了，既然这样，你到底还在害怕什么？这话听得海莉心里
直冒火。一个早就死掉的鬼魂，居然能把活人的事说得这么轻巧。他紧紧攥住裙角，最后还是忍住了。跟一个鬼魂计较，除了让自己更累，一点意义都没有。就在这时，亚瑟突然察觉到了什么。他说：“罗德里克来了。”罗德里克果然发现他了，看他那副火急火燎的样子，显然是有什么麻烦事。亚瑟在一旁看热闹不嫌事大，说：“罗德里克身后还跟着一大群阴魂不散的家伙，难道是咱俩待在一起，被他当成出轨抓包了？”海莉听了简直无语，这种时候居然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罗德里克越走越近，周身散发着让人压抑的气息，但亚瑟也没打算退缩，他骑上战马，这些家伙就交给我吧，你只管享受接下来的独处时间。他这副从容的样子，显然没把眼前的麻烦放在眼里。另一边，罗德里克正被诡异的黑气死死缠住，可亚瑟根本没打算停下，他策马奔腾，带着一身耀眼的蓝光，直接撞向了那片黑暗。谁能想到，一个鬼魂居然有这么大的爆发力？蓝色的光芒瞬间撕开了黑暗。海莉忍不住吐槽：“既然你这么厉害，刚才干嘛不早点帮罗德里克？结果这家伙倒好，打完就跑，还笑嘻嘻地说自己先撤了。”气得海莉在后面直骂他是铁公鸡。还没等海莉缓过神来，沉稳的脚步声已经近了。罗德里克停在他面前，一开口就满是担心，问他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海莉听得一头雾水，难道是因为这里离水太近？他索性直接反击，说自己可是堂堂王后，只要他愿意，随时都能大摇大摆进他的卧室。这话一出，罗德里克都听笑了，直夸他这脸皮是越来越厚了。海莉赶紧找拨，说自己只是出来透个气，压根没打算跳湖寻死。看着他这副理直气壮的样子，罗德里克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才好。看着地上的涂鸦，罗德里克突然冒出一句：“你这是在玩泥巴吗？”海莉心里直乐，这位国王的措辞还真是出人意料的可爱。他干脆顺着话茬承认：“没错，我就是在玩泥巴。”罗德里克一脸无奈，觉得他的爱好真是奇奇怪怪，玩这个也能玩得这么开心。结果海莉反手就是一个反击，盯着他的衣服问：“陛下今天是不是又去练剑了？这身上弄得也不比我干净多少。”这下轮到罗德里克没话说了。海莉在心里琢磨，他到底是怎么精准找到这儿来的？难道是因为两人之间真的有什么奇妙的能量感应？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要怎么治好这位头号病人。他直接下达命令，既然练完剑了，那就赶紧动身去森林。罗德里克整个人都懵了，还没反应过来，海莉就理直气壮地宣布散步时间到了。这下罗德里克彻底无语，合着在对方眼里，自己就是个需要每天定时遛弯的宠物。罗德里克笑着调侃说，他比想象中要大胆得多，甚至开始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他的真实性格。毕竟这跟传闻里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海莉心里咯噔一下，坏了，是不是表现得太过了？难道现在该演一下原主那副样子？可他转念一想，以前的自己光是应付那些凡人的灵魂就够累了，哪有心思跟人开玩笑？最让他感到不安的是，跟眼前这个男人待在一起，他竟然觉得太开心了，开心到差点忘了自己的处境。看着海莉突然沉默，罗德里克反而有些不习惯，问他怎么又不说话了。他让海莉有什么想说的尽管开口，哪怕是再过分的要求，他现在似乎都能答应。海莉也没客气，直接开启了唐僧模式，叮嘱他要去见大祭司，还要定期找医生体检，主打一个全方位的健康管理。罗德里克听着听着就笑了，忍不住调侃了一句：“你这语气怎么听着跟个管家婆似的？”海莉不仅没退缩，反而挑了挑眉反问：“那要不要我再多唠叨几句？”罗德里克笑着摇了摇头，直接伸出手发出邀请：“走吧，该去亚瑟之森了。”虽然跟罗德里克待在一起确实开心，但海莉心里很清楚，要是陷得太深，恐怕就真的危险了。为了拉开距离，他故意找借口说自己腿疼，想让罗德里克一个人先走，还美其名曰要让病人养成独立自主的好习惯。结果罗德里克根本不买账，反问他：“我一个人去那儿干什么？”这片森林的神圣力量确实惊人，只要罗德里克站在这，他的气息就会变得完全不同。说实话，哪怕我拼尽全力，也连他一半的水平都够不着。要是换做平时，像他这种级别的强者，根本不需要我来插手。可现在局面已经完全变了，谁能想到堂堂国王陛下居然就这么直接躺平了？海莉整个人都懵了，问他到底在干什么？结果他倒好，一脸理所当然地说：“这样睡得最香。”海莉简直无语，合着自己成了人形枕头。可罗德里克接下来的话才叫真正的得寸进尺。海莉无奈地提醒：“陛下，您这纯属骚扰。”结果罗德里克倒打一耙，反问他上次整理衣服算什么？这下轮到海莉没话说了。罗德里克语气突然认真起来，说知道这段婚姻让他受了委屈，但既然已经是夫妻，开个玩笑总不过分吧？见海莉沉默，罗德里克甚至开始没皮没脸的调侃，说他其实心里正期待着听他接下来还会说出什么胡话。海莉只能笑着摇头，面对这个越来越会撩的国王，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虽然闹过不少笑话，也吵过不少架，但罗德里克觉得现在这种感觉真不赖。可他刚提起下个月的狩猎大会，海莉整个人就炸毛了，这一激动不要紧，直接把国王陛下给掀翻了。刚才那点暧昧的气氛，这下全摔没了。海莉开口求情，想让罗德里克取消狩猎大会，劝他别再杀生了。可罗德里克也很为难，去年还能找借口推掉，今年却完全行不通，因为带头反对取消的，竟然是海莉的亲爹邓肯公爵。这下海莉彻底没话说了。罗德里克还以为他是心疼小动物，其实海莉心里很清楚，必须得赶紧想个对策。这种场合表面上是去打猎，实际上是贵族们的社交场，无数双眼睛都在暗处盯着呢。
罗德里克内心深处一直藏着一股可怕的疯劲，这种满身鲜血的模样，他绝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可看着眼前的海莉，他心里突然有些没底，难道刚才那番话真的让他察觉到了什么？海莉其实早就看穿了，这个男人总喜欢把心事藏起来，明明已经担心的要命，却还要在他面前硬撑。罗德里克始终没有亲口承认自己正在走向失控，毕竟他是这个国家的王，一句话就能让整个天下变天，这种代价他根本付不起。罗德里克一直觉得，只要把心里的秘密说出口，他就真的成了一个疯王。可看着眼前的海莉，他却第一次动摇了。明明她是郑迪的女儿，是派来监视自己的眼线，只要她露出一丁点软肋，这姑娘随时可能去向他父亲告密。这些危险，罗德里克心里比谁都清楚。可他还是轻声唤了她的名字，哪怕这背后全是陷阱，他也想对她敞开心扉，彻底赌上这一把。罗德里克终于打算摊牌了，他承认自己并不正常，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彻底坏掉了，每天都在崩溃的边缘挣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海莉直接伸手拦住了他，轻声说：“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看着眼前这个不知所措的男人，海莉温柔地安慰道：“没关系的，你真的不是那种人，所以别再逼自己说下去了。”海莉沉思着：“你既没有疯，也没有彻底坏掉，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像你这样的人，绝不会是别人口中那种恶魔。”他甚至觉得有些抱歉，自己能帮上的忙实在太少。罗德里克一句话都没说，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这个女人真的太了不起了，这种被理解的感觉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海莉许下了一个约定，只要他去参加狩猎大会，自己就会亲手为他系上手帕。罗德里克轻声答应了。这一刻，两人的心似乎靠得更近了。转眼几天过去，在严肃的议事厅里，有人提起了那场狩猎大会，可罗德里克的态度却模棱两可。就在这时，邓肯公爵突然阴阳怪气地开口，问国王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罗德里克直接对了回去：“怎么，你很希望我生病吗？”邓肯公爵皮笑肉不笑地解释说：“这只是臣子的关心。”可这气氛明显已经不对劲了。罗德里克越看越觉得离谱，像海莉那么温柔的人，怎么会有这种父亲？最让他受不了的是，这两个人居然长得还有点像。一看到这张脸，他就想起自己的妻子。他现在越看越火大，直接找杰德要那份文件。既然对方这么不识趣，那就准备一份大礼送过去。这肚子里的火，总得找个地方撒一撒。这一叠厚厚的举报信直接甩在了邓肯公爵面前，偷税漏税的证据现在全在罗德里克手里，只要皇室介入调查，这事儿可就没法收场了。你平时不是最讲名誉吗？怎么背地里全是这种烂账？罗德里克最后一次警告他，趁我还有耐心，最好一个字都别再提。罗德里克只给了最后一次机会，让他把那些烂账处理干净再来汇报。临走前，他突然停下脚步，宣布下个月的狩猎大会照常举行。他甚至还故意补了一刀，说多亏娶了个好王后，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好得不得了。这番话简直是杀人诛心。邓肯公爵坐在原位，半天都没能说出一句话来。罗德里克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邓肯公爵一个人在原地发火。他发现现在的国王完全变了，不仅眼神里有了杀气，做事更是滴水不漏，让人根本抓不到把柄。原本以为把女儿送上王后之位就能轻轻松松掌控大局，结果这如意算盘全落空了。邓肯公爵现在最想不通的是，海莉到底在搞什么鬼？关键时刻竟然掉链子了。夜深了，海莉独自坐在窗前，谁也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昨天刚把邓肯公爵收拾了一顿，结果罗德里克转头就睡在了人家女儿房里，这反差连杰德都看傻了，心说这位国王的胆子也是真够大的。罗德里克醒来发现海莉竟然熬了一整夜，他看着那些像涂鸦一样的花纹，完全没看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但他不知道的是，海莉这分明是在叠最狠的魔法增益，每一笔刻下去全是杀气腾腾的禁咒。海莉现在整个人都快气疯了，因为她手里的念珠马上就要彻底崩坏，这可是她的保命符，必须在报废之前赶紧做出替代品。罗德里克在旁边看得一头雾水，他发现海莉专注到了极点，自己根本找不到机会跟她搭话。他想起情报上说，海莉平时最喜欢研究时尚，难道这种风格就是现在的流行趋势？罗德里克忍不住问了一句，到底是谁写的这份情报？杰德在一旁尴尬地承认，这正是他的杰作，这简直是大型情报翻车现场。海莉心里想的却是，这玩意儿刻上破字，可不是为了什么好看，而是为了关键时刻能救命。海莉现在正疯狂给自己洗脑，告诉自己刚才那些疯狂的行为全都是为了修身养性。罗德里克看他终于停手了，语气平淡地问了一句，忙完了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这位国王竟然反客为主，直接拍了拍身边的床位，示意海莉过来。杰德还在那没眼力见的纳闷，怎么国王到现在还没打算走？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戴博拉直接拎着领子拽走了。戴博拉心说，这帮男人真是没个正经，这种时候还不赶紧给人家腾地方。现在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一个躺在床上，一个坐在椅子上，气氛尴尬到了极点。自从上次从森林回来，罗德里克就彻底赖上这儿了，只要一有空，他就跑来海莉的房间补觉。海莉倒也没拒绝，毕竟他这屋子被魔法净化过，确实是整个皇宫里最安全的地方，让他睡个安稳觉也算顺水推舟。可问题是，现在天都已经黑透了，这家伙居然还没有要走的意思。海莉越想越不对劲，脑子里全是些不能播的画面，甚至开始怀疑他是不是打算在这儿过夜。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罗德里克突然站了起来，二话不说直接凑到了他面前。这下海莉彻底坐不住了，难道刚才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真的要变成现实了吗？
罗德里克这动作也太快了，还没等海莉反应过来，他就直接把人带到了床边。他绅士的有点过头，主动提出自己去睡沙发，让海莉在床上好好休息。看着他那副委屈自己的样子，海莉心里反而更不是滋味了。毕竟人家好不容易找个安稳地方，让他堂堂一个国王睡沙发，确实有点说不过去。海莉纠结了半天，最后还是忍不住开了口：“陛下，你也来床上睡吧。”海莉这话刚说完，罗德里克连1秒钟都没犹豫，直接就答应了。看他这上床的速度，海莉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家伙该不会是一直在等这句话吧？两人并排躺在被窝里，罗德里克还不忘倒打一耙。他说：“居然敢让国王去睡沙发，这要是传出去，那可是大不敬。”海莉听得直翻白眼，小声嘟囔着：“这明明是我的房间，床也是我的。”罗德里克听完反而笑了，他说：“还好我的王后不是个狠心的人。”这下海莉彻底没话说了，本来是想发个善心，结果倒好，直接把自己给套进去了。罗德里克突然压低声音叫了海莉的名字，还没等海莉反应过来，局面瞬间就失控了。罗德里克直接凑到她耳边，语气里全是危险的味道。他说：“既然都躺到一张床上了，你觉得我们接下来该做点什么？”这话一出，海莉整个人都僵住了。罗德里克突然轻笑一声，说：“刚才只是在逗他玩。”可还没等海莉松口气，罗德里克语气一转，变得无比认真。他说实话，其实我根本没在开玩笑，他这是在试探，也是在给海莉留退路。他说：“如果你想拒绝，真的没必要觉得为难。”罗德里克把选择权交了出来，可海莉心里却冒出了一个念头，其实他也想试试看，但有些话到了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现在到底是什么心情。罗德里克在一旁默默看着，他觉得海莉还没准备好接受这一切，毕竟海莉曾经为了另一个男人，连命都可以不要。罗德里克想到了接下来的狩猎大会，那个人也会出现，那个海莉曾经深爱过的人，劳伦斯。劳伦斯·欧文这个名字，罗德里克可太熟悉了，毕竟这家伙可是海莉的前男友。作为王国的著名检察官，劳伦斯确实有点名气，以前罗德里克根本不在乎，但现在既然结了婚，局面可就完全不同了。看来那份关于海莉的调查报告必须得重新翻出来，好好研究一下了。这报告写的也太离谱了。罗德里克越看越火大，直接把杰德叫过来对质。他说这份关于海莉的调查简直没一个字是对的，上面居然写着她喜欢吃甜食，简直是笑话。海莉平时吃的比鸟都少，稍微重口一点就说没胃口，整天就吃点像草一样的素食。罗德里克当场就把报告给摔了。如果连这种亲眼能看到的事都造假，那这整份报告还有什么可信度？罗德里克指着杰德的鼻子大骂，这种漏洞百出的报告到底是怎么敢交上来的？他直接下了死命令，所有调查必须推倒重来，在狩猎大会结束之前必须交出一份像样的报告。杰德心里那叫一个委屈，明明是按规矩办的事，结果现在只能自己背锅，还得连夜加班。等人都走了，罗德里克一个人靠在椅子上，他自己也纳闷，为什么会为了海莉的事这么烦躁？难道是因为直觉告诉他，这个女人身上还藏着更多没被发现的秘密？就在这时，他听说海莉又甩开仆人，一个人跑去湖边溜达了。这下罗德里克坐不住了，他告诉杰德，必须把人给我盯死了，要是海莉出了什么差错，所有人都要吃不了兜着走。一晃眼几天过去了，海莉一个人在花园里待着，看起来心思完全不在风景上，盯着远处一个劲儿的出神。就在他想得入迷的时候，亚瑟突然从后面凑了过来，笑嘻嘻地问他在看什么呢？这一下可把海莉吓得不轻，魂儿都快飞出来了。他忍不住大叫：“你怎么总是这么神出鬼没的？”海莉说自己找了他好几天，这家伙居然一直躲着不露面。亚瑟倒是一脸轻松，还调侃说自己可不是随便能见到的男人。这副自恋的样子让海莉觉得又无语又烦人，但现在有求于人，他只能强压下火气。亚瑟凑近问他干嘛这么急着找我，海莉这才说出正事，他想让亚瑟在狩猎大会上暗中保护罗德里克，毕竟城堡外面到处都是危险。亚瑟可不打算白干活，直接开口要好处。海莉也是豁出去了，只要不丢命不受伤，什么条件都能答应。结果亚瑟一句话就把他问住了，原来你对他的爱还没到愿意舍命的地步啊！海莉整个人都愣住了，这根本就不是爱不爱的问题。亚瑟却不依不饶，如果这不是爱，那在你心里这到底算什么？海莉还在那琢磨呢，觉得亚瑟这次帮忙是不是因为突然有了同情心？结果亚瑟听完直接笑喷了，说这种话简直是荒谬。他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说自己现在什么都不想要。可还没等海莉松口气，这家伙突然凑到了跟前，语气变得特别暧昧。亚瑟盯着海莉问，要不要干脆跟我来真的？还故意提起上次的事，说如果表现得好，可以是海莉幻想过的那些。海莉这下彻底炸毛了，语无伦次的大喊大叫，说自己根本没想过那些乱七八糟的，更何况他对鬼根本没兴趣。亚瑟可没打算放过他，接着又往心口上扎了一刀，说你不是喜欢年纪小的吗？这下海莉彻底破防了，对着亚瑟就是一顿咆哮，骂他是个没皮没脸的死鬼，说就算变老也要老得体面。亚瑟倒是一点没生气，反而笑得更欢了。海莉沉默了好半天，才憋出一句真心话。他问亚瑟，刚才说的那个真的就是交换的条件吗？亚瑟一听又开始不正经了，故意逗他说，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吗？刚才不是还嘴硬说不是爱吗？海莉急得直跳脚，拼命解释自己只是想确认一下，根本没打算真的去干。可亚瑟只是看着他笑，笑得海莉心里发毛。就在这时，亚瑟突然收起了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他的语气变得前所未有的认真。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比想象中要美好得多，尤其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这种能给生活赋予意义，并从中获得幸福的权利，是只有人类才拥有的特权。亚瑟开启了说教模式，劝海莉别总盯着死后的世界，趁着年轻，好好享受当人的乐趣吧。海莉心里100个不服气，这家伙又不是自己喜欢的人，凭什么听一个死鬼在这儿讲大道理，还处男鬼魂呢？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还没等海莉反驳，亚瑟突然变了脸，说这个忙他绝对帮不了。海莉还没反应过来，额头又被狠狠戳了一下。亚瑟语气严厉，说一个人类居然想跟灵魂做交易，简直是疯了。亚瑟的眼神变得异常冰冷，他警告海莉，这种事搞不好会毁了他的一生。要是这城堡里真有什么恶灵，他早就被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海莉心里其实很清楚，亚瑟说的一点都没错，可是到如今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光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没法扭转局面。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他之前动过歪脑筋，想把符咒偷偷绣在手帕里，结果发现根本没用。这种小打小闹的把戏就不了命。既然软的不行，海莉决定彻底豁出去了。他打算来一场大规模行动，哪怕现在的身体吃不消，也要靠数量来弥补力量的不足。一张不行就做100张。旁边的小幽灵都看呆了，问他是不是什么隐居的大师。海莉自嘲地笑了笑，说自己乃是什么大师，以前的他不过是别人手里的一把刀。为了能让奇迹发生，他没日没夜的赶工，把所有的愿望都倾注在符咒里，哪怕熬干了心血，哪怕要祈祷上千次，他也要从死神手里把人抢回来。光靠海莉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没信心保护好罗德里克。他现在整个人都要炸了，对着空气一顿输出，埋怨那个不靠谱的守护灵。海莉是真的急了，直接把心里话吼了出来，说自己最讨厌这样，还骂对方真的很烦人。结果这下捅了马蜂窝，原本已经消失的亚瑟居然又冒了出来。他笑着问海莉，是不是真的觉得他很烦？海莉瞬间就怂了，赶紧改口说是开玩笑的。亚瑟的身影开始变得透明，化作点点蓝光散去。临走前他还不忘叮嘱海莉，一定要好好享受生活。说完他就彻底消失在天际，连个正经的告别都没有。海莉呆坐在草地上，心里忍不住直犯嘀咕，这家伙到底在说什么胡话？临走还不忘耍流氓，真是个没正经的死鬼。说好的守护灵，到头来一点忙都没帮上。留给海莉的时间不多了，狩猎大会马上就要开始，就算手帕上的符咒威力不够，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绣下去，这是他现在唯一的指望。可就在这时，海莉的身体突然不听使唤，他只觉得天旋地转，这几天的连轴转已经彻底榨干了他的体力。原本以为还能再撑一会儿，结果身体先一步抗议了，这下真的要命了。偏偏在这个时候，他还特意叮嘱侍女不要跟着，现在倒在这一片荒郊野外，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视线越来越模糊，海莉再也站不稳，整个人瘫倒在草地上，意识彻底陷入了黑暗。罗德里克气不打一处来，质问他是不是在用这种方式故意向自己抗议。海莉虚弱的解释，这真不是他的本意，甚至还觉得有些丢人。好在杰德及时发现，把昏倒的他给带了回来，不然这误会可就真解释不清了。海莉小心翼翼地问，是不是父亲又闯祸了，甚至还替家里道起了歉。看着他这副样子，罗德里克语气终于软了下来，低声问他还疼不疼。虽然海莉一直说没事，但这种微妙的气氛让两人的关系开始变得不一样了。罗德里克板着脸让他别乱动，抱怨他进宫才几天，竟然就晕倒了这么多次。海莉却尴尬地笑出声，调侃说只要他一发疯，自己准得跟着倒霉。这下罗德里克彻底急了，他不是在开玩笑，而是气他身体不舒服也不直说。海莉下意识地开始道歉，觉得是自己添了麻烦，可这话却让罗德里克更火大。他低着头沉默了半天，终于说出了心里话。他以为海莉是打心底里讨厌这段婚姻，谁知海莉却给出了直球回答。他说自己并不讨厌结婚，只是觉得这就是命。罗德里克还不死心，追问那是不是因为讨厌他这个人。结果海莉想都没想就否认了。罗德里克不信，问海莉知不知道他的名字。海莉说全国谁不知道啊。罗德里克让他叫出来，海莉叫出了全名，罗德里克佩鲁斯布莱克。海莉觉得有点尴尬，罗德里克说他明明知道，却从来不叫。罗德里克提议私下可以叫他名字或昵称。海莉很惊讶，突然拽起了被子，把自己严严实实的捂了起来。罗德里克一脸纳闷地问，这又是闹哪一出？海莉躲在被子里嘟囔，说是两人得保持点距离，因为越是靠近，他就越想帮他的忙。罗德里克火冒三丈，他简直不敢相信这女人的脑回路到底是怎么长的。他没好气的吐槽，难道邓肯家族有什么秘术，专门练过怎么一句话就把人噎死？海莉听完反而笑得停不下来，觉得这说法简直太逗了。原本尴尬的气氛瞬间变成了两人的日常斗嘴。罗德里克终于意识到自己这回是真的栽了，只要海莉稍微离他远点，他心里就莫名的烦躁。可只要看见他的笑脸，刚才那些不痛快瞬间就烟消云散了。他盯着海莉，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森林里跑出来的粉色狐狸，专门来勾引人的。谁知海莉根本没听出话里的酸味，反而觉得这是在夸他，还一本正经地科普起来。他说狐狸精勾引男人，那可是行业里的顶级难度，成功率高的吓人。罗德里克这下彻底没脾气了，他明明是在发牢骚，结果这女人竟然当成了职业赞美，这脑回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狩猎大会的日子越来越近，海莉躺在床上，心里却怎么也踏实不下来。他试探着问罗德里克，这次活动是不是非去不可？难道就没有拒绝的余地吗？罗德里克倒是一脸轻松，觉得这姑娘肯定是心肠太软，又在心疼那些要被猎杀的小动物了。他随口叮嘱了几句，让海莉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离那些危险的刀剑和水池远一点。
可罗德里克哪里知道，海莉担心的根本不是什么动物，之前求助的守护灵没动静，连准备好的护身符也派不上用场。万一上次那种可怕的事又要重新上演了呢？罗德里克守在床边，急得连声呼唤海莉的名字，生怕她出什么意外。可海莉说出来的话，差点没把他当场送走。他居然一脸认真的提议，要是把胳膊弄断一只，是不是就能躲掉那个狩猎大会了？罗德里克整个人都听傻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海莉又紧接着补了一刀，问是不是非要把腿也摔断才行。罗德里克直接被气笑了，就凭他那细得跟马杆一样的身板，还想对他这个大男人动手？可海莉接下来的话让他瞬间就笑不出来了。他说自己当然没那个力气，但他可以去找杰德帮忙啊。罗德里克简直不敢相信，海莉刚才那些离谱的提议居然是认真的，这女人的脑回路确实不一般。海莉却还在那儿小声嘀咕，觉得光靠一块手帕真的能保住小命吗？罗德里克追问了一句，那块手帕你真的打算给我吗？海莉这下有点不高兴了，难道她看起来像是在撒谎吗？可罗德里克却低着头，一副拿不定主意的样子，因为海莉身边还有一个劳伦斯。一想到那个男人的名字，罗德里克就觉得心里堵得慌，这种莫名的烦躁感让他看什么都不顺眼了。海莉这会儿正钻牛角尖呢，他觉得那块手帕一点用都没有，连个鬼都赶不走，罗德里克干嘛还当个保释的？罗德里克在旁边越听越不对劲，他觉得海莉故意把话说得这么丧，肯定是因为不想把手帕给他，在这儿找借口呢。他心里这股无名火实在是压不住了，他干脆直接上手，对着海莉的脑袋就是一顿乱揉。海莉被揉得哇哇乱叫，一边躲一边喊着不是那样的。可罗德里克根本不听，他就是要让这丫头记清楚，既然当初答应要给，现在想耍赖，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海莉这会儿又开始翻旧账了，说是罗德里克上次打猎的时候先开口求他办事的，结果罗德里克反手就是一个嘲讽，嫌他个头小得跟颗豆子一样，这两个人互掐起来谁也不让谁。海莉气得直跳脚，说是罗德里克自己长得太巨大了。罗德里克只能无奈喊停，直呼这天聊的实在是太扎心。闹归闹，海莉最后还是松了口，答应把那块手帕送给他，还叮嘱他以后别再疑神疑鬼。罗德里克这下没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手上的动作却显得格外温柔。这下轮到海莉彻底懵了，他这副样子到底想表达什么？罗德里克不仅怀疑那块手帕的事，更觉得海莉对他隐瞒了太多秘密，甚至连手里的调查报告他都没法再相信了。有些事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信任一旦崩塌就再也回不去了。在他看来，海莉如果想撒谎就该一直演下去，可偏偏他身上到处都是破绽，让他想装傻都难。海莉这下彻底炸毛了，猛地坐起来大喊自己没撒谎，那反应把罗德里克都吓了一跳，甚至怀疑这女人是不是会读心术。为了证明清白，海莉指着旁边让他看得清楚，他发誓自己真的做了手帕，绝不是在信口胡说。顺着海莉指的方向看过去，罗德里克直接定在原地，那一叠厚厚的手帕简直多得离谱，他这下心里可不是滋味了。本来以为海莉是个冷淡的人，结果他背地里居然这么勤快，这到底是给谁准备的？再仔细一看，这手帕上的花纹也是一言难尽，这种诡异的审美让罗德里克半天说不出话来。可海莉倒是一脸兴奋，甚至还想再多做几块。罗德里克原本只是想要他用过的那块，没想到他会这么拼命。直到看见海莉那双满是伤痕的手，罗德里克才突然沉默了。原来为了这些东西，他竟然付出了这么多。罗德里克心里的防线彻底塌了，只要他能这样笑着，好像一切都不重要了。他让海莉赶紧闭眼休息，甚至还赌气说，就算这些手帕全送给别人，他也绝对不会再多说一个字。罗德里克这语气酸得简直没法听，这种莫名其妙的占有欲，海莉反而觉得有点可爱。其实那份礼物早就是他的了，但谁让他总爱瞎操心，那就让他再多等几天。就在这时，罗德里克突然冒出一句，要不要枕着我的胳膊睡？这下海莉彻底愣住了。既然已经是名正言顺的一对，这种亲密接触也算正常，可真要躺下去，海莉还是有点不知所措。罗德里克为了让他靠近，连血液不循环这种借口都找出来了。海莉虽然半信半疑，还是乖乖凑了过去。这种距离对他来说实在太近，只能缩在被子里不敢动弹。罗德里克心里却乐开了花，原来他是真的没经验。看他一直躲着，罗德里克又开始故意逗他，结果海莉急得放狠话，说自己要是真生气了可是很恐怖的。谁能想到他所谓的生气竟然是乱叫一通，这下罗德里克彻底被逗笑了，原本尴尬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看着他笑得这么开心，海莉反而有点懵，难道这种奇怪的威胁真的管用吗？海莉这波装凶简直是教科书级的反向操作，本来想放狠话吓唬人，结果把罗德里克逗得完全没形象了。看着他这副笨拙的样子，罗德里克终于看穿了真相，他根本就不会真的生气。每次遇到问题，他第一反应竟然是往后退，这种随时准备离开的姿态让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微妙。在罗德里克眼里，眼前的海莉竟然透着一种让人心疼的孤独，这种眼神让他忍不住想要伸手抓住她。看着怀里这么瘦小的海莉，罗德里克心里竟然全是心疼。他甚至在想，是不是因为那个不靠谱的父亲才让他变得这么脆弱，简直让人无从下手。这种近距离的接触让海莉整个人都乱了，他还没搞清楚这种异样的感觉，罗德里克却突然给出了致命疑问。他问得非常直接，为什么每次看湖的时候他都像是在求死一样？海莉心里其实有个答案，那就是因为你啊，但这话哪敢说出口，他只能试探着问了一句，如果真的有麻烦，你愿意帮我解决吗？罗德里克没有半点犹豫，直接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海莉还是忍不住追问，到底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好？结果罗德里克直接把她搂进怀里，给出了一个最无法反驳的理由，因为你是我妻子。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让海莉彻底愣住了。她本来以为对方只是看到了自己狼狈的一面，出于同情才伸出援手，明明当初是由于被迫才结婚的，为什么现在又要表现得这么温柔？这种不经意的关心，还有这种让人无法拒绝的接触，让海莉嘴上说着拒绝，心里却已经彻底乱了阵脚。这种被人在乎的感觉，海莉这辈子都没敢想过，哪怕知道这可能只是暂时的，她也根本不想停下来。就算以后要付出代价，她也认了，因为罗德里克给她的是她从未感受过的温暖。现在看来，让自己彻底乱了分寸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位国王陛下。这种依赖一旦开始，就再也没法回头了。罗德里克终于承认了，现在的海莉让他根本没法移开视线。既然不想回答，那就干脆早点睡吧，毕竟多睡觉才能长高。海莉小声反驳，自己才不矮呢，甚至还开起了玩笑，问他是不是打算以后都当枕头。结果罗德里克更绝，说自己甚至可以当被子。海莉嘴上嫌弃他太重，罗德里克也只是无奈的笑了笑，让他别挑三拣四，赶紧闭眼睡觉。海莉这才发现，他竟然真的没有再逼自己给个答案。海莉这一声晚安，听得人心都要化了。罗德里克轻轻摸着她的头，祝她今晚有个好梦。这个女人真的快要把他逼疯了，这种失控的感觉让他根本没法冷静下来。日子过得飞快，转眼间狩猎大会的日子就到了。这次的规模确实不小，到处都是帐篷和马车。海莉看着眼前人山人海的景象，心里忍不住感叹，连国王陛下看起来也忙得不可开交。这种大场面果然没那么简单。黛博拉终于忙活完了，看着这身华丽的打扮，她觉得国王只要看上一眼，肯定能轻轻松松拿个第一。可海莉心里完全不是这么想的，拿第一有什么好的？她最讨厌这种打打杀杀的场面了，甚至恨不得那位陛下拿个倒数第一，省得最后还得他来收拾烂摊子。嘴上虽然在抱怨，但该准备的东西一样没少。这3块手帕可是灌注了灵力的宝贝，本来他还想多带点，结果被黛博拉硬生生给拦住了。既然一切就绪，那就先去给大部队送个行，等比赛正式开始再回城堡歇着。外面早就炸开了锅，到处都是欢呼声，大家都在等着王后露面。罗德里克骑在马上，听着这些嘈杂的声音，心里却异常冷静。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劳伦斯站在远处，嘴里还轻声念叨着海莉的名字。而此时的海莉正提着裙子到处乱跑，她满脑子都是要赶紧找到国王，根本没心思管别的。海莉拿出准备好的手帕，说是专门为他求来的护身符，不仅能驱邪，还能保佑他在比赛里拿第一，而且这些全都是给他的。罗德里克显然没反应过来，这么多全都是给我的。海莉笑着回了一句，不给你给谁？我丈夫不就在这儿吗？这一句话直接把罗德里克给整不会了，他在心里暗骂，这女人简直像个狐狸，实在是太会撩了。海莉这一口气送了3年的量，主打一个以量取胜。罗德里克倒是一点不嫌多，收下后还美滋滋的在那儿摆弄，看他那副爱不释手的样子，海莉觉得这男人竟然有点可爱，估计是头一回收到这种礼物，整个人都变得有点扭捏了。罗德里克突然问他想要什么回礼，海莉却说自己什么都不缺，对那些猎物也没兴趣。结果罗德里克不乐意了，他说哪有空手回去见夫人的道理。这下轮到海莉愣住了，这男人竟然开始拿他刚才的话反击了。海莉看着周围这乱哄哄的场面，心里很清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计。他当然希望罗德里克能赢，但更怕他为了面子去拼命，毕竟现在的局势，安全才是第一位的。他本想劝他尽力就好，可转念一想，这么说肯定会伤了他的自尊心。罗德里克看他欲言又止，问他到底想说什么。海莉沉默了片刻，决定换个说法。他说，您既然坐在那个位置上，肯定有不得不赢的理由，这些我不懂，我只想让您平平安安的回来。这话一出，罗德里克直接没词了。他盯着海莉看了半天，心里直犯嘀咕，这女人的脑子里到底都在想些什么？谁能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个男人竟然出现了，劳伦斯。这一瞬间，空气都像凝固了一样。罗德里克立刻察觉到不对劲，周围的人也开始窃窃私语。海莉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那些被尘封的记忆像决堤了一样疯狂往外涌，全是他们曾经亲密的画面。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如果控制不住情绪，那一切就全完了。海莉在心里拼命呐喊，快停下，现在绝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如果海莉为救情人失态的事传出去，那这王室的脸面可就丢尽了，罗德里克的处境也会变得非常危险。就在这关键时刻，罗德里克大步冲了过来，一把将海莉护在怀里，让她看着自己的眼睛。海莉现在满脑子都是自责，她觉得自己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肯定会给罗德里克惹来大麻烦，只能不停的道歉。罗德里克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却在想，这又不是什么重罪，至于吓成这样吗？他轻声安慰海莉，说刚才一共也就13个人看见，而且他遮掩得很快，已经做得很好了。海莉听完直接愣住了，13个人看见还叫没关系，这男人的安慰方式真是让他彻底没话说了。好在局面总算稳住了，周围那些看热闹的人也只能在那儿下猜。看海莉终于笑出来了，罗德里克这颗心总算落了地，他直接把华丽的披风递过去，让海莉拿着昂贵的布料当纸巾使，还不忘损他一句，擦眼泪行，可别把鼻涕蹭上去。海莉被他气得够呛，立马反驳说自己才没那么狼狈。这一来一回，刚才那点尴尬全没了。远处的劳伦斯看着这一幕，心里估计不是滋味，周围的人还在那儿添油加醋，说瞧瞧人家这感情还没分开呢，
就这么黏糊。罗德里克提醒海莉，现在可以抬头了，要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保持王室该有的微笑。海莉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虽然嘴上不饶人，但关键时刻是真的靠得住。她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嫁给这家伙可能是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罗德里克见他还有心思开玩笑，知道他是彻底缓过来了。海莉又小声说了句对不起，怪自己刚才太冲动。罗德里克虽然嘴上嫌他啰嗦，但眼神里全是耐心。海莉还在那儿犹豫不决，罗德里克却已经想好了对策。他露出了一个坏坏的笑，轻声叫了海莉的名字。既然大家都爱看热闹，那就干脆给他们整点更大的活。这一招简直绝了！海莉整个人都愣在原地，完全没反应过来他要干什么。罗德里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说之前的麻烦他会负责，但今天海莉也得负点责，所以接下来的动作得请他好好配合。海莉心里很清楚，这男人明明就是在找借口，可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自己竟然完全没法拒绝。罗德里克轻笑一声，在大庭广众之下旁若无人的吻了上去。这下好了，全场的注意力都被彻底带偏了。罗德里克这波操作确实有点猛，连他自己都在心里犯嘀咕，是不是演得有点过火了？他低声试探了一下，结果海莉不仅没躲，反而伸手死死拽住了他的衣角。这一拽，罗德里克心里就有数了。既然海莉这么配合，那这场戏就要演得更逼真一点。他露出一抹得逞的笑，顺势将海莉紧紧搂进怀里。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给了海莉一个最深情的吻。刚才那个吻，罗德里克居然说那只是个借口。他直勾勾地看着海莉，说自己只是想这么做而已。这话说的海莉半天没回过神，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罗德里克已经准备离开。临走前还不忘叮嘱他路上小心。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海莉心里全明白了，什么借口不借口的，他其实是在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这份不求回报的偏爱，让海莉再也坐不住了。他对着那个背影大声喊了出来。海莉这下是真的栽了，心里全是愧疚和感激。他发现自己对罗德里克的感情早就已经没法回头了。海莉伸手拦住了罗德里克，二话不说，把随身带着的手串塞给了他。罗德里克看着手里的东西，简直要被这种温柔搞疯了。他开玩笑说海莉太傻，怎么连最珍贵的东西都往外送？可海莉却提了一个要求，一定要他回来的时候再亲手还给自己。这哪里是送礼物，这分明是给了他一个必须活着回来的理由。其实海莉没想那么多，她只是想在分别前再为他多做一点点事。罗德里克笑着收下了手串，这下他心里总算有了个念想。看着眼前的海莉，他心里其实有个疯狂的念头，真想再吻她一次，但理智告诉他现在必须得走了。他最后道了个别，骑上马头也不回地冲向远方，只留下海莉一个人在风中不停地祈祷，只要他能平安回来，海莉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就在这时，罗德里克手里的手串突然亮了，这串看似普通的珠子，好像真的感应到了这份心意。罗德里克这醋劲儿也太大了，大半夜在营地里拉着弓，盯着远处的劳伦斯，居然问杰德能不能直接放冷箭，这可把杰德吓得够呛，赶紧劝他冷静一点，毕竟为了这点陈年旧事，真把人射了那可就出大事了。罗德里克其实心里也明白，海莉和劳伦斯以前清清白白，全靠那个严厉的邓肯公爵把女儿看得死死的。可他越想越觉得憋屈，明明理智告诉他没发生什么，但只要想到海莉以前有追求者，他的理智就快要断线了。最让他抓狂的是，他现在居然还得感谢那个老头，帮他把海莉看管得这么好，这口气真是怎么都咽不下去。罗德里克正嚼着肉干呢，听到杰德的汇报，他整个人都不淡定了。劳伦斯那个家伙居然敢先跟海莉提分手。杰德在旁边解释说，可能是因为要跟国王结婚，劳伦斯压力太大才放手的。可罗德里克根本听不进去，在他眼里，要甩也得是海莉甩了对方，这逻辑也是没谁了。罗德里克越说越来劲，觉得海莉从长项到家世，哪一点不比那个小骑士强？劳伦斯除了会耍剑，简直一无是处。杰德实在听不下去了，小声提醒了一句，说人家劳伦斯的剑术其实比咱们都要强，这简直是对罗德里克的详制打击。罗德里克冷哼一声，剑术强又怎么样？他最在意的是海莉好像还没把这段感情处理干净。想起他那副伤心的样子，罗德里克心里更乱了。这个女人真是让他越来越看不透了。罗德里克盯着手帕，心里那叫一个纠结。他觉得海莉这女人太诡异了，看着挺诚实，其实肚子里全是秘密。杰德在旁边听不下去了，直接一句话扎在了心窝上，说您是不是太喜欢人家了？我看王后对您好像真没那份心思。这下罗德里克更郁闷了。杰德还给他出主意，说要不您试着冷落他一下，省得整天被他牵着鼻子走。可罗德里克根本不敢，他太了解海莉了，这女人要是被推一下，估计能直接躲到边境去。而且海莉早就看穿他在怀疑他，只是没说破而已。罗德里克想起海莉临行前的叮嘱，那种温柔的关心，对他来说简直是降维打击。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全天下的已婚男人都是这么被老婆拿捏住的。想到这，他连打猎的心思都没了，随手把弓箭扔给杰德，说自己抓到一只鹿就够了，剩下的活儿全交给杰德。不过临走前他还不忘交代一句，不仅要赢邓肯公爵，猎物数量必须超过劳伦斯。杰德这下真是欲哭无泪，堂堂一个顶尖调查官，现在被逼着去卷狩猎，这班上的真是太难了。等到了夜深人静，罗德里克一个人坐在星空下，看着天边的月亮，满脑子都是海莉的身影。他忍不住在想，这会儿海莉到底在干什么呢？天还没亮，海莉就在屋里折腾开了，连身边的小精灵都看懵了，问他到底在干嘛。海莉一脸严肃地说，他正在给罗德里克做法祈福，这架势看着可一点都不简单。
又是念咒又是发光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搞什么神秘的召唤仪式。这所谓的诚意，罗德里克要是看到了，估计得当场石化。海莉这波操作真是拼了，一张符咒燃起熊熊大火，只要有他在，谁也别想动罗德里克一根汗毛。这硬核的祈福仪式把旁边的小精灵都看傻了，虽然过程有点折腾，但海莉适应得很快。这种高压环境最能让人成长。他感叹生活就是一场战斗，刚做完早课，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真正的麻烦就来了。海莉看着手里的清单，整个人都要破防了，上面列的全是让他头大的事，读日记、抓鬼、学历史，这些咬咬牙也就认了。最让他抓狂的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件事，居然要去罗德里克的寝室，这简直是他的头号难题。狩猎大赛到了第5天，杰德这回算是彻底拼了命，表现的确实没话说。罗德里克随口夸了一句，杰德却连回话的力气都没了，只剩下旁边的随从在那儿瞎起劲。不过罗德里克的心思根本没在打猎上，他一直盯着手里那串珠子，这上面的涂鸦图案竟然和手帕上的刺绣一模一样。但这事儿越看越不对劲，有的图案对得上，有的却完全没见过，这东西到底藏着什么秘密？罗德里克在林子里停下了脚步，路边一个不起眼的陷阱让旁边的士兵慌了神。士兵赶紧求饶解释，说这只是抓着玩的小游戏，现在的贵族都流行用松鼠皮做装饰。可罗德里克根本没听进去这些废话，只是盯着那个拼命挣扎的小东西，眼神里透着一丝复杂。这小家伙到底是在求救，还是想让他赶紧走开？那种无助又孤独的样子，让他一下子想到了记忆里的海莉。罗德里克突然改了主意，他叫住杰德，说也要抓一只松鼠带回去。杰德一脸纳闷，难不成也要弄个皮草装饰？罗德里克摇了摇头，海莉对那些流行玩意儿没兴趣，他只想把这小家伙带回去，看他笑一笑。距离结束只剩2天了，日记本被缓缓翻开，那是多年前的一段往事。劳伦斯曾经承诺过，哪怕换一种身份，他也会永远守护在海莉身边。这本日记里的字句，字字都透着绝望。海莉甚至怀疑，原主是不是因为怨念太深，灵魂至今还留在这座宫殿里，精灵也给不出答案。眼看狩猎大赛就要结束了，可日记里的秘密才刚刚露出一角。更糟糕的是，这具身体里残留的情绪一直在干扰着海莉的判断。日记里提到，邓肯公爵曾经筹划过极其可怕的事，海莉想劝阻，却只换来了无情的耳光。那个男人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记忆里完全找不到这段往事的痕迹？那个动不动就打人的父亲，简直就是海莉一生的噩梦。他明明那么温柔，却偏偏遇上了最糟糕的父母。海莉忍不住问精灵，抛弃孩子的和虐待孩子的，到底哪一个更可恶？结果显而易见，这2种人根本不配为人父母。看着日记里中断的记录，海莉心里咯噔一下。原主在走绝路前的1个月就已经彻底放下了笔，难道在那时候他就已经心死如灯灭了吗？可就在这时，海莉突然察觉到不对劲，那些原本模糊的童年片段竟然开始在脑海里变得清晰。这不该是他的记忆，可为什么一切都像是亲身经历过一样？事情变得越来越诡异了。海莉发现，越是努力回想近期的事，记忆反而变得越模糊，尤其是去年的经历，竟然像被抹掉了一样，完全是一片空白。与此同时，森林里的狩猎大赛已经接近尾声，士兵们都在为罗德里克欢呼，觉得这次的冠军非他莫属。罗德里克看起来心情不错，甚至还开起了玩笑，说要让邓肯公爵和劳伦斯大吃一惊。可跟在身后的杰德却察觉到了不对劲。往常这种时候，罗德里克总是靠狩猎来发泄内心的疯狂，可这一次他竟然表现得异常平静，甚至全程只打了1只鹿，这根本不像是他的作风。那个曾经暴力的男人到底是因为什么突然转了性子？难道那股疯狂的劲头真的在慢慢消失吗？可还没等他想明白，意外就发生了。原本温顺的松鼠突然受惊，一道剑光闪过，草丛里窜出的黑影被瞬间斩断，竟然是一条剧毒的毒蛇。这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只要被它咬上一口，就算是强壮的战马也会在转眼间没命。罗德里克对这次狩猎很不满意，对着手下就是一顿训斥，吓得对方只能拼命求饶。直到看见笼子里这个小家伙，他的心情才稍微好转，觉得这趟总算没白忙活，抓了个像样的战利品。他不想再耽误时间，直接下令返程，因为家里还有个叫海莉的人在等他。可看看地上的惨状，那条毒蛇被斩得血肉模糊，鲜血溅了一地。原本以为这趟行程会像往常一样枯燥，结果还没走多远，耳边就传来了熟悉的声音。罗德里克停下动作，谁会在这种地方等他？他转头看去，那个身影让他彻底愣住，居然是海莉。她穿着最华丽的礼服，就这么站在路边，显然已经等了很久。他笑着挥手大喊：“陛下！”看到海莉的那一刻，罗德里克连马都顾不上了，直接飞身跳下，稳稳地将她抱住。海莉大声喊着欢迎回来，这画面简直甜得让人没眼看。两人在那儿你一言我一语，海莉笑得特别开心。她说根本不用问好不好，只要看一眼就知道她平安无事。海莉这下彻底放心了，觉得自己之前做的那些准备全都值了，不管是不是命中注定，只要能帮到她，这一切就都有意义。谁能想到罗德里克这种硬汉居然会随身带个小松鼠？海莉一开始还担心这种野生动物能不能养活，结果罗德里克这直男发言简直让人没法接。他说这小家伙掉进陷阱了，不就肯定的死，带回来纯粹是想给他看看。海莉听完沉默了，看着怀里的小松鼠，温柔地叮嘱他，既然遇到了贵人，那就要好好活下去。说来也怪，这松鼠平时见谁都咬，偏偏在海莉肩膀上乖得不行。海莉还开玩笑说可能是自己魅力太大。就在这时，罗德里克又拿出一件东西，
是海莉心心念念的那串手链。这下海莉彻底坐不住了，抱着手链简直像见到了亲人，甚至大喊：“我的另一半终于回来了！”罗德里克在旁边一脸无奈，合着自己忙活半天，地位居然还不如一串手链，这波操作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罗德里克还在那儿委屈说，好不容易见一面，老婆居然对他这么凶。可话还没说完，旁边的小松鼠突然不对劲了。海莉也察觉到空气里透着一股让人发毛的凉意，她顺着感觉看过去，整个人都定住了。那是一条死状凄惨的蛇，浑身都是血。海莉赶紧追问：“陛下，你是不是杀了一条蛇？”罗德里克还挺纳闷，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他解释说，是因为那条蛇刚才想偷袭他。海莉心里很清楚，蛇这种生物可是最记仇的，就算脑袋搬了家，那股怨气也会死死盯着凶手，直到对方付出代价。可对海莉来说，什么诅咒不诅咒的根本不重要，重点是这玩意儿简直太恶心了。海莉忍不住埋怨：“陛下，这种事儿你就不能让别人动手吗？”罗德里克也挺委屈，当时情况那么急，除了他根本没人发现那条蛇。看着海莉在那儿捂着脸，一副心态崩了的样子，罗德里克试探着问：“要不咱们干脆走回城堡去？”海莉这下彻底爆发了：“既然这么麻烦，你刚才直接走回去不就要了？”罗德里克也是挺会找茬的，说这世上居然有人敢命令国王走路。海莉一听赶紧认怂，毕竟这位爷确实惹不起。他在那儿拼命给自己打气，觉得人生总得面对点恶心事，这波啊纯粹是勇气的较量。结果帅不过3秒，看着那条血淋淋的死蛇，海莉的心理防线彻底崩了，一边大喊着太恶心了，一边头也不回的撒腿就跑。这下轮到罗德里克郁闷了，他站在原地怀疑人生，问旁边的人，他到底是讨厌那条蛇，还是在讨厌我？忙活了半天，结果只换来一顿嫌弃，这国王当的确实有点扎心了。好在狩猎大赛总算结束了，杰德这次立了大功，给罗德里克挣足了面子。不过这位功臣倒也实在，什么奖赏都不要，只想求老板给个甲，让他好好歇一歇。看来不管是国王还是将军，最后都得败给现实。罗德里克总算平安回来了，那只救回来的小松鼠也被安置在了城堡湖边。海莉总算能松一口气，每天亲自跑去喂食。可好景不长，海莉的烦恼反而越来越重，因为之前那条死蛇的阴影太大，她干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4天没敢出门。她心里其实一直惦记着罗德里克，担心他会不会因为那件事做噩梦，或者一个人在那儿硬扛。可一想到外面可能有蛇，他这步子是怎么都迈不出去。就在他纠结的不行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来的人居然是杰德。杰德低声询问能不能进来坐坐。海莉虽然有点意外，但还是让他进来了。阳光正好，鸟语花香，可罗德里克这觉睡的有点莫名其妙。他明明记得自己刚才还在书房批奏折，怎么一睁眼天都变了？我是谁？我在哪？我怎么躺下了？这种完全断片的感觉让他心里直犯嘀咕。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头顶传来：“你醒了？”罗德里克定睛一看，整个人直接愣住了。海莉正温柔地看着他，而他居然正枕在人家的腿上。时间回到4天前，狩猎大会刚结束，这位国王就开始自我怀疑了。他满脑子都在纠结，王后到底是讨厌那条蛇，还是单纯讨厌他这个人？看着自家主子这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杰德实在看不下去了，劝他干脆直接去问个清楚。结果罗德里克更委屈了，他说那很恶心，他肯定是觉得我这个人很恶心。其实蛇的事只是个借口，真正让他难受的是亲眼看到心爱的女人为了别的男人痛哭流涕，这让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明明是名正言顺的夫妻，现在却连同床共枕都成了奢望。他不想强迫对方，但这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这种日子一天天过去，罗德里克已经到了极限，整整几天没合眼。他现在的状态随时都有可能彻底失控。杰德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甚至想把王后直接请过来，因为只有在那个人身边，这位国王才能勉强维持理智。可现在那些诡异的声音又回来了，他们在罗德里克耳边疯狂叫嚣，让他去见血，去杀戮。这种折磨让他几乎发疯。明明只要靠近海莉，一切痛苦都会消失，可他偏偏要在这里死扛到底。杰德实在看不下去了，明明心里喜欢的要命，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这下彻底乱套了。罗德里克体内的疯狂已经失控，他一边痛苦的挣扎，一边还在死撑着不肯低头。杰德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这位国王之所以这么别扭，全是因为还在吃那个男人的醋，宁愿把自己折磨疯，也不肯主动去找王后求助。既然主子不争气，杰德决定帮他一把。他嘴上说着抱歉，手上动作却一点没犹豫，直接把这位尊贵的国王像拖麻袋一样一路拖走。他觉得自己真是各劳碌命，上次是搬运王后，这次轮到搬运国王了。他二话不说，直接把罗德里克扔进了海莉的房间。罗德里克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就已经倒在了海莉怀里。他气得想找杰德算账，可对方早就溜之大吉了。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让原本还在发疯的罗德里克一下子彻底愣住了。说来也怪，只要一靠近海莉，那些折磨人的声音竟然全消失了。罗德里克终于意识到，这个女人就是他唯一的解药。如果注定要疯掉，他宁愿是为了她而疯狂。既然找到了救命稻草，这位国王干脆也不装了，直接躺在人家怀里开始耍赖。他委屈的抱怨：“你怎么一次都不来看我？没有你我根本睡不着。”海莉哪见过这种阵仗，只能温柔地安慰他，说自己其实一直很担心，只是因为太怕蛇了才不敢过去。看着怀里这个像孩子一样的男人，海莉轻声提了个建议：“以后你可以常来我这儿，
枕头，我这里有2个，你不用自己带。这下好了，原本僵持不下的2个人关系，竟然因为这场意外彻底破冰了。罗德里克发现，只要海莉在身边，那种沉重的压迫感竟然消失了。他甚至怀疑，这女人是不是对他施了什么咒语？这种神奇的力量，其实在皇室记录里早有记载，那是消失了400年的神秘血脉，而海莉很可能就是那个继承者。罗德里克忍不住开始试探，问他是不是偷偷学过医术，或者在神殿里练过什么秘法。海莉却在那儿打太极，说这大概是大家祈祷的结果。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这位国王显然不买账。他盯着海莉追问，为什么只有你在的时候，我的头才不疼了？你到底知道些什么？海莉看着他，心里其实很清楚，这个男人独自承受了太久的痛苦，所以才这么渴望得到答案。但他并不打算坦白，他不想再被当成异类看待，更不想只作为一个工具存在。他沉默了片刻，终于缓缓开口。海莉这话说得够直接，他让罗德里克尽管利用自己，如果晚上睡不着，就把他当成枕头。罗德里克听了，忍不住想笑，枕头倒是勉强够格，但要是想当被子盖，恐怕还差了点意思。不过他很快就收起了玩笑，毕竟2人是名义上的夫妻，用利用这种词听起来实在是太冷冰冰了。他握住海莉的手，试探着问了一句，难道只有我觉得跟你待在一起很舒服吗？海莉倒是没否认，她说自己也觉得很有趣。可罗德里克心里清楚，这个女人虽然嘴上温柔，却一直在跟他保持距离。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这位国王决定反客为主。他盯着海莉，直接打出了一技之球，既然你也很享受，那为什么不再吻我一次？面对罗德里克的索吻，海莉一下子慌了神，她急忙解释自己已经尽力了，怎么还能提这种要求？见海莉反应这么大，这位国王立马开始装可怜，说自己只是开个玩笑，没想到会被拒绝的这么干脆。海莉果然心软了，还以为自己刚才的话伤到了他，结果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罗德里克又开始在那儿含糊其辞。这下海莉彻底豁出去了，既然你想要，那就给你好了。他直接俯身吻了上去，这一吻反倒把罗德里克给整懵了。海莉亲完才反应过来，指着他的鼻子大喊，你这家伙绝对是个狡猾的狐狸。罗德里克也不甘示弱，笑着调侃海莉是不是藏了尾巴，甚至还想亲自动手确认一下。海莉这下彻底炸毛了，一边尖叫一边推开他，可罗德里克却觉得他这副样子简直可爱到了极点。闹也闹够了，罗德里克突然收起了笑脸，他认真地喊着海莉的名字，眼神里全是深情。他说，我们再来一次吧，这一次我想确认一件事。海莉有些不知所措，小声问他到底要确认什么。罗德里克其实一直有个心结，他想弄清楚当初看到海莉流泪的时候，自己为什么会产生那种强烈的冲动。既然想不明白，那就直接用行动来寻找答案。他俯下身，彻底打破了最后的距离。海莉心里很清楚，面对这样的罗德里克，他根本没有办法拒绝。罗德里克低声呼唤着海莉，他的手已经开始不听使唤，甚至直白地承认自己现在只想乱来。海莉笑着调侃他太不正经，他却顺势握紧了那只手，说这只是自己的小手段，因为面对心爱的妻子，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气氛在这一刻彻底点燃，海莉能明显感觉到这次的吻和以往完全不同，那种急切和渴望让他整个人都快要融化了。这种失控的感觉还是头一次出现，这种吻法简直是在拼命。2人的手紧扣在一起，谁也不肯先松开。罗德里克终于停了下来，海莉低声问，这下你总该信了吧？罗德里克轻轻应了一声，他像个孩子一样靠在海莉肩头。原来在不知不觉中，这个女人已经变得如此特别，这份感情长得太快，快到连他自己都没察觉。现在的他已经彻底陷进去了，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海莉整个人都懵了。难道这么快就要进入下一步了吗？罗德里克突然开口，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酸味。他问，你就那么喜欢劳伦斯吗？这个名字一出现，空气瞬间凝固了。海莉自嘲地笑了笑，她说，那些过去的事总有一天会随风散去，就像现在的这份感情一样，早晚也会彻底翻篇。罗德里克轻轻松开了手，不想再继续逼他，只要他不觉得勉强，对他来说就足够了。这男人到底在想什么？明明已经吃醋到了极点，却还要装作大方的样子。罗德里克说自己可以等，但前提是海莉必须彻底忘掉那个男人，真正看清自己的心。既然还没准备好，那就先从最简单的开始。他主动伸出手臂让他枕着，还开玩笑说，如果连这点重量都受不了，那他这手里的剑也就白拿了。海莉还在找各种借口拒绝，罗德里克却一眼看穿了，他直白地承认，这不过是想让他靠近的借口，以后这种相处只会越来越多。罗德里克低声问，难道到现在你还是觉得不自在吗？这个问题让海莉彻底没话说了，虽然嘴上说着不介意，但当罗德里克的手搭在腰上，甚至连腿都压过来时，海莉还是彻底慌了。这哪里是睡觉，这分明是在考验他的定力。海莉心里很清楚，这个男人正在一步步靠近，但她却开始害怕了。万一哪天他突然变了心，那种被讨厌的感觉，她真的不想再经历第2次。与其被这样温柔对待，她反而更习惯冷漠。罗德里克一眼看穿了他的退缩，故意逗他说，话说到一半可不行，接着就开始闹腾起来。刚才那些沉重的心思被这一通胡闹全给搅散了。海莉笑着求饶，说自己早就忘了要说什么，气氛总算没那么僵了。罗德里克顺势把她搂进怀里，既然想不起来，那就这样睡吧，全当是给他的惩罚。谁让他先动了心呢？哪怕不知道这个女人在想什么，他也认栽了。既然是自己选的人，就算再难他也会负责到底。这下海莉
是真的没辙了。面对这样一个软硬兼施的男人，他那层厚厚的保护壳，怕是撑不了多久了。夜深人静，罗德里克倒是睡得挺香，可海莉却怎么也合不上眼，总觉得这屋子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古怪。窗外突然传来一阵怪响，听得人心里发毛。海莉本想去看看情况，结果却被罗德里克死死按住。这男人睡熟了力气还这么大，根本动弹不得，不仅被压得死死的，这家伙还在耳边吹气。海莉实在是忍无可忍，费了好大的劲，总算是一个翻身溜之大吉。本以为能清静一会儿，谁知道那团黑影又跟了上来，原来是缠着罗德里克的酒鬼冤魂。海莉没好气的让他赶紧滚蛋，可对方根本不听，嘴里还念叨着要喝酒。海莉这次是真的发火了，她冷冷的警告那个黑影，要是再敢缠着罗德里克，就让他彻底消失。这气场确实把对方给镇住了。等黑影一消失，海莉整个人直接瘫在地上。其实她心里虚的不行，刚才那些狠话全是装出来的，她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驱邪。作为一个连神都不信的萨满，她现在真的有点想家了。奶奶可没教过她，遇到这种超出能力范围的事，到底该怎么办？看着熟睡的罗德里克，海莉心里五味杂陈。虽然又怕又孤独，但为了能让他睡个好觉，她还是决定硬着头皮撑下去。毕竟这样平静的夜晚是每个人都该拥有的，哪怕代价是让他独自面对恐惧，他也认了。既然躲不掉，那就干脆主动出击。海莉决定先从最麻烦的事情下手，哪怕这只是个开始。可就在他动手的瞬间，一股阴冷的气息扑面而来。小精灵还没搞清楚状况，就看到海莉竟然在丝墙上的符咒。这下他彻底吓懵了，拼命大喊：“快住手！这结界要是毁了，那些脏东西可就全回来了。”果然话音刚落，四周瞬间被黑影包围，压抑的气息让人喘不过气。但海莉这次没有退缩，她受够了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既然麻烦非要找上门，那就彻底豁出去，正面硬刚到底。海莉已经没时间犹豫了，这些蛇灵拖得越久，怨气就会变得越重，必须趁现在彻底解决。谁能想到这东西动作这么快？难道真的来不及了？这恶心的怪物竟然想对陛下下手，绝对不能让他得逞，不准碰他！海莉这次是真的豁出去了，谁敢动陛下一下，他绝对会让对方付出代价。但这股力量明显不对劲，连旁边的小精灵都看傻了，这哪里是在救人，简直是在玩命！那种恶心的感觉挥之不去，场面已经彻底乱套了。海莉快醒醒，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出大事了！这小精灵竟然出手了，虽然嘴上喊着滑不溜秋抓不住，但他确实削弱了蛇灵的力量。局面终于有了转机，海莉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并不是孤军奋战，什么蛇不蛇的，不过是必须要克服的阴影罢了。既然要打，那就彻底把它碾碎，滚回你该去的地方，别想碰陛下一下。成了，这恶心的脏东西终于消失了。谁能想到他们两个竟然真的做到了？海莉看着眼前消散的红光，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辈子再也不想杀蛇了。连旁边的小精灵都快吐了，虽然他根本就没有胃，但那种恶心的感觉是真的。算了，天大的事也等睡醒再说吧。一夜过去，等海莉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竟然躺在罗德里克怀里，这气氛瞬间变得有点微妙。罗德里克温柔地问他睡得好不好，结果下一秒画风突变，能不能先把你的腿挪开？罗德里克一脸纳闷，明明自己睡得挺香，怎么海莉看起来状态这么差？他甚至开始胡思乱想，难道昨晚那个吻真的是自己强迫他的？结果海莉根本没想那些，她叹了口气，突然一脸严肃地提了个要求：陛下以后能不能别再杀蛇了？这要求让罗德里克直接愣住。原来昨晚的战斗给海莉留下了不小的阴影，既然非要处理这些脏东西，那为什么不找别人帮忙呢？海莉越说越兴奋，甚至连人选都帮他想好了。咱们不是还有杰德吗？这种麻烦事直接让他去处理不就好了？远在别处的杰德恐怕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最完美的背锅位。罗德里克无奈地笑了，这种离谱的要求他这辈子还是头一次听说。身为国王，他还有更棘手的事情要处理。严肃的朝堂之上，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有人提到了邓肯公爵的名字，这个名字一出现，罗德里克瞬间像变了个人。罗德里克这波嘲讽直接拉满，公爵那个没出息的儿子，在他眼里连个名字都不配有。他转过头问邓肯公爵：“说吧，你今天到底是来干嘛的？”邓肯公爵开始卖惨了，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王后的亲爹，结果想见女儿一面，竟然被吃了2次闭门羹。他觉得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甚至开始道德绑架，觉得妇女哪有隔夜仇，肯定是有人在中间使坏。就在这时，罗德里克一个手势，直接让他把剩下的话憋了回去。罗德里克的语气瞬间降到冰点，警告他说话注意点，别以为王后没主见，他不想见你，那是他自己的决定，谁也拦不住。邓肯公爵表面不敢吭声，心里却在疯狂咒骂。他觉得罗德里克就是在装傻，毕竟为了让女儿听话，他以前可没少下狠手。可现在的海莉早就不是他能掌控的傀儡了。罗德里克已经彻底没耐心了，他把话挑明了说：“我可没拦着你们父女见面，这种家务事你们自己回去解决，别在朝堂上丢人现眼。”他一边走一边觉得离谱，当爹的居然一点都不了解女儿，真搞不懂先辈们在防着邓肯家什么。在他眼里，这家人全是没用的草包。不过凡事总有例外，他看向窗外，那个小邓肯确实不太一样。罗德里克刚才那股冷劲儿瞬间没了，他赶紧喊了一句：“在那儿待着别动，我现在就下去找你。”罗德里克凑过来问：“这次又在嗑什么宝贝？”海莉头也不抬地说：“这可是能挡住恶灵的护身符。”看他这一脸认真的样子，罗德里克忍不住调侃说：“他还真是始终如一。”结果这姑娘居然当成了夸奖。
不过看这木头的成色，确实有点太寒碜了。罗德里克已经在盘算，得给他弄点顶级木材回来折腾。看他这一副哄小孩的语气，海莉可不乐意了，反手就是一个扎心提问：堂堂国王不去办公，居然在这儿看他玩闹。罗德里克开始抱怨说，刚才开会快被气炸了。海莉的亲爹邓肯公爵居然在那儿摆谱，不让他随便见自己的王后。海莉听完直接笑出了声，吐槽他亲爹今天肯定是疯了。这反应让罗德里克都看傻了，这姑娘真是越来越不按常理出牌。不过罗德里克也察觉到了，公爵表现的好像能吃死海莉一样，但这父女俩的关系怎么看都透着一股诡异，中间肯定有什么他不知道的秘密。海莉突然主动提议，干脆直接跟他父亲见一面，把话彻底说清楚。只要是罗德里克想要的，他什么都愿意配合。罗德里克一时间没反应过来，问他为什么要帮到这份上。海莉凑过来低声提醒，别忘了，我早就说过，你可以随便利用我。罗德里克突然拍案而起，语气里全是压不住的火气。他厉声质问海莉，难道刚才的话还没听明白吗？海莉却觉得莫名其妙，她说自己表现得这么冷淡，就是想让罗德里克看清楚，他只是个可以被利用的工具。这话一出，罗德里克更不高兴了，他根本不想听这种自轻自贱的话，更不想看他把自己当成筹码。海莉这下也犯了难，跟人相处真是比对付恶灵难多了，距离近了怕冒犯，远了又怕对方已经开始厌烦自己，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看着海莉闭口不言的样子，罗德里克只觉得一阵抓狂，这种无声的对抗才是最让他头疼的。罗德里克一屁股坐下，直接叫了海莉的名字。他说自己现在心情很差，问海莉打算怎么哄她。这理直气壮的样子把海莉都给整不会了。罗德里克翻起了旧账，说当初可是海莉先动的手。他反问海莉是不是也要生气，海莉低着头说生气倒不会，但心里肯定会有点难受。海莉犹豫了半天，最后小心翼翼地伸手轻轻拉住了他的衣袖，小声劝他别再生气了。听到这话，罗德里克像是被击中了一样，整个人直接瘫在了桌上。他无奈地感叹，真正让他没辙的人其实是海莉。看海莉还要继续道歉，他赶紧出声叫停，再说下去他可真要彻底投降了。罗德里克不想再这么耗下去了，他突然反手一拽，直接把海莉拉到了跟前。既然口口声声说要被利用，那就看看你到底能不能受得了。这一吻把所有的客套全给撕碎了。罗德里克坏笑着问他，这次难道也是我强迫你的吗？海莉这下彻底不知所措了，赶紧辩解说自己没那个意思。罗德里克却突然变得很认真，他说自己现在最在意的是海莉心里最真实的想法。海莉沉默了半天，最后才小声回了一句，虽然不觉得难受，但也没觉得有多好。海莉终于还是松口了，她说刚才那个吻其实感觉还挺好的。说完他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罗德里克笑着让他打住，别再继续难为自己了。他主动提起了刚才的不愉快，为自己说话没轻没重道歉。海莉却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明明是自己先发火的，他这么说纯粹是在体贴自己的感受。海莉也跟着道歉，承认自己虽然想帮忙，但确实把话说重了。既然误会已经解开，这件事就算翻篇了。罗德里克算是看明白了，以后想在吵架上赢过海莉，那是门都没有了。只要他往那一站，他心里那点火气瞬间就全灭了。既然气氛都到这了，他干脆开始得寸进尺。既然刚才承认了感觉不错，那以后是不是得定个规矩，比如每天亲一次怎么样？海莉这下彻底被整不会了，只能在那装聋作哑。罗德里克还不打算放过他，调侃说新婚燕尔的，当丈夫的居然要守活寡，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海莉捂住耳朵，假装什么都听不见。可罗德里克看着他这副样子，反而觉得更有趣了。桌上的报告让杰德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件事情越是深挖，冒出来的疑点就越多，看来必须得找外援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动静，杰德头也不抬的让人进来，显然他已经等候多时了。推门进来的正是劳伦斯，他没有任何废话，直接开门见山的问是不是为了王后的事情。罗德里克看到报告直接炸毛了，劳伦斯居然在盯着他的王后查。他冷冷地警告杰德，让那家伙小心点，别为了这点事把命丢了。杰德赶紧解释，这次调查范围非常广，从老师到厨师，甚至连断了联系的发小都问遍了，结果所有人的证词都一模一样。可最诡异的地方就在这，报告里写的那个女人跟他们现在见到的海莉完全就对不上号。劳伦斯甚至觉得奇怪，为什么大家会对这份报告有疑虑？因为在他眼里，海莉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罗德里克烦躁地摔下报告，如果所有证据都证明他没变，那现在这个让他捉摸不透的女人到底是谁？报告里写得清清楚楚，以前的他一周要做几次衣服，没事还喜欢哼个小曲，对家里更是乖乖听话，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木偶。罗德里克放下报告，盯着杰德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你真的觉得现在这个女人还是那个海莉吗？而此时的湖边，海莉正一个人呆在那儿，看起来像是在等什么人。亚瑟突然从水里冒出，轻声问他，今天是不是又在这里等我？海莉吓得赶紧让他小声点，毕竟不远处，可全是盯着他的眼睛。亚瑟笑着邀请海莉下水试试，海莉却一脸警惕，问他是不是专门勾引人的水鬼，到底用这种手段害了多少人。亚瑟听完直接笑出了声，说自己从不用这种低级手段。海莉没好气地骂了一句真恶心，结果亚瑟一现身，那股压迫感吓得他赶紧道歉。海莉这次来是想求他帮忙，亚瑟却根本不想搭理，觉得这话题
早就该结束了。海莉急得直说，如果不帮他，他真的会没命的。亚瑟问他是不是在担心罗德里克，海莉点点头，说他是个好人，不该落到那种下场。亚瑟冷笑着管罗德里克叫疯狗。他奇怪海莉怎么突然转了性，居然开始替那个男人说好话，难道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亚瑟问海莉跟罗德里克进展到哪一步了，海莉直接对了回去，说这是他的私事。亚瑟一眼就看穿了，断定这两个人还没那么亲密。他一边嘲讽罗德里克处境艰难，一边又觉得有意思，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品味居然跟那个男人挺像的。他夸海莉目前做得不错，让他继续保持。还没等海莉反应过来，他就这样凭空消失了。海莉忍不住吐槽，这家伙根本不是来帮忙的，纯粹就是跑来说风凉话。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罗德里克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冷冷地问他为什么非要来这里散步。海莉整个人都僵住了，刚才跟亚瑟的对话难道全被他听到了？罗德里克一露面就没好话，他盯着海莉说，要是再这么没完没了的往湖边跑，他干脆派人把这片湖给填平了。他嘴上说着是担心海莉，转头就夸奖杰德差事办得好。海莉心里跟刻了镜子似的，这哪是关心，分明就是派人全天候盯着他。罗德里克一边捏着他的脸，一边叮嘱他别再让人操心。海莉只能尴尬的打圆场，说他实在是想多了。其实罗德里克心里全是疑问，但他知道现在还不能撕破脸，否则只会把这个女人推得更远。于是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让海莉给他唱首歌。这可不是什么浪漫的邀约，而是一场致命的试探。海莉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说自己唱歌实在拿不出手，更不喜欢在别人面前表演。没想到海莉胆子越来越大，居然反过来让国王唱给他听，还一脸真诚地说自己会好好听。罗德里克被他逗笑了，甚至开玩笑问他要不要来当国王。海莉赶紧摇头，说这种累活还是他更合适。看着海莉灿烂的笑脸，罗德里克突然不想再去怀疑了，管他到底是谁，现在的气氛只适合一个深情的吻。这气氛一到，两人直接在草地上吻了起来。可怜了旁边那两个围观的，躲在草丛里看也不是，走也不是。海莉赶紧喊停，这大白天的还在户外，实在是有点太刺激了。罗德里克也意识到自己有点上头，赶紧道歉说下次会慢一点。海莉忍不住吐槽，刚才他确实有点太激进了。罗德里克表面上在整理头发，心里其实已经快要抓狂了。他只能强装镇定，问海莉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等罗德里克把人扶起来，海莉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刚才那个姿势坐久了，现在走起路来感觉腰都要折了。罗德里克想再走近点，海莉本来想牵个手就算乐，结果罗德里克直接上手搂住了腰，还霸道地说现在牵手已经太晚了。海莉沉思着，既然之前的计划全泡汤了，他决定干脆豁出去，直接开大招。他试探着问罗德里克今晚能不能去他的房间睡。这句话简直像个重磅炸弹，刚才还游刃有余的国王一下子就愣在原地。海莉这回是真豁出去了，居然主动提出要去罗德里克的卧室。这话一出，旁边的黛博拉连庆祝棋子都举好了。罗德里克显然也想歪了，海莉赶紧摆手解释说只是想进去随便看看，毕竟上次走得太匆忙。没想到罗德里克直接放话，以后想去哪都不用打报告。这下海莉的目的总算达到了，因为她的真正计划就是从搜查这间卧室开始。夜深人静，海莉终于要开始行动了。为了这次搜查，她恨不得把全身都贴满符咒，但真要这么干，估计还没进门就被当成疯子抓了。现在全靠手上这串珠子勉强给她壮胆。她总算摸到了房门口，可推开门缝一看，里面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虽然心里一直在打退堂鼓，但来都来了，只能硬着头皮往里闯。海莉一进屋就发现不对劲，这地方到处都是脏东西，真不知道罗德里克是怎么在这种环境里住下去的。但很快他就意识到，房间里的这些阴影只是表象。罗德里克正饶有兴致地盯着他，觉得这女人大半夜跑来参观，简直太有意思了。他走近问，看出什么名堂了吗？还没等海莉回话，手腕就被猛地拽住。罗德里克直接把海莉拉到了怀里，说要是这屋里放点宝贝，王后是不是就会天天往这跑了？海莉整个人都傻了，还没反应过来，对方就开始在耳边说些肉麻的话。他说为了迎接妻子，自己还特意打扮了一番，甚至调侃海莉比起看房间，是不是更应该多看看他。就在气氛最暧昧的时候，海莉却被桌上的东西吸引了，两个木雕上面竟然布满了裂纹。罗德里克笑着解释，说是最近日子不好过，木头没干透才裂开的，还说明天就让人全换了。但海莉却盯着裂缝，这根本不是木头的问题，而是罗德里克每天都在硬扛的证据。他却表现得毫不在意，甚至还开玩笑说要刻个新的。气氛突然就变了味，海莉盯着他问了一个扎心的问题，你这辈子是不是犯过什么大错？因为这种程度的折磨，简直就像是某种无法逃脱的惩罚。罗德里克这下彻底收起了笑容，他没有否认，只是淡淡的说这是一个难题，毕竟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人，谁敢说自己从来没做错过事？在他看来，所谓的王权就是这样，给了一个人好处，就必然会伤害到另一个人。罗德里克突然冒出一句，你是不是只喜欢好人？海莉听完直接笑场了，说自己可跟好人沾不上边。罗德里克觉得这太荒唐了，你到底干过什么坏事？赶紧老实交代。海莉终于开了口，说自己以前特别自私，只要日子过得不顺，就非要把错全怪在别人头上，哪怕知道对方也不容易，她还是只想让别人来迁就自己。
他自嘲说这种想法太幼稚。罗德里克却没说话，只是示意他继续往下说。海莉叹了口气，说最奇怪的是，后来他竟然开始觉得亏欠别人了。他说自己以前看过了太多苦难，心里满是怨恨和怜悯，那种感觉让他根本静不下心，甚至觉得自己因为太蠢才会被孤独折磨成那样。罗德里克听得有些入神，轻声问他是不是真的很孤独。海莉却只是淡淡的笑了笑，说只有指甲盖那么一点点吧，毕竟情绪这种东西终究只能靠自己消化。在他看来，如果把痛苦随便发泄给别人，那只会给自己积攒恶报，最后变成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但他盯着罗德里克看了很久，觉得他并不是那种无可救药的人。话刚说完，海莉就突然清醒了过来，自嘲是被这晚风吹糊涂了，才说了这么多无聊的废话。他想把话题带过去，可罗德里克却沉默了。这一刻，罗德里克感觉自己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他看着眼前的女人，意识到这才是他一直隐藏着的最真实的模样。罗德里克突然递过来2个木雕，说让他拿去玩，还顺带调侃了一句刚才还装得挺像，结果现在一看明明就很喜欢这些小玩意。罗德里克的语气变得很轻，这是能驱邪的守护神，说这东西能帮他赶走噩梦，哪怕只有一瞬间。他也想看到他卸下伪装的样子。海莉给其中一个起名叫海莉，罗德里克还是那副毒蛇的样子，问他是不是照着镜子刻的，怎么长得这么凶。但海莉并没有生气，他把另一个木雕命名为一仔。这一刻他不再开玩笑，而是对着手里的守护神暗自发誓，从今以后他要用自己的全部去守护罗德里克的身体和灵魂。罗德里克笑着吐槽，这木雕长得一点都不像你。但他紧接着话锋一转，说就算自己碎成2半，也绝对不会丢掉这个木雕，因为这上面刻着的可是他妻子的名字。这一句话让海莉彻底乱了阵脚，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竟然会产生这种奇怪的情绪，而罗德里克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局面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他总觉得海莉身上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寂寞。罗德里克突然凑近，甚至想打破之前定下的规矩。海莉赶紧提醒他，不是说好一天只能1次吗？没想到罗德里克直接耍起无赖，他说既然当时海莉没答应，那现在就还有谈判的空间。海莉忍不住感叹，这男人简直是个老狐狸。罗德里克开始调侃，想看看这只小狐狸的尾巴到底长到了什么程度。海莉当然不甘示弱，警告他要是再乱动，自己绝对会报复回去。可罗德里克不仅没收敛，反而说出更露骨的话，甚至感叹娶她回家真是明智。就在气氛最轻松的时候，罗德里克突然扣住了他的手，这一下让海莉彻底愣住了。他开始怀疑这男人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看着那张越来越近的脸，海莉只觉得一阵心烦。就在局面快要失控时，她直接一脚把这位尊贵的丈夫踹到了床边。罗德里克这下彻底老实了，一边揉着被踢疼的地方，一边笑着求饶，保证自己再也不敢乱来了。罗德里克还在半开玩笑，说别随便招惹他这种练过的人。可话没说完，他自己先察觉到了异样。在这个原本让他时刻防备的地方，他竟然破天荒地感到了困意。他轻声叮嘱海莉做个好梦，随后便彻底放松下来，陷入了沉睡。海莉感受着2人之间传递的温度，对他而言，这或许就是今天最好的报酬。看着已经睡熟的罗德里克，海莉终于松了一口气。她轻轻触碰着对方，确认他不会在半夜突然醒来，毕竟只有这个男人睡踏实了，他接下来的行动才不会被打扰。看着眼前这群阴魂不散的家伙，海莉表现得异常冷静。她甚至让想报仇的排好队，既然谁都不想和平离开，那就只能换个方式解决了。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邪灵发出了刺耳的笑声，他嘲讽海莉只是个可怜虫，根本不可能撑到最后。这种直击灵魂的压迫感确实让人有些猝不及防。邪灵最擅长寻找内心的弱点，一旦产生动摇，就会被他们彻底吞噬。但海莉很清楚，对付这些烂透了的家伙，绝对不能露出一丝胆怯。这一刻，海莉的眼神变得无比坚定。既然对方给脸不要脸，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想要彻底解决麻烦，就必须先夺走他们的心。眼前的这个家伙是目前遇到过最强的对手，光靠普通的符咒根本没法跟他硬碰硬。海莉很清楚，现在必须找到更有力量的东西。就在这时，桌上的那2个木雕引起了他的注意，邪灵还在一旁疯狂叫嚣，觉得海莉根本拿他没办法。海莉想起了罗德里克的话，这2个木雕是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的，对他来说，这是哪怕丢掉性命也绝对不会放手的宝贝。这份沉甸甸的感情，在这一刻成了海莉最强大的武器。他死死抓紧木雕，任凭邪灵如何嘲讽，都没有松开半分。既然这些怪物想找死，那就让他们见识一下只有海莉才知道的力量。随着一道强光爆发，局面彻底失控了。邪灵这下彻底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藏着这种杀招。刚才还嚣张的气焰，瞬间被紫色的光芒吞没。海莉冷冷地看着他，这可不是普通的木雕。废话到此为止。随着咒语落下，积蓄的力量彻底爆发，房间终于恢复了平静。海莉忍不住咳嗽了几声，虽然身体还有些虚弱，但她能感觉到自己确实变得越来越强了。刚才那场恶斗真是够呛，这种强度的对抗，一晚上来2次，谁也受不了。看着手里这个变得更丑的木雕，海莉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她小声道歉，毕竟自己终究不是真正的海莉，这种替代感让人有些喘不过气。罗德里克依然睡得很沉，完全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海莉静静地守在床边，明明危机已经解除了，可心里却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这种莫名的沉重感，到底是因为太累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让罗德里克意识到一件事：只要有王后在身边，他竟然在哪都能睡得这么香。看着旁边破烂不堪的木雕，他甚至开始怀疑，这玩意儿以前就这么破吗？没过几天，这位国王就找到了新的乐趣。他笑着对海莉说：“今晚打算回自己房间睡了。”海莉忍不住调侃：“您最近不是一直赖在我这吗？”这一句话直接让罗德里克破防了。看着眼前这个精力旺盛的男人，海莉心里五味杂陈。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都能活下来，他的生命力到底有多恐怖？罗德里克一脸担忧地凑过来，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怎么总感觉他弱不禁风的？难道是有什么治不好的老毛病吗？海莉根本舍不得让他一个人待着，每次看他要走，心里就莫名的一阵委屈，非要拉着他留下来不可。结果呢，这男人居然是在故意试探，就为了看他焦急的样子。海莉早就看穿了他的小把戏，这种话听听就算乐，谁当真谁就输了。罗德里克笑着调侃说：“王后现在越来越聪明了。”他甚至故意挑衅，如果不喜欢，大可以现在就把他推开。可海莉心里清楚，他根本就不想推开。看着身边这个越来越依赖自己的男人，海莉陷入了纠结。她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安心，更不知道那些被隐藏的真相。这种偷来的幸福真的能长久吗？没人知道，海莉一直在暗中守护着国王，那些缠绕在罗德里克身上的脏东西，全都被他一个接一个的清理干净了。表面上，两人还是像往常一样说笑。罗德里克一边摆弄着手里的木头，一边吐槽海莉的审美，难道这次又要刻一个更丑的怪物出来吗？海莉笑着调侃说：“他是不是已经被自己传染了？”罗德里克嘴上说着受不了这种重口味，心里却被这一大早的甜蜜给填满了。看着海莉专注的样子，罗德里克突然安静了下来。这种平和又寂静的氛围，让他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触动。这哪里是什么审美的问题？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彻底陷进这个女人的世界里了。宫里的人都在背后嚼舌根，说王后这脾气真是够倔的。明明国王最讨厌那个狐，他却偏偏天天往那儿跑。黛博拉实在听不下去了，直接出面呵斥了这群多嘴的女仆。可谁也没想到，海莉其实是在等幽灵亚瑟现身，结果等了半天，那家伙居然连个影子都没有。难道是上次被自己吓跑了？这也太不讲信用了。海莉正打算打道回府去趟档案室，黛博拉却突然停住了脚步，整个人瞬间进入了戒备状态。谁能想到劳伦斯居然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海莉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赶紧离开这里。可越是焦急，双腿就越是不听使唤。劳伦斯不仅没有停下，甚至还敢直呼王后的名讳，这简直是太放肆了。关键时刻，黛博拉直接挡在了前面，厉声呵斥这个无理的男人，气氛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海莉轻轻拍了拍黛博拉，示意她不用担心，既然躲不掉，那就只能正面交锋了。谁能想到，堂堂劳伦斯竟然会这么卑微？他彻底放下了所有的骄傲，只求海莉能给他一点时间。湖边安静的有些压抑，劳伦斯终于开口了，说有个问题一定要问清楚。海莉没有拒绝，想看看他到底想说什么。看着劳伦斯那副认真的样子，海莉心里却乱成了一团。这种深情的目光本该属于真正的海莉，而不是现在的自己。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总觉得自己像个小偷，正心安理得的偷走别人的人生。就在这时，劳伦斯突然提到了那场意外。他问海莉，大婚前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明明答应过要守护她的幸福，结果却眼睁睁看着悲剧发生。海莉听不下去了，她冷冷地打断了劳伦斯，说那天发生的一切只是个意外，让他不要再自作多情。为了让这个男人彻底死心，海莉甚至说出了最狠的话。她说两人的关系早就断了。劳伦斯却突然凑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问，既然你这么决绝，那为什么现在又在流泪呢？海莉现在根本没法面对劳伦斯，只能在众人的呼喊声中狼狈地逃离现场。海莉心里五味杂陈，这种深厚到让人窒息的感情是她从未体验过的，可这份爱对现在的她来说实在太沉重了。本以为逃回宫殿就能清静，谁知道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罗德里克早就坐在那里等着了，他一开口就让海莉脊背发凉。原来今天发生的一切根本就瞒不过他的眼睛，这种感觉就像是已经躺在了案板上，只能任由对方宰割。罗德里克直接摊牌，问海莉是不是打算一直瞒下去。在他眼里，私下见前任就是背叛，这下他是真的要气炸了。杰德带来的消息，海莉竟然在湖边私会劳伦斯，这劳伦斯到底有没有把国王放在眼里，居然敢在皇宫里公然挖墙脚。当听到劳伦斯说要以骑士身份一辈子守护海莉，罗德里克彻底破防了，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挑衅。他现在只想把一切都砸烂。杰德在一旁直叹气，摊上这么个恋爱脑国王，日子是真的没法过了。罗德里克现在满脑子都是海莉到底有没有为那个男人流泪。虽然听说是海莉先甩的人，但他心里这股无名火怎么都压不下去。在他看来，海莉那副梨花带雨的样子只会让劳伦斯更加念念不忘。他甚至开始后悔当初在狩猎大赛上就该直接把那个隐患给解决掉。饭桌上的气氛降到了冰点，罗德里克直接扣上一顶出轨的帽子，还毒舌的嘲讽海莉哭起来太难看。这下海莉是真的委屈到了极点，明明是他在步步紧逼。海莉忍不住翻起旧账，当初明明答应过不会催促，结果罗德里克一边帮他切肉，一边冷冷地回了一句，不催你不代表能看着你吃回头草。就在海莉准备反击，提醒他曾经说过不在乎的时候，罗德里克手里的刀叉突然停住了。罗德里克还在纠结过去，他死死盯着海莉，非要问个清楚，问他是不是还对那个人有感觉。
海莉还没来得及说话，就看罗德里克在那疯狂切肉，明明心里酸的要命，手上的动作倒是挺诚实，这种一边发火一边照顾人的样子，把海莉都给整不会了。罗德里克一边碎碎念，一边把切好的肉递到海莉面前。海莉看着这盘愤怒的牛排，憋了半天，最后还是没忍住笑出了声。他赶紧趁机解释，自己真的没想过会遇到前任。罗德里克这下总算听进去了，他伸手捏了捏海莉的脸，让她别再摆出那副委屈样。罗德里克最后还是心软了，他承认自己根本赢不了海莉，刚才那点小脾气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想安安静静吃顿饭。结果下一道菜刚端上来，气氛又变得诡异了。看着盘子里热气腾腾的蜗牛，海莉实在是下不去嘴，这玩意儿在山里见多了，现在看着就反胃。这下轮到杰德崩溃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毕竟调查报告上白纸黑字写着，王后最爱吃的就是蜗牛。看着杰德在那儿委屈得要命，海莉赶紧违心的改口说爱吃，罗德里克却彻底忍不下去了，直接让人把这盘菜连同这个哭哭啼啼的下属全都给抬出去。杰德最后还是被强行拖走了，海莉心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回想这一整天被3个男人轮番折腾，真是倒霉透了。走在回房的路上，罗德里克还在关心他吃没吃饱，海莉只能敷衍的点点头，他现在只想赶紧回屋，一个人静静的待会儿。谁知道罗德里克突然开口说今晚想去他的房间睡。海莉脑子转得飞快，直接来了一招反向操作，既然你喜欢我的房间，那你就去睡吧，我回你房间睡。这下把罗德里克都给整不会了，他没想到海莉能拒绝的这么有创意，甚至怀疑海莉是在报复他。眼看海莉又要开始沉默，罗德里克彻底没招了，他直接往海莉肩膀上一靠，开始撒娇耍赖，说没他陪着根本睡不着。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海莉还能怎么办？只能任由这个粘人的家伙跟着自己回房了。罗德里克还在那儿找台阶下，非说今晚留下来是对海莉不忠的惩罚，这种借口找的连他自己都觉得丢人。海莉听了不但没生气，反而笑得特别灿烂。他说哪有惩罚是这么暖和的？看着海莉那副得意的样子，罗德里克彻底没脾气了，他只能无奈的捂住脸，这女人绝对是故意的，仗着自己被宠坏了，简直把他拿捏得死死的。谁能想到刚才还在撒娇的罗德里克突然就变了个人，海莉还没反应过来，对方已经顺势靠了过来。在这空旷的长廊里，所有的顾虑都成了多余，这一吻下去，之前的那些争吵和试探全都变得不重要了。这一吻简直要把人彻底融化，海莉甚至觉得自己快要被这种窒息感吞没了。可就在最关键的时候，罗德里克突然停了下来，他说今晚还是分开睡比较好。他走得非常干脆，甚至有点落荒而逃的意思，因为再待下去他真的要失控了。看着紧闭的大门，海莉一个人愣在原地，虽然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很乱，但感受着残留的余温，这似乎并不是一个糟糕的结局。听说那位消失很久的王后终于肯露面了，大家都觉得她是个好捏的软柿子，甚至还想把她当成提线木偶。可谁能想到，海莉笑着说要把这些计划全都原封不动地告诉国王，这招简直是杀人诛心，就连身边的黛博拉都看傻了。这哪是什么温室里的花朵，这分明是扮猪吃老虎，比谁都要难对付。就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闯了进来，邓肯公爵冷着脸出现在门口。他一开口就想摆出父亲的架势，但他显然还没搞清楚状况。现在的海莉早就不是那个任他摆布的傀儡了。面对邓肯公爵提出的无理要求，海莉不仅没打算帮忙，反而直接把话顶了回去。他说既然大家都是成年人，自己的烂摊子就该自己去收拾。这番话简直是当众打脸。邓肯公爵怎么也没想到亲生女儿竟然敢这么跟他说话。海莉示意所有人退下，空荡荡的大厅里只剩下这对父女，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邓肯公爵还在那儿跳脚，觉得是国王在背后搞鬼，可海莉却冷冷地回了一句别猜了，这全是我自己的主意。眼看女儿不听使唤，邓肯公爵开始拿家族大义来压人，甚至质问是谁给了他现在的地位。在他心里，女儿不过是家族的一件工具，可他哪里知道真正的海莉早就已经不在了。现在的海莉看着这个自私的男人，说出了最残忍的真相，是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海莉直接下了逐客令，甚至要求他下次来的先预约，这让邓肯公爵彻底破防了。他丢下一句狠话，说家族要是玩乐，他也别想好过。看着这个利欲熏心的男人，海莉察觉到了某种危险的气息，他破天荒地给了对方一个忠告，如果不收手，以后后悔的只会是他自己。邓肯公爵冷哼一声，甩手离去。等人走远了，海莉才意识到自己说多了，有些不该泄露的秘密，差点就脱口而出。转头到了森林里，罗德里克早就等在那儿了，他笑着调侃，听说某人今天发了好大的火。海莉嘴硬不肯承认，说自己根本就没生气。罗德里克也不拆穿，只是默默递过去一把刚摘的果子。这气氛倒是比刚才轻松多了。邓肯公爵留下的那句狠话，听着简直像个诅咒，连罗德里克都忍不住调侃，说公爵这回怕是气得不轻。当被问到是不是讨厌父亲时，海莉表现得异常冷淡。他说自己对那个男人没兴趣，其实提起那个所谓的家，只会让他想起被抛弃的滋味。罗德里克一直盯着他看，他发现海莉很擅长打太极，总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来掩饰真心。他干脆直接摊牌，说自己对他真的很感兴趣。他递过来一把红浆果，眼神里透着一种不容拒绝的探究。他想让海莉放下手里的活，多陪他聊聊天。他很想知道，剥开这层伪装，这位王后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罗德里克嘴上说着是带他来看点喜欢的，结果
却是爬不完的长楼梯。海莉心里直犯嘀咕，这男人绝对是在画大饼。路上，罗德里克还不忘揭短，提起海莉之前偷看家谱的事，甚至笑话她连字都认不全。海莉赶紧找借口掩饰，说自己只是好奇，为什么开国皇帝要在城堡里酿酒。说话间，两人总算到了地方。罗德里克开始讲起那些古老传说，说这片森林其实是一座神龛，专门为了守护王室的血脉。走廊尽头挂着那位传奇人物的画像，开国之君亚瑟，那个被圣剑眷顾的少年。看着墙上的恩爱画像，罗德里克也想凑个热闹，提议两人也去画一张，结果被海莉一口回绝。气氛刚有点尴尬，海莉赶紧换个话题，盯着罗德里克的画像，忍不住笑出了声。这一笑反倒让罗德里克当真了，还以为是在夸他本人更好看，结果转头一看，海莉盯着别的男人画像，眼睛都快挪不开了。这下罗德里克彻底成了醋坛子，语气都变得不对劲了。可海莉根本没心思哄他，盯着画像里的亚瑟，终于跟传闻对上号了。原来这家伙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变态国王。亚瑟这家伙死了都不忘显摆自己的魅力，明明快40岁才领的盒饭，非要维持这副少年模样。原来灵魂的样子，全看死前那一刻在想什么，执念深的成了怨灵，心怀理想的才能打破规则。海莉本以为既然是守护神，多少能帮点忙，谁知亚瑟突然变了脸，语气瞬间冷了下来。死人干涉活人的世界，那是绝对的禁忌。他甚至直接警告海莉，别在没意义的事情上浪费力气，看多了死人的东西可是会没命的。换做别人早就吓坏了，可海莉不仅没怕，反而开启了吐槽模式，对着这位开国君主一顿输出，直言哪有祖先会害后代的。他越说越起劲，甚至把那段黑历史也翻了出来，指责亚瑟这个变态小国王竟然连后辈的妻子都不放过。亚瑟听完不仅没生气，反而露出了玩味的笑容。他提醒海莉搞清楚辈分，既然知道他是谁，就该老老实实叫声老祖宗。这下轮到海莉愣住了，本想站在道德制高点，结果对方直接用辈分把他压得死死的。西部边境传来了急报，本以为已经平息的叛乱，竟然再次爆发了伏击，议事厅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罗德里克虽然稳住了局势，但那些虎视眈眈的贵族显然不打算放过这个机会。他们言辞犀利，指责指挥官办事不力，甚至直接要求撤职查办。这盆脏水扣的是又准又狠。罗德里克坐在一旁冷眼旁观，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帮老狐狸哪是在关心边境，分明是想把自己的草包儿子塞进去。面对这群人的步步紧逼，罗德里克并没有急着表态，他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等拿到详细报告再说。杰德还在那儿表忠心，觉得没了他谁来保护国王。他甚至把海莉当成了压制罗德里克失控的唯一筹码。可他万万没想到，罗德里克已经在古籍里翻到了历代国王留下的密信，不要相信邓肯。原来邓肯家族的根一直都在西边的叛乱势力里，他们拼了命想拿回兵权，根本不是为了守护国家，而是为了当年的复兴计划。罗德里克合上书，心里越发觉得不对劲。邓肯家族那股消失已久的力量，真的彻底断绝了吗？他很清楚，西部边境绝不能落在邓肯公爵手里。书上那句不要相信邓肯，像是一道催命符，时刻提醒他危险就在身边。他直接命令杰德去传唤埃德加，如果对方赶不来，就直接强行带走。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海莉兴冲冲地跑了过来，手里还拿着那个神秘的木偶礼物，说是要找个完美的地方放好。看着海莉天真的笑脸，罗德里克眼里的冰冷散去了一些。海莉甚至主动提出要留下来过夜，本来气氛正到好处，海莉却突然伸手推开了罗德里克，大喊着自己来这儿可不是为了做这种事。罗德里克却不打算放过他，既然不是为了这个，那大半夜跑进丈夫房间又是为了什么？他步步紧逼，问海莉是讨厌自己还是在害怕什么？海莉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只觉得现在的姿势太尴尬。罗德里克却低声笑了，说真正坐立难安的人其实是他自己，他怎么可能不被影响？他轻轻捧起海莉的脸，只想要一个吻。这下海莉再也找不出拒绝的理由了。罗德里克轻笑着调侃说，他虽然吻得生疏，但这份真诚倒是一点不假。海莉有些不服气，问他是不是在笑话自己，结果罗德里克却低声回了一句，是因为喜欢才笑的。在他眼里，现在的海莉就像一只小猫，终于肯对他放下戒备了。可还没等他温存够，海莉就直接钻进被窝，嚷嚷着要睡觉。这反差让罗德里克哭笑不得，虽然无奈，但觉得这样也不错。可谁能想到，等他再次伸手去摸索时，身边竟然空空如也。海莉到底去哪了？深夜里，海莉一个人坐在地板上，对着空气自言自语，说对方一定也很寂寞吧。可他没发现，罗德里克其实早就醒了。这一声质问把海莉吓得不轻，他赶紧道歉，随口编了个理由，说自己只是在冥想。大半夜在地板上冥想，罗德里克显然不信，他直接走下床，一把将海莉抱了起来，责怪他不爱惜身体。他命令海莉赶紧睡觉，有什么事等天亮再说。那个孩子的怨灵还在游荡，他觉得所有人都骗了他，没人帮他也没人爱他，这种饥饿和孤独最后全变成了要报复的恨意。罗德里克看着海莉，其实他心里清清楚楚，他在想自己还能装傻多久，还要看海莉撒谎到什么时候。第二天，海莉对着一堆烦心事发愁，昨晚的驱魔又失败了，她觉得自己这段时间简直是一事无成。看着旁边的小精灵，海莉忍不住抱怨，问他是不是也跟自己一样，整天就知道偷懒。小精灵却理直气壮地反驳，说自己忙得很。海莉这下更郁闷了，连个小家伙都比他勤快，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海莉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原主跳河的那个地方，
就在京城的神殿附近，他想去那里办个仪式，但出门得先拿个许可才行。说干就干，他正打算去找罗德里克，结果刚一开门，人居然就站在门口，这时机准得让他吓了一跳。罗德里克笑着问他是不是专门来找自己的。他原本正打算请海莉去吃饭，顺便再谈点别的事。他带着海莉边走边聊，还神神秘秘地说待会儿要给他介绍一个人，到底是谁，能让罗德里克亲自引荐。海莉趁着气氛不错，试探着提出想出宫走走。罗德里克倒也大方，问他到底想去哪。海莉犹豫了半天，最后小声说想去神殿。结果这话一出，罗德里克整个人都变了。他一把抓住海莉，语气变得冷冰冰的，问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好糊弄，居然编出祈祷这种借口。神殿旁边的那条河，就是海莉当初跳下去的地方。罗德里克心里很清楚，他根本就不信神，这下麻烦大了。海莉的谎言被当场拆穿，局面彻底失控了。罗德里克这回是真的火了，他直接放话，要是海莉再敢提那条河，他就让人把整条河都填平。海莉怎么解释都没用，罗德里克根本不听，让他见好就收，别真的把他给惹毛了。就在气氛僵到极点的时候，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出现了，他手里拿着书，正不紧不慢地朝这边走来。海莉一下子定在原地，这人长得跟罗德里克也太像了，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到底是谁？埃德加微笑着问，是不是哪里不对劲？罗德里克走过来介绍说，这是我的亲弟弟埃德加王子。原来是亲兄弟，难怪长得一模一样。但海莉总觉得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他。埃德加礼貌地感叹，王后果然跟传闻中一样迷人，哥哥为了夸你，嘴皮子都要磨破了。罗德里克却一脸严肃，我总担心有人会把你抢走，这种日子真是一秒钟都过不下去。罗德里克又在显摆了，对着亲弟弟大秀恩爱，说这就是娶了漂亮老婆的烦恼。海莉被闹得没说话，这顿饭还让不让人好好吃了。罗德里克还没闹够，甚至还要亲手帮海莉切菜，这宠溺劲儿真是没谁了。埃德加突然提议让海莉直接叫他的名字，海莉赶紧岔开话题，问起他在国外留学的事。埃德加表面上在吃饭，其实早就看穿了一切。海莉比他预想的要大方得多，早在当年的成人礼上，他就已经见过他了。埃德加说自己以前到处跑，美其名曰是搞研究，其实就是想把担子都甩给哥哥，自己好落个清净。海莉听了心里直冒酸水，她也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哪里都行，只要能自由自在。海莉刚露出向往的神情，罗德里克立马变脸，说这种眼神没用，不准去就是不准去。结果他话锋一转，下次要去那个废弃神庙，必须带上他一起，只有亲自陪着他才放心。海莉这下犯难了，他本想一个人偷偷过去，试着召唤原主的灵魂，要是国王一直跟着，这计划可就彻底泡汤了。罗德里克现在根本听不进解释，他觉得海莉简直不可理喻，这种状态让他怎么放心？海莉急得不行，发誓绝不再做任何危险的事，更不会威胁到王位。结果罗德里克一句话把他堵死，你是不害别人，但你害起自己来可一点不犹豫。埃德加在旁边想打个圆场，说偶尔一个人出去散心也没什么。罗德里克直接炸毛了，让他闭嘴，别在这儿瞎掺和。吵归吵，罗德里克突然端出一大盘奢华甜点，这阵仗简直太夸张了。他一边让海莉多吃点好长个子，一边又说不想吃也别勉强，这别扭的关心真是让人没法接话。埃德加在一旁看着，笑得意味深长。此时的皇宫外面，关于他的传闻已经满天飞了。失踪已久的王子突然回来，这王位到底还稳不稳？所有人都在等着看这场好戏要怎么收场。身边的人都在嚼舌根，觉得国王把亲弟弟留在身边是为了找机会除掉他。海莉听不下去，她相信罗德里克绝不是这种人，但这就是王室的悲哀，为了那个位子，亲兄弟也得天各一方。当国王的人注定是孤独的。3天后，所有的质疑都有了答案。罗德里克当众宣布任命埃德加为西境守备队司令官，作为他的代理人去镇守边疆。埃德加低头领命，这一步棋走得实在太大胆，他不仅成了国王最信任的盾牌，也成了众矢之的。要知道，这个职位可是邓肯公爵盯了很久的香饽饽。罗德里克这么做，等于是公开跟老臣宣战了。这下王宫里的局势，怕是要彻底变天了。邓肯公爵这下是真气炸了，到手的肥差就这么飞了，还得当众装样子喊口号，这滋味肯定不好受。罗德里克倒是一脸淡定，直接宣布宴会开始，表面上歌舞升平，背地里其实全是算计。海莉看着热闹的人群出神，罗德里克突然凑过来问他在看什么。海莉直言不讳，觉得他们两兄弟的性格简直是天差地别。罗德里克笑了笑，说埃德加从小就是个书呆子，跟他这种动手的完全不一样。海莉打趣说，那你这是在承认自己讨厌读书吗？玩笑归玩笑，既然埃德加更适合拿笔，为什么偏偏派他去守边疆，让一个文弱书生去最危险的地方？罗德里克到底是在保护他，还是有别的打算？罗德里克看着海莉，语气里满是不悦。邓肯公爵想让他儿子去接管西境军队，这事儿我绝不同意。海莉听完心里更乱了，她觉得埃德加是在替王室受罪，这日子过得实在太累。她忍不住问，公爵为什么非要把儿子送去那种地方？罗德里克一脸无奈，你在那个家住了21年，难道对自己家里的事真的一点都不关心？他轻轻撩起海莉的长发，终于捅破了那个秘密。这发色这长相全都是邓肯家族特有的标志，而这个血脉其实起源于国外的戴蒙帝国。那些在西境边境闹事的叛军，正是戴蒙帝国的余孽。换句话说，他们是这个国家真正的死对头。海莉这下彻底明白了，原来自己引以为傲的家族，竟然是丈夫最大的敌人。
罗德里克这哪是在参加宴会，简直是在给海莉开小灶。他挨个点名那些道貌岸然的贵族，谁是笑面虎，谁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聊到费曼伯爵时，罗德里克直接拆穿了对方的底牌。原来这人背地里找海莉要过投资，结果被海莉反手一个汇报国王，给吓得够呛。罗德里克忍不住调侃，自家王后这借刀杀人的本事竟是越来越厉害了。他觉得两个人联手整人，可比单打独斗有意思多了。接着他压低声音，又爆了个更大的猛料：费曼伯爵不仅快破产了，私生活还乱得一塌糊涂，甚至连他老婆都想离婚了。罗德里克故意逗他，问他觉得没钱和出轨哪个更不能忍。海莉想都没想，直接回了一句：两个都让人恶心。罗德里克这波表白简直无敌，他说自己不仅有钱还专一，让海莉放100个心，这谁听了能不迷糊？海莉感动的不行，直言能嫁给陛下真是太走运了。可温馨的气氛还没维持多久，他突然想起一个致命的问题：既然邓肯公爵是死对头，罗德里克为什么要透露这么多机密？这不明摆着把把柄往他手里送吗？万一他转身去告密怎么办？没想到罗德里克根本不在乎，他甚至主动握住海莉的手，一脸坏笑的挑衅，想去告密就尽管去。但他心里早就吃准了，海莉绝对不会背叛自己。这种被完全看穿又被信任的感觉，让海莉彻底放下了戒备。他能感觉到对方手心的温度，那种暖意直接传到了心里。这一刻他已经做出了选择，刚才还在贪恋那份温柔，转头海莉就开始独自拼命了。深夜的王宫里，他正进行着一场危险的博弈，手里的符咒散发出诡异的光，这种力量显然不好控制。海莉疼得差点没站稳，他知道自己今天确实有点透支了，但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只要能把这股力量压制住，结界就能成功布置好。为了这一刻，他已经死撑了很久。他回头看了一眼床上的罗德里克，他正睡得安稳，完全不知道为了守护这份平静，海莉到底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只要能保住他的安全，这一切对海莉来说都值了。皇室的出发仪式正式开始，全场气氛庄重，可海莉却在人群里发现了一个长相扎眼的生面孔。听说是埃德加留学时的死党，这异国他乡的气质确实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结果罗德里克瞬间醋意大发，直接凑到海莉耳边警告，不许再看别的男人，这占有欲简直没谁了。面对海莉的吐槽，他不仅不收敛，还厚着脸皮自认是野兽，非要当众秀一把恩爱。结果旁边的杰德实在听不下去，当场拆台纠正，说陛下的中间名是掠夺者，场面一度非常尴尬。不过玩笑归玩笑，罗德里克把埃德加送往西方，表面上是外派任务，实际上是在给王室留最后的火种。这一报比任何千言万语都沉重，他在埃德加耳边低声叮嘱，这不是去送死，而是为了活下去。万一哪天王城真的变了天，罗德里克出了什么意外，拥有王室血统的埃德加就是最后能回来翻盘的人。海莉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她终于看清了现在的局势，眼前的平静全都是假象，真正的风暴早就已经逼到家门口了。看着埃德加远去的背影，没人知道这次分别究竟是暂时的避难，还是最后的永别。海莉心里乱成一团，她不停地问自己，到底能不能撑下去。就在她快要崩溃的时候，罗德里克突然出现，一记摸头杀，直接把她从混乱中拉了回来。只要能护住这个男人，再苦再累他也认了。为了不让他察觉异样，海莉只能把所有的压力全都藏进心底。入夜后，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每天的驱邪仪式不能断，今晚还要加上更耗精力的结界。罗德里克推门进来的时候，海莉正忙着藏起手里的符咒。面对他的调侃和撒娇，海莉只能笑着打马虎眼。没人知道，这份看似轻松的甜蜜背后，是他在独自对抗那些看不见的脏东西。罗德里克还在打趣，问海莉为什么非要赖在他房间。海莉一边笑着应付，一边在心里盘算着结界的事。可就在推开门的一瞬间，所有的轻松彻底消失，眼前的景象让他完全没法接受。明明已经清理干净了，为什么这些脏东西全回来了，而且比之前还要疯狂，简直就像从来没被驱逐过一样。海莉还没想明白，身体就先出了状况，这下全场都炸锅了。看着她难受的样子，杰德和黛博拉的脑洞已经开到了天边。怀孕、孕吐，这误会可闹大了。罗德里克气得想打人，这群家伙到底在想什么？偏偏吉米还在火上浇油，非要讲什么概率问题。罗德里克彻底破防，直接把这群人全轰了出去。此时的海莉正被一团诡异的黑影彻底包围，明明早上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样？看着眼前失控的一切，海莉的心态彻底崩了。难道之前的努力全都要白费了吗？这种无力感让他几乎要放弃挣扎。罗德里克终于赶了过来，可眼前的景象让他也慌了，木雕竟然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裂痕。他不停地道歉，可这道深深的裂痕已经没法装作看不见。海莉嘴上说着没关系，可谁都能看出来他现在的状态有多糟糕。罗德里克心疼坏了，哪怕这东西化成灰，他也会把它当成宝贝。看着散落一地的碎片，海莉觉得自己特别没用，连这点心意都守不住。罗德里克死死抓着残骸，这不只是一个木雕，这是海莉所有的真心，也是他最赤诚的祈祷，绝不能就这样结束。罗德里克还在不停地安慰，说他会永远珍惜这份心意。可海莉现在的状态明显已经到了极限，他强撑着说自己没事，一点都不疼，可这种话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罗德里克小心翼翼地守着他，他希望海莉能说出真相，哪怕是一句真心的抱怨也好。可海莉只是摇摇头，说自己只是太累了。看着他沉沉睡去，罗德里克心里很清楚，他在撒谎，这个谎言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他不知道，但他绝不会让海莉独自面对。海莉心里很清楚，她的生活注定不会太平，既然躲不掉，那就认了。但这并不代表她会任由世界欺负这个男人。看着熟睡的罗德里克，海莉开始怀疑自己留下来到底是为了救他，还是为了成全自己的私心。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命中注定，所有的路都是自己选的。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那就彻底豁出去了。无论这条路还有多远，只要他还能动，就一定会走到底。谁说他是赤手空拳在战斗？只要意志足够坚定，再邪恶的东西也得退散。这股力量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有的。曾经的伊仔就像是在荒漠里独自流浪，没有方向，也没有终点，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他比谁都清楚。黑影发出了嘲笑，问他是不是疯了，竟然想凭一己之力保护国王。海莉没有退缩，因为他手里握着的是永不动摇的人类之心，这在怪物眼里不过是沙漠里的海市蜃楼，看着美好，其实全是幻觉。再往前走一步，可能就是万丈深渊。但海莉已经顾不上这些了，黑影还在疯狂叫嚣，预言国王必死无疑，甚至连海莉也难逃一死。这种诅咒就像毒药，想要彻底摧毁海莉的意志。海莉心里比谁都清楚，理智告诉她，再往前走就是死路一条，可她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心，总是忍不住想要靠近那个男人，哪怕被撞得头破血流，哪怕这份感情根本没有结果，她也没法停下脚步，因为在这一刻，罗德里克就是她唯一的方向。谁能想到，这一觉醒来，天都要塌了。罗德里克本来以为海莉只是睡得太沉，可等他凑近一看，整个人都僵住了。这哪里是在睡觉？海莉满身是血，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罗德里克彻底疯了，拼命大喊让人叫医生，可看海莉这个样子，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医生们急匆匆赶来，可检查完之后，所有人都沉默了。罗德里克急得要杀人，追问到底是生病还是中毒，结果医生的回答简直是见鬼了。医生说海莉身体非常健康，但生命力却在莫名消失，这种怪事根本没法用常理解释。罗德里克这下彻底懵了，看着昏迷不醒的海莉，他第一次觉得这个枕边人竟然如此陌生。海莉，你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就在罗德里克快要崩溃的时候，海莉竟然慢悠悠的醒了。她看着围了一屋子的人，还以为自己只是睡了个懒觉。其实海莉心里正得意呢，她昨晚拼了命用掉所有符咒，总算把那些脏东西清理了一半，还顺便给罗德里克开了保护罩。可罗德里克整个人都麻了，海莉明明虚弱的不行，嘴角竟然还挂着一丝笑意，这画面怎么看怎么诡异。罗德里克根本不知道这些，他只看到海莉满身是血，更离谱的是，他发现自己身上竟然也全是血。海莉这下也懵了，他明明保护好了罗德里克，这血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闹了半天竟然是虚惊一场。罗德里克发现那其实是海莉流的鼻血，他死死抓着海莉的手，整个人都在打颤。海莉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他知道罗德里克吓坏了，现在他只想赶紧逃回房间。他试探着想自己离开，可罗德里克根本不放手，他低着头，声音听起来既疲惫又执着。他说至少这一步一定要送他回去。看着海莉被送回房间，管家和女仆心里都不是滋味。罗德里克一言不发，那副凝重的样子让走廊里的空气都快凝固了。刚进屋，小精灵就急得跳脚，还以为是国王把海莉怎么了。海莉这会儿也是郁闷到家了，怎么偏偏又在他怀里晕了过去？罗德里克守在床边，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担心，可旁边的小精灵已经气炸了，恨不得当场把这男人给撕了。罗德里克轻轻拨开海莉的头发，低声说：“现在只有他们两个了。”这种温柔反而让气氛变得更加压抑。罗德里克俯下身子，一遍又一遍地追问：“到底哪里疼？”一定要海莉说句实话。他说他想保护她，想站在她这一边一起战斗。这种毫无保留的温柔，反而让海莉心里更不是滋味。她昨晚拼了命才护住这个男人，结果一睁眼就要面对这种让人窒息的关心。她讨厌现在的自己，明明真相就在嘴边，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这种没法坦诚的感觉，让她自己都觉得恶心。海莉的情绪彻底崩了，她大声质问罗德里克：“为什么要为他这种人去拼命？”她觉得自己根本不值得被这样对待。她觉得罗德里克也一样，只是想看透他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那些从小到大被所有人嫌弃咒骂的过去，像噩梦一样缠着他。他拒绝了所有的关心，甚至叫罗德里克别再白费力气，因为在他眼里，没人能真正理解他，更没人会相信他看到的那些东西，那些关于鬼魂的秘密，关于一出生就被抛弃的真相。只要说出来，只会让人觉得毛骨悚然，根本不会有人来爱他。这才是海莉最深最扎心的秘密。海莉心里那道墙，这下是真的撑不住了。她受够了那种怜悯的眼神，这么多年，她只学会了怎么在悲伤里活命。她只想躲在远处，卑微到骨子里，只要能帮到他就足够了。至于那个叫一仔的过去，她想彻底埋掉。她冷冰冰地告诉罗德里克，没必要去了解那个身份。可话还没说完，手腕就被死死扣住了。罗德里克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直接拆穿了海莉的伪装，嘴上说着要推开，可脸上的表情早就出卖了他。这一招欲擒故纵，在罗德里克面前彻底失效了。罗德里克是真的听不下去了，他一字一句地告诉海莉：“你是我的妻子，而我是你的丈夫。”这种身份的宣告，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有力量。他认准了海莉，不管他觉得自己有多奇怪，他都要定他了。他甚至在哀求海莉，求他给自己一个保护他的机会，因为在他眼里，海莉值得这世上最好的一切，他不该再一个人扛着了。海莉问他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好，罗德里克这次没有逃避，他说自己也给不出理由，可能只是单纯的喜欢。
一开始只是好奇，想挖掘他身上的秘密，结果却越陷越深。他甚至为了之前的伤害道歉。这些话对海莉来说简直像做梦一样，但她很清楚，这个男人背负了太多。海莉突然一脸严肃，她说：“接下来的话一定要听仔细，千万不要听那些死人的声音。”罗德里克彻底定住了那些缠绕他已久的诅咒。这个女人是怎么知道的？海莉告诉他，那些声音只是在嫉妒，嫉妒他活得太耀眼，这一切都不是他的错。海莉的话掷地有声，她说：“千万别认命，你根本不是什么支离破碎的人，这点破事儿毁不掉你。”话还没说完，海莉整个人就栽了下去，哪怕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她还是死死抓着罗德里克。她说：“一定要记住我的话，绝对不能放弃，更别在那儿自我否定。只要你还在坚持，我就一定会陪你战到最后。”两只手紧扣在一起，海莉强撑着安慰他，说自己休息一下就没事了。他盯着罗德里克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你到底听明白没有？”海莉已经虚弱到了极点，他最后交代了一件事：如果哪天他不在了，一定要去亚瑟之森。罗德里克点头答应，可海莉还没把话说完，就再次晕了过去。这下罗德里克彻底没辙了，他肚子里有一堆问题想问，可看着怀里的人，他连碰都不敢用力，生怕稍微一动，对方就会彻底消失。这种只能看着的滋味，简直让人抓狂。时间一晃，10天就这么过去了。阳光下的草地上，海莉静静地站着，吉米在一旁小心翼翼地试探，问国王今天还不打算去见王后吗？听说海莉最近恢复得不错，都能自己去湖边散步了。罗德里克却根本听不进去，他现在状态差到了极点，只想让海莉好好休息，别再为了他的事操心。话音刚落，大门就被猛地推开，海莉的声音直接传了进来：“既然你这么想，当初就不该答应我。”谁也没想到，海莉竟然直接找上门了，看这精神头，哪还有半点虚弱的样子？罗德里克还没反应过来，海莉就开始兴师问罪：“亚瑟之森那边，你是不是压根就没去？”罗德里克还一脸无辜，说自己不知道，每天都要去。海莉追问他上次是什么时候，罗德里克居然回答：“大概是1周前吧。”这下彻底捅了马蜂窝，海莉的火气瞬间就压不住了。罗德里克这下放软了态度，他说：“刚才是我不对，你别生气了，伤口还疼不疼？”看着罗德里克疲惫的样子，海莉知道他肯定又失眠了，他直接把人拉进怀里，说：“来我这儿，我哄你睡觉。”罗德里克这下彻底没招了，他在心里感叹：“你要是再这么温柔，我只会陷得越来越深。”谁能想到，刚才还火冒三丈的海莉，转头就把罗德里克给收服了。没一会儿功夫，罗德里克居然真的睡熟了。旁边的吉米和杰德都看傻了，这哄人的手段简直是王后的专属魔法。海莉还没忘了正事，她严肃地叮嘱在场的所有人，以后就算害怕，也要经常去看看国王，盯着他的睡眠和身体状况，只要发现不对劲，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他。海莉看着膝盖上的罗德里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能不能让他也分担一点压力？其实这男人比谁都累，但他从来没喊过一句苦，只是一个人在拼命硬扛。无论是沉重的王位，还是那些恶灵的折磨，他竟然一点怨恨都没有。这种不抱怨不放弃的劲头，才是他撑到现在的真正原因。换成别人，恐怕早就彻底崩溃了。海莉越看越觉得，这男人的内心简直比任何东西都要耀眼。既然这样，那就一起努力吧。等罗德里克再次睁开眼，整个人的气场都不一样了。吉米看着罗德里克的背影，心里别提多欣慰了。自从国王每天都去见王后，心情那是美滋滋，要是日子能一直这么过就好了。就在这时，杰德突然推门进来，看他那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罗德里克还觉得奇怪，问他到底出什么事了。杰德一脸为难地开口，说是关于王后的事，他现在正躲在后花园里忙着熬药呢。听到这话，罗德里克一个没忍住，直接喷了。他一边大笑一边吐槽：“海莉怎么突然有了这种老太太爱好？”杰德在旁边只能尴尬的附和。此时的海莉正对着药罐子忙得不可开交，看这架势，她是真打算折腾出点什么名堂来。海莉这手艺确实让人没话说，连旁边的女仆都看呆了。谁能想到她竟然能把森林里的草药玩出这么多花样？其实早在几周前，为了这片森林的使用权，海莉专门去找了一个人，那就是亚瑟。虽然名义上是王室财产，但海莉心里很清楚，只要亚瑟不点头，这事儿绝对成不了。亚瑟倒是没拒绝，但他最后留下的那句话听着可不太妙。他说以海莉现在的力量，恐怕根本承受不住森林里那股恐怖的能量。亚瑟的警告，海莉其实都听进去了，他知道对方是在担心自己，不过他可没打算收手。以前跟着奶奶学的那些本事，现在看来是一点都没白费。罗德里克在旁边都看傻了，他原本以为海莉只是想去森林里散散心，谁能想到这姑娘是动真格的在制药。瞧瞧这熟练的动作，哪部分有毒，哪部分能入药，她指挥起来简直像个老手。但最让罗德里克起疑的是海莉随口提的一句话，海莉说这些草药和她老家的一模一样。罗德里克这会儿正纳闷呢，好端端的海莉怎么突然开始熬药了，也没听说她身体不舒服啊。旁边的杰德倒是看得明白，这药8成是给罗德里克准备的。罗德里克嘴上说着让他先顾好自己，心里估计早就乐开花了。他美滋滋的走过去想打个招呼，结果还没开口就被海莉一个眼神给顶了回来。海莉这会儿正忙着呢，直接告诉他现在千万别过来，不然会把煤气带给他的药。罗德里克这下彻底傻眼了，自己堂堂一个国王，居然成了海莉眼里的倒霉蛋。更离谱的还在后面，海莉为了赶走这股煤气，竟然直接对着他撒起盐来，这哪是在熬药啊，这简直是在现场驱邪呢。要是能把真相全说出来
就好了。可惜一个谎言总是需要无数个谎言去圆。海莉心里这道坎，怕是没那么容易过去。罗德里克想找个话题，结果直接碰了一鼻子灰。海莉头也不抬，让他现在别说话。这态度简直比刚才撒盐的时候还冷淡。但在罗德里克眼里，这个女人浑身都是谜团，明明被嫌弃了，他反而觉得今天的海莉格外可爱。折腾了这么久，药终于熬好了。海莉拿着勺子，让罗德里克张嘴试一下。一旁的医生急得大喊：“还没试毒呢，怎么能随便乱喝？”海莉这才反应过来，做事就要自己先尝一口。看着这乱成一团的场面，罗德里克忍不住大笑起来。这药到底有没有用不知道，但这一通折腾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在这个没有萨满的世界里，人们的烦恼其实都差不多。海莉换上这身行头，摇身一变成了神婆，专门帮人排忧解难。瞧瞧这位刚盖了新房的，海莉连门都没出，就断定他家附近有坟地，还说中了他女儿失眠的事。这下对方彻底服了，直呼遇到了真神。接下来的场面更热闹，不管是庄稼收成不好，还是家里反对婚事，海莉全都能给摆平。这效率简直比专业的咨询机构还高。女仆黛博拉看得直叹气，觉得堂堂王后天天处理这些鸡草蒜皮的小事，实在是有点大材小用，甚至觉得这些贵族太没出息。海莉倒是一点都不嫌烦，她觉得听听这些八卦挺有意思，而且能让人心里好受点，也算是尽了王后的职责。忙活了一整天，总算要收工了。黛博拉看着名单说：“最后还有一位请愿者，最后一位请愿者居然是海莉的父亲。这位邓肯公爵还真是执着，非要找机会私下见一面。”海莉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大家都以为海莉什么都不知道，其实她心里清楚得很。这屋子里到处都是耳朵，盯着她的一举一动。她不仅不生气，反而觉得这事儿挺自然。黛博拉这下才反应过来，原来王后早就看穿了一切。海莉特意打听了一下，想知道公爵有没有发现这些眼线，结果显而易见，那老头子还蒙在鼓里呢。既然对方没察觉，那这戏就好唱了。海莉心里已经有了主意，她倒要看看这位公爵大人亲自找上门，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